什么？花心少要和那没良心的贱人提亲？什么？我的花少居然要和那贱人提亲？不可以呀！我们必须拦住花心少。黑城三大家的花家大公子花心少要去同为三大家的大小姐提亲了。怎么会是他？花心少可是我们黑城第一天才，黑城少女的梦，怎么会和那个坏女人提亲呢？这种事情也应该是三大家的陈家废物少爷来做吧？那陈家废物少爷本来实力就差，他敢提，那个坏女人还不好意思接受呢。那这花心少在想什么？怎么会做出如此丢脸之事？不知道，去看看。让开让开，给我让开呀！青竹，你在干什么？心少，你在干什么？你怎么能向那个贱人提亲呢？她不是好女人。青竹，你怎么能这么说她呢？她不是你闺蜜吗？见闺蜜，一个没良心的人，和她这种人玩玩就得了，根本不能深交。我与她从小玩到大，她根本不坏啊。而这也是我与他儿时定下的约定，我说过长大了会娶她的。儿时幻想啊，儿时幻想！你虽与他是青梅竹马，可自从入了仙家学堂后，你是班里最努力最用功的，而他要不就是上课睡大觉，要不就是逃课满城乱跑，你真正和他相处的时间都没有和你一起上了10多年学堂的我多啊。还有我心少，你还记得吗？第1年我还天天给你带吃的呢。你就1年算什么？心少，我当时修炼遇上瓶颈，还是你点醒我，帮我突破呢。如今我已经炼气2层了。还有我，你们不要拦我了，我已经决定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没想到你为了儿时的承诺，竟这么坚持，不愧是我们看上的男人。那我们也不拦你了。谢谢。既然要提亲，就要庄重起来。我们女子在面对这种情况时，最希望心仪的男子来到家门前，带上彩礼，喊出我们的全名啊！我来娶你了。是吗？都是这样的吗？你平常都在刻苦修炼，哪有时间了解这事呢？哦，那就这么做吧。没良心，我来娶你了。你爸的，别叫我全名啊！心少，青竹，是你让花心少在大庭广众下喊我全名的吧？他以前从来没叫过。对啊，提亲的时候喊你全名，不显得隆重吗？这种情况下喊我全名，是嫌我丢脸丢得不够吗？你早已经恶名昭著，还有什么脸好丢的？我一直都在做好人好事，打击罪犯，何曾恶名昭著？每次有人逃课，城中街道上就会有2道身影沿途大肆破坏，跑到哪就鸡犬不宁，是不是你？我不是为了抓小偷吗？城中捕头抓不住怪谁？每天晚上为了所谓的防止小偷，自己就天天当夜行侠，飞檐走壁，脚踩着瓦片的声音，扰得百姓不得安睡。我可不只是为了防小偷，也是防更大的罪恶产生。夜黑风高月，正是杀人藏尸的好时机。那为什么要闯入别人的房中看人同房？那画面我也没见过，太好奇了吗？哦对了，那2人好像就是学堂老师和你二嫂。好了，不要再说了。好家伙，我说学堂老师一直没怎么处罚你，原来是这个。这样，既然我也知道了，你也把一些细节告诉我。现场这个情况，我帮你解决怎么样？合着这才是你的目的吧？是你自己说漏嘴，我哪知道这事。不过现在你说不说，我都算有了老师的把柄，所以你还是多透露一些细节吧。这2女人在干嘛呢？什么？精神疾病，情绪不受控制。良心，没想到你居然向我们隐瞒了这么久。你就是这么帮我的？原来你知道配不上他，又不想辜负了花心少多年来的一片痴心，就选择用此方式让他寒心。你要不听听你在说什么？我懂了，我们会好好开导花心少的，也请你好好照顾自己。你爸的，这样你以前的恶名也能洗清，不是吗？姐妹们，背上心少，走了。原来是这样，可怜花心少了。可怜啥？对花心少来说是好事啊！走了。爸，为什么我要叫这个名字？我也快成年了，该告诉我了吧？良心啊，这名字和你母亲有关系。那时我们很穷，还不知道我是梅家唯一子嗣，这也就导致了你的名字和梅凑起来变成这个意思。那就不能改一下？是有原因的，我梅家祖先曾经和华神修士有点渊源。哦，知道青山门吗？哦，我知道，在东方天寺域的中心地带的一个大修仙势力。那个华神修士曾经正是青山门掌门。我们居然还有这层关系。当得知我是梅家后代时，来不及多想，你母亲就带着你坐船前往青山门，记录下你的名字和血型印记。可是在回来时却遭遇大洪水冲垮了船只，我们找了许久才在下游找到了你们。
你母亲奇迹般的将你护住，直到我来了才闭上了眼。这是我知道，听郎中说我当时发了好几天的高烧，差点死了。可这和能不能改名有什么关系？那是由于吞魔头刚刚灭仙没多久，新时代刚刚开始，还是很和平的。可终究种族不同，天赐予以兽族为主。前不久兽族与我们人族武域，时不时在玉衡和天泉疆域交界处起冲突。兽族内部种族也不同啊，所以他们的内部矛盾更复杂，向外扩张的欲望也更强烈。因此我一直保留你的名字，就是担心哪天人族和兽族打起来，危机时刻你在青山门记录的名字或许能发挥作用呢。那我想改名还得去找青山门喽。想要改名只能本人亲自去，如今时局动荡，可不像以前那么好去了。不行，这名字必须得改，不然会影响我的。这青山门的庇护我也要。你这么热血干什么？这小小黑城没能力护我到那里，那就加入大势力，让他们带我过去。很好，你也快成年了，也要去参加学堂考核了。只要你能考进前10，就可以加入引元疆域的中阶学堂。好，为了考进前10，要努力了。但是在这之前，你还有事要做。什么事？拿着钱上门去给花心少赔礼道歉。道歉就道歉，这么生气干什么？要买什么东西合适呢？花心少他擅长用剑，我要不买把剑给他？不行，剑太贵了，给他买完我就没钱花了。买个茶具，可是马上就要参加考核了，以他的实力拿到第1不是问题，考完立刻便会有中阶学堂的人邀请他，茶具也用不了多久。哎呦，他刚刚受伤了呀，万一因我参加不了考核怎么办？去买瓶跌打酒吧，这样还能剩下一大笔钱呢。老板，来瓶跌打酒。我说姑娘，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你这里不是卖酒的吗？若是伤者不怕疼，也不是不可以卖给你。那你给我来2壶。哟，这不是陈家大少爷陈海吗？怎么了，陈大废物？1个月前听说你出门历练，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跟着你的仆从呢？怎么没了？还是你独自跑回来了？说话，难不成是你怕死，一个人跑回来的？给你个选择，你就给你家里的写封信，告诉他们你过得还行，就是钱有点不够花了，叫他们送点钱。眼淡了，没听见我们说的话吗？把他拖到拐角里，好好揍一顿。这里应该没人能看见了。你说什么？妈的，让良心过来赔礼道歉，这丫头死哪去了？哎呀，来福兄，花心少他没什么事，良心他还是很有分寸的。心少回来后没多久就醒了，走进屋喝酒去。好啊，心少，你这家伙还会装晕了？倒不是装晕，当时躺在地上想明白了一件事。良心，你捧着2壶酒干什么？为你疗伤啊，这酒可以消毒的。你是买错了吧？先不说这个，你刚刚想通了什么？解除了我儿时的心结，知道了不是所有的事都要放在心上。就这事还要想啊，真笨。我不够聪明，有些事只能亲身经历了才懂。就比如这酒，我还没喝过呢，马上成年了，我就试一下吧。倒酒。哈，良心，你怎么在这儿？青竹，你怎么在这儿？马上就要考核了，按惯例，学堂应举办一场酒席。刚好花心少为提亲准备了不少东西，老师图省钱省事，就在花家举办了。这老头真是，老师答应，只要花心少能通过考核，他就能托关系让花心少在中阶学堂内得到特殊照顾。但是话又说回来，这老师还真是有点人脉的呀。你应该先回答我的问题，你怎么在这儿？翻围墙啊？你翻墙进来干什么？我才不要进里面，吵得要死。来，良心，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某某某。来，良心，给某某某敬一下酒。渣渣，我可不喜欢。要不是心少他这次借着被我打晕的事，他到现在还在里面敬酒呢，恨不得长个3头6臂出来。这就是酒吗？好奇怪啊，怎么只喝了1口就晕晕乎乎的？花心少，你没事吧？不对啊，这不是宴席里面的酒啊，里面的酒没这么浓烈啊。这个。来福兄，你看上去完全不担心良心能不能通过考核，他可是学堂里著名的差生啊。没事，他不用我担心，就对他这么有信心。他自己有分寸的。话说陈树怎么没来？陈树说他儿子历练回来了，他儿子好像受伤了，再亲自照顾呢，就不来了。这样啊？好久啊。心少，你在干什么？快下来！花有丸叔叔，花心少他误食了一杯外来酒，此酒烈度很高，他直接醉了。哈哈哈哈！心少从没喝过酒，他醉了竟是这个样子，哈哈哈哈！你还笑？良心，你赶紧停下来！停下来！哎，能够醉晕炼气4层，花心少的酒就在后院哦，只有2壶，喝完就没了。
你这死丫头还在捣乱，给我停下！怎么回事？身边带着2个人，居然都能有着如此灵活的动作。以前从未看过辛少他有这种身形动作，难道是喝酒的原因？哦，这酒虽说不上有多好喝，但是真亮。哼，我喝酒数10年，还没有什么酒能醉倒我。我喝酒20年，我倒要看看什么烈酒。我喝酒一辈子，从没醉过。哈哈哈哈哈哈！不对，我好像被针对了。今天是新时代第16届黑城仙家学堂考核的日子，会在本届选举出学堂前10名，进入引援中阶仙家学堂，由各大家主和中阶学堂的老师一起评测。我们黑城算小城，只有低阶学堂，规矩没有中阶学堂多，也没那么严格，只测天赋、潜力，所以场地分成男子组和女子组，通过一场乱战决定名次。当各场上只剩5名学员时，乱战结束，名次决出。战斗受伤不可避免，但也需爱护自己。今年不行，明年再来嘛。所以也请各位学员不可下死手。现在乱斗正式开始。各位放心，此剑还未开刃，是把盾剑。行了，花心少，知道你强，这名额指定有你，我们就争夺剩下4个名额就行了，你就在旁边站着吧。不是吧？为什么要围攻我呢？青竹，这不会是你想出来的吧？你可真是我的好姐妹啊！亏我们那天晚上还玩得很开心的。开心？你让花心少的形象在我心中碎了一地，你太可恶了！不是，是他喝酒发酒疯，和我有什么关系？你和他从小长到大，你会不知道他不胜酒力？他从小也没喝过酒啊，所以为了花心少以后再也不会出现那种情况，就必须要让他远离你，让你们从此分开，姐妹们，对不对？对，这什么逻辑？所以你先下去吧，御物术。陈大少爷，这场上没有你的位置，你还是给我下去吧。那是陈海吗？刚刚那个人是被陈海击退的吗？不会吧，那个废物陈海有这实力吗？你刚刚说什么？陈述，你的儿子怎么下手如此狠毒？狠毒？你错了，他现在不过是让当时嘲笑他的人付出代价罢了。海哥，我当时可没有嘲笑你啊！怎么，你要拦我？陈海，你过了。刚刚你的攻击直接对准了他的太阳穴吧？那又如何？你别太过分了。我确实不清楚你在外经历了什么，但我至少知道他们曾经欺负你的程度，还远达不到你这种报复程度。想主持公道，你得有这个能力啊！你与他们果然不一样，不是吹出来的花架子。我感觉你变了。若你以前是现在这个样子，又怎会受欺负？所以我变了，不行吗？但不该直接对同学下杀手。那就阻止我。歪了。怎么会？我刺出的剑竟然歪了，不可能是我的失误，其他的我不确定，唯独我刺出的剑不会出现失误。可到底怎么歪的？原来如此，是炼体加法力流体。你虽一直炼体，将体魄修炼至超出常人，其实这是伪装，用你的强横肉体为附着在你体表上的法力做掩护，让人都以为你的体能强大，则是把关注中心放在你的肉体上，而这不开刃的剑才是关键。你用法力流体也附着在剑上，用作你肢体的延伸，类似于法天象地，这才是你的主要攻击手段。所以这剑开不开刃都不重要。怎么可能？仅仅几次交手，他就识破了我的战术，而我还不知道剑为什么刺歪。那就好对付了。指风系术法，原来如此，御物术。这小小的城镇也就只能教明白御物术了。锋刃竟直接破开了我的炼体防御，但是他想打败我就需要贴身肉搏，这样我或许有机会。好强的操控力，他不仅可以释放锋刃，还可以飓风凝形，但我也抓住了他的规律，锋刃转化成飓风凝形攻击需要掌握对手的动作，那我就让他无法预测我的动作。喝酒。花心少喝酒后的身法，带着2个人都令我们无法跟上。这陈海竟游刃有余，且还是在心少没有负担的情况下。有趣的身法，但还是太嫩了。在我风道的感知中，你也不过像随风飘扬的蒲公英一样，不成任何威胁。御物术。杨欣，你怎么会疯到？学堂不是说过吗？你上课不是一直在睡觉吗？而且老师说的这是中阶术法，也只是提了一下的。既然有这种术法，那我就在心中默想了呗，然后就会了。那你不要说，其他的中阶术法也学会了？一点点。你，该死的天才啊！人数刚刚好，青竹你也不错啊。你这个贱人！
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别伤着自己，陪我丝绸，给我买上等丝绸。行，我们的考核结束了，去看看新少他怎么样。看着，这个蓝色的，还有这个青色的、白色的，我都要啊！好好好，等结束了就买给你。新少，悟道。新少，我暂时用冰岛护住了新少。青竹，你赶紧将他带下去疗伤，这手臂应该能接上。冰道，良心你。陈海，你怎可下如此狠手？规则可是点到即止。陈海，你有这么强的实力与技巧，没理由收不住手。你是何决心？陈海，你与花心少已是前5名，剩下的也就是互相切磋，怎能如此不知分寸，将花心少的手臂也斩断？各位可是在指责吾儿激是乱战，战斗期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难道要等真正战斗时还要想着手下留情吗？胡搅蛮缠，战斗是战斗，切磋是切磋，战斗乃生死之战，切磋为的是完善自己的武技，连这点都分不清，难不成全世界都是你的敌人不成？来福就事论事，有战斗就有伤残，有伤残才会知道痛，而不是在这里过家家，觉得花心少最强，连打都不打，放任他晋级也还好。你来福的女儿有点本事，还会冰道术，靠她的及时救治，花心少的手臂还能接上。花有完，这也算给花心少一次教训，别让他以后以为全世界觉着他好就让着他，这次只是断臂，下次可能就是断头了。小海，走吧。不好了，不好了！那些被打伤的男学员全部内伤发作，全部死亡。你说什么？别胡说！是否只是晕厥？没有，他们都是相同的死法，像是有什么进入了身体内部，震碎内脏而死。他们的皮肤全部被血渗红了。陈海，陈海，我儿，他刚刚历练回来，下手确实不知分寸。这是不知分寸吗？延迟杀敌，手法高超，分明是故意的。论故意，我儿曾经受了多少白眼，受了多少人的欺负，所以就报复式的直接杀人，还有那么多无辜的呢。行了，陈述，在我看来，你也就这样了。小海，你刚刚叫我什么？在你眼里，我远不及你在黑城的地位重要，所以你才会如此犹犹豫豫的。你不是杀了便杀了，又能如何？这不可杀人的规矩，也不过是小黑城自己设立的，为了可笑的同城之意。你怎能如此说？说的不对吗？和平的日子才多久，你们竟开始谈感情？讲道理了，我错了，你们就该来惩罚我，而不是在这儿口头批判。你以为我不敢吗？来呀，上啊！我与你们同为炼气4层，这黑城何人敢杀我？何人能杀我？我知道你们为何无人动手，因为有旁边的中阶学堂的人看着呢。老师，请问名字排好了吗？好了，你排第1，其他人都没了战斗能力。这次男子组只有你1人了，总共6人。7天后会有中阶学堂的灵州接你们，我们会给相应的资源的。不过他说的没错，战斗比试从来没说过不会死人，到了中阶学堂也一样，资源都是有限的。你不拼，有能力的会将你踹下去。你们的学子若没做好准备，就将名额让给其他人，别浪费时间。怎么会？他们居然全死了？怎么会这样？不是说不可下杀手吗？怎么能这样？不过是1年1次的比试而已，怎么能这样？怎么办啊，青竹？你说句话啊！新少他已经没事了。我也在想呢。不，我不是在想陈海的事，我是在想良心他不会真被我说中了吧？精神疾病，情绪不受控制。哎，良心，没想到你居然向我们隐瞒了这么久。好了，无聊的质问结束了，你们想复仇可以。听到刚刚的话了吗？1年后派你们的学子到中阶学堂找我吧。陈述走了。用不着等1年。明早让你人头落地。臭小子，该醒醒了。是没良心啊！说了别叫我臭小子，你还没我大呢，叫我不天哥。是良心姐啊，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我是来找你办事的，收拾东西准备出来吧。不是吧，找我办事，总感觉不是什么好事啊。对你来说没有危险，只是需要你这个偷盗的身手来帮我转运一些东西。只是运东西，无需其他。看守的人都被你支走了，看来你都用了狱长偷情的把柄了。是的，这事不简单啊，那我可不敢答应。做完你可以不用坐牢，还可以抽取一部分报酬。报酬？要说偷盗的身手，这监狱也有不少，为什么非要是我呢？其他人身手我信不过，只有你这个让我追了全城的盗贼，让我认为可信。说这话，说明有不小的难度。对你这个会点水不法的人来说，应该不难。那就具体说说我应该做什么吧。我会有近1车货物交给你，在今天日落前，你需要帮我秘密运到郊外一处地方。1车的货物还要秘密运送到哪里？曾经黑城杀人狂犯罪后的藏尸之地。那么远，就算我有点水不法也做不到啊！我又不是你们修仙者。我又没有让你只身带着包裹去，而是用你的偷盗身手偷一辆运货车，将我给你的东西送到那里。偷一辆运货车还要秘密行动？只要保证到明天早上前不被发现就行了，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只要隐瞒1天啊，那就好办了，随便找个没有强者护送的小商队不就行了？随你的便。在你将东西运到那里后，还要马上赶回来，我会将第2批货物给你。还有第2批？第2批货物放在我家的后院，有3袋包裹，你将东西分别放在3处地方：陈家后院外、黑城主干道和黑城直达郊外的地下通道处。然后呢？然后你就可以拿着我放在地下通道那里的钱离开了。这钱足够你打点那些守卫，还能够你逍遥一阵了。那1车货物就在牢房后面。那这牢房少了1人怎么办？你只是犯了偷盗罪，我已经把损失补上了，快点行动吧，已经到50了。语气越来越严肃了，看来是老毛病又犯了。是谁将他激发出来的呢？时间不多了，要把东西秘密的送出去，需要一个方法做掩护。吞老弟啊，你最近生意不错吗？就连隔壁城镇的人都来你这买酒，说你这酒烈啊。是啊，我也不清楚为什么突然就爆火起来，平常都没人买的，我这几年酿的酒就快要卖完了。你一人恐怕忙不过来吧？对呀，我雇了好多人呢，从酿酒到运货，也总算腾出手来了。你这么随便就雇人啊？万一酒方泄露了怎么办？是哦，我还没考虑这个问题呢。吞老弟你啊。这不就是合适的目标吗？突然爆火的生意，很多事宜都没准备好，就算少1辆车，暂时也查不出来。良心，花心少的伤势稳定下来了，你不去看看吗？不了，父亲，我还有事要做，晚上的庆功宴我也不去了。没了，因陈海的问题，这次没有什么庆功宴，死去的学员家属全去陈家闹事去了。但没多久，黑城城主派士兵将那些家属全部赶走了。本来我们只是做小城，靠着各家族的团结才有了和平。这陈海打破了共识，也不知以后会怎样。终于准备好了，符箓、丹药、毒包，还有这3袋术法使用材料。货物送到了，不天他应该已经回到黑城，拿到那3袋包裹了吧？我也开始布置陷阱了。木道、冰道、土道。真想不到，没良心这丫头居然真的准备好钱了，这可不太妙啊！没良心开始有了良心，就说明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算了，我还是赶紧走了。谁？什么人？别紧张，我对你没有威胁，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刚刚什么情况？作为盗贼的我，成天在暗处行动，这人在我背后出现，我居然丝毫没有察觉。就算之前被众多修士抓住，都没这种害怕的感觉。为什么？你是谁？你是怎么出现在我身后的？找我做什么？我刚出城找货物，就察觉到你身上有我货物的气息。你的货物？你不用防着我，我只是想问，你把我的货运到哪儿了？你是卖酒的那个老板？可恶，还是没有效果。这世上的所有献祭之法竟全部失效了，到底是为什么？陈述，回答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连照顾你多年的家仆也杀了，你不是小海，你到底是谁？就算小海曾经确实因为实力问题受了不少的嘲笑与欺凌，但绝不至于变成滥杀之人。你到底是谁？
我是让你回答我的问题，为何曾经的修炼之法无效了，所有关于献祭修炼的功法也无用了？说是吞魔头。上个时代，吞魔头用通天至宝灭掉了当时的所有修仙者，将修仙者体内的法力全部归还于天地，让这世界重新焕发了生机，但也导致了天灾频发，同时让所有生灵都处在了天地灵气的海洋中，吸食他者灵气等于在水中盛水倒水一样，变得没有任何作用。该死的吞，自己死也就罢了，还留下这等后手。那么那个通天至宝又在何处？不知道，吞使用后就没人知道至宝在何处了。是吗？那你也就没用了，让我再试试最后一种可能吧。就连亲人血脉也不行吗？吞，你真是将事情做绝了。陈叔，陈海竟然杀了陈叔，甚至没有任何犹豫，且他竟不知上时代吞魔头的事，这样的表现似变得如另一个人一般。难不成被夺舍了，还是被上时代的仙者夺舍？有意思，这样的玩物才有意思啊！在暗处偷听很有意思嘛，不如当面对质如何？好了，计划开始。第一步，先与他一战。墓道，又是墓道。冰锥，这些树干中竟藏着冰锥，墓道只是掩护，这冰锥才是主攻。可笑的是，这冰锥都没完全冻住，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好的吧？确实没想到你居然会木水两道术法。好强的风道，威力居然这么大，将我准备的全部破坏了。作为炼气修为，你做得很不错了。那么你现在还有其他手段吗？当然有啊，你个蠢狗，看我火药10连击！蠢狗，还有后面呢。奇怪，我要爆炸完的火焰应是不会存留太久才对啊。第二步，示弱反击，需要在他眼中觉得我还有准备，但手法粗糙，会有遗漏。那留存的火焰便是如此。那是我用酒水让火再烧一段时间，他发现后一定会记住酒味，他这种滥杀之人一定会追来的。你身上的酒味暴露你了。还好你追上来了，不然我就无法杀你了。杀我？那你的新手段呢？为何还在用墓道，还藏着冰锥吗？这是污水，这是主干道下排污通道的污水，我用墓道抽取上来，就是让这些污水浊气将你包围。陈海，这次看你怎么躲，时大变了。怎么会？你这一套威力是很大，换做寻常炼器应该就败了，但对我来说也只是恶心罢了。果然，他的风道防御也不差，但他没有一直维持高强度防御，而是等爆炸过后直接反击。他实力好强，反击失败了，不过示弱却成功了。接下来就将他引到下一个地方。这城内我比你熟，有房屋做掩护，暂时也追不上我。在这期间，我会一直抽取污水，恶心你。就算你不在乎，遇到有机会洗一下，你应该不会拒绝吧？黔驴技穷，还用这种小把戏让我洗洗身子也不错。这小把戏的关键不在火，而在酒。先前多次用未完全冰冻的酒冰锥攻击你，就是为了让你对酒放松警惕的同时，不断的将酒水洒在你身上。再从你家后院到这地下通道的这段时间中，潮湿环境下，你的皮肤会吸收一些水分，就会连同酒水一起吸收。这是那个可以醉倒炼气4层的酒。酒水中含有我磨碎的丹药，丹药没有毒性，只会让人变得亢奋，状态饱满，所以你不会觉得有任何不同。亢奋配上这酒，会影响你的神智，让你失去冷静。套梁小丑，不过临走前能够玩玩也不错。第3步，将你引到真正的陷阱处，那里才是你的葬身之地。不错，这洞窟是个好地方，一个布置陷阱的好地方。这家伙竟能做到这种程度！找到了，倒是布置了不少陷阱。破！可恶，这部分陷阱反被他利用了。小丫头，可知进入这封闭的空间中，反而是我的优势呀！这风道的掌控力真的好强，不仅用风道将洞窟内部全部填满，还可以精准掌握我的位置攻击。就是不知他这远程操控的威力能不能破坏石壁。良心直接撞向石壁，操控墓道沿着石壁逃跑，
锋刃的攻击压力顿时减了一半。果然如此，因为它是远距离操控，想要攻击到我就必须感知到我的位置，那就需要保持洞窟内没有其他活动事物的干扰，所以就没有破坏石壁，因为破坏了石壁等于干扰了它的风道感知。真是麻烦，用石块挡住了我的攻击，看来要杀了你还得亲自进去。小丫头还珍藏了不少陷阱，这冰锥也是准备了不少啊，但差不多该结束了。你不用再挣扎了，这就送你上路。什么假的？那是用木道和水道制成的假人，再用毒气使木道表面，让使用风道感知的你感觉起来像皮肤，这才能骗过你。怎么会？你居然还会土道？你为什么会认为我不会土道呢？从陈家后院追到这里，他宁愿受伤也始终没用过土道防御，就是为了迷惑我。毒气，陈海，你别忘了，刚刚你将洞窟的毒包全部破坏，洞窟中已经充满了毒气，所以你才迟迟不进来。进来后又想快速的将我解决，而现在我们的位置反转，你在内，我在外。这下真是糟糕了，被他封闭的环境中，正常空气有限，我若还是简单的攻击，无法赶上他修复石壁的速度。我越攻击，毒气就会越多，一旦毒气占满空间，就算我用风道也会吸到毒气的。这样的情况，他需要保证有大量毒气才能对我造成威胁。下一步应该就是收缩石壁了。想要出去，便要不做防御，全心全意的攻击。很好，那就看看你的土道术法有多强。我还真是太大意了，竟被这小丫头耍了一道。刚刚对她进行了一番挑衅，如果她被影响了，那么在她看见石壁被暴力破开且没有防御的我后，应该会急于动手。果然，她心态受影响，现身了。是木道，又是用木道做的假人。你到底在高傲什么？不好，这符箓不是攻击符箓，它上面的纹路好似在将这些木道连接起来。木、水、土。符箓链接术。你的货我已经告诉你了，不要再追究了。我劝你啊，你去那个地方会遇见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你千万别认。真是可怕！新时代竟出现了这等天才，能够使用3种属性术法。不对，应该还有金磁力。那符箓将其他术法融合攻击，应该是含有金属性术法。这么说，他就算还会火属性也不奇怪了。我真的是阴沟里翻船啊！我一直用风盾护身，刚刚那种术法只能重伤我，但想要杀了我，还需更直接、更有效的攻击术法。现在只能等他靠过来了。只要你靠过来，就是你丧命之时。雷法，还装死吗？你居然还会雷法？你不是他，你是谁？嘿嘿嘿，说什么呢？我就是没良心啊！你是没良心？怎么可能？你只是衣服形态很像，但你们根本不是同一个人。随便你，你就继续想，继续思考，再继续挣扎。我就喜欢看着你这种自命不凡、心高气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人在失败后的这种惨状啊！他有什么问题吗？可能是以前高烧的问题，他有另一个人格，是个非常极端的人格。极端？这个人格平常不会出现，可一旦被他找到了可玩的玩物，这个暗人格就会占据主导权，而他平常的人格会完全听命于暗人格，直到暗人格对玩物失去兴趣为止。那什么是玩物？不太清楚，我知道是因为我作为凡人，却靠着凡人武学甩掉修仙者的追击，这激发了他的暗人格，他就多次强迫我让我用全力往死了跑，直到被他抓住，他的暗人格才消失。那时的我都害怕极了。总之，你不要招惹他，一旦进入那个状态，是什么术法都能施展的。还在撑，还在撑！你果真和我想的一样，在陈海历练时将陈海夺舍了。让我看看你还有什么秘密。搜魂，你居然还会！引人化神，谢尘气。上个时代的绝世强者主动被吞魔头灭杀，然后夺舍重生，再走修炼之路，为的是渡劫修为。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这家伙
我很好奇，作为上个时代的强者，死在我手里会是什么感觉呢？烹饪。可恶，可恶！我难道要栽在了这个地方吗？可恶啊！以命为祭。好啊，牺牲寿命换来术法的强大威能。对，太对了，就该这样，运用术法。可恶，这个贱人还有后手，算了，先撤，日后有的是机会。别想跑！妈的，给我滚！你是谁？是你。你是什么人，竟抢走我的玩物？我叫吞，炼气修士，一个卖酒的。你的人偷走了我的货，我找到了那个人，那个人告诉我货在这里，我就来了。后来发现你把我的货给用掉了，我就想着等你战斗结束了，再让你赔我的损失。但是发现你会的术法很多，我惹不起，找你要很麻烦，我就放弃了找你要赔偿，准备走。谁知和你战斗的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准备杀我，但是他受了重伤，我顺势趁他病要他命，用术法将他反杀，就是这样。停，你先等会儿，说的太多了，你先等会儿。猜对了，正常情况下，只要解答他的疑惑，让他失去兴趣，暗人格就会再次隐藏。你说你叫吞？对，是那个吞魔头。从名而已，重名为什么不改？不怕误会？不识字，又叫了几十年了，叫习惯了。倒是和我爸一样。哎，不是，你别占我便宜。有病吧？是谁说的呢？你可以改名啊，之前你叫吞，改名后叫燕吗？吞燕。燕吗？也行，感谢良心姑娘为我取名。啊，不是，我不是在讨论名字的事。又来，你精神是否正常？嗨啊，不正常就对了。看来在2种人格切换时会不稳定一段时间。还有那个不天，一般修士可抓不住，你怎么抓到的？我没抓他呀，他在城外不小心用肩膀碰到了我的手，我闻到了他身上的酒味，就找到了。他办事怎么这么不靠谱？没事，我就走了。来，等等。你用的什么术法，竟将命忌的陈海灭杀至灰飞烟灭？特殊的火斗术法，我就是用此术法酿酒，同时也是我战斗的手段。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都说这酒不一样，很烈呢，对吧？这不就合理了？你作为炼气修士，为什么要卖酒呢？市场蓝海啊，这地方没有这种烈酒，我在这里卖，不就能赚很多钱和资源吗？有点道理，好像挺合理的，对吧？这太合理了，是没我走。不对啊，考核前陈述说什么陈海受了伤，没有参加那晚的花心少发酒疯的宴席，醒来后直接参加考核，他应该不知道这酒的事，怎么可能会在看见你时像认识你呢？可恶啊，被骗了。此次我们黑城名额有6名，由于考核时遭遇变故，那天晚上陈家一家遭遇暗杀，陈海失踪，这空下来的名次就给你了。花心少，老师我知道了。心少，我希望你不要想太多，你的实力依旧配得上这个名额。我明白。心少，关于陈海的事，他失踪了，你多留神，如果找到了他，视情况自己决定，不要太勉强。好的。啊对，还有人虽说中介学堂很残酷之类的，也不要轻信他们的话，什么样子还是你自己去感受的。时代在变化，不是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丹药、备用丹药这些都带上，还有武器丝绸、备用丝绸这些也带上，还有防身宝甲、备用宝甲都带上。青竹啊，此次前去中阶学堂十分凶险，多待在强者旁边，你只要能帮上忙，他也能保你。最后，中阶学堂太苦就回来，别委屈自己啊。好了，这些行李一起带上去，别惹事。来，没有什么要说的吗？想家便回来。真是的。男人都这样，我父亲也什么都没说，走吧。胡老大，我看了，
那些学员没有陈海那小子。妈的，夺了我的灵根机缘，就这么跑了，不仅抛弃了他的仆从，连中阶学堂的灵州都不上了。胡老大，这该怎么办啊？我们跟上，想办法上传。这灵州要接的学员不止一个黑尘，至少还要接10座左右城池的学员。到中阶学堂还有1个月的时间。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同为黑尘的那些学员了。我们去接近那些黑尘学员，说不定能知道陈海的踪迹。走。有没有功德心量，在大门口处抽大烟？雷少爷，这么久了，可有见到有能者的修士？有能者，一帮废物，我们还没怎么着呢，联合力反对我抽烟都不敢做，何谈有能者？还请谨慎，说不得也有故意隐藏实力的人。那也得有啊，毒素都已经跟着烟进入到那些人体内了，他们却没一个察觉到，他们还以为是我这烟太呛人呢，真是可笑。看来还是低阶势力过于松弛了，让他们连这点警戒心都没有。作为修士，他们就没想过普通烟有时连小孩都呛不到，而能够呛到他们每个人的烟又岂是凡物？这些修士对洞明江玉来的交换生一点威胁也没有啊，水平太差了，太差了！你妈这手艺也太差了，这难喝的酸梅汤不如不喝。到了。你个没良心的！我好心好意把我母亲给我的东西让你品尝，你不说句感谢就算了，竟然还嫌弃。对呀，良心，这样确实不太好。前面的人给我站住！你们是哪儿的人？报上名来。黑城学堂学员。原来是个边缘小城，那就好办了。哦，反应挺快，一起上，把他们围住。等等等等，不知我们做错了什么？装傻！刚刚的酸梅汤是你带来的吧？然后由这个女人倒的吧？倒就倒了，有必要？良心，你怎么把汤倒在别人身上啊？我哪知道有人莫名其妙的跟个丧家犬一样蜷缩在角落里啊！你说什么？所以我叫你别乱倒嘛，下次注意，下次注意。哎，对，这才是我的好良心啊！喂，你们2个贱人，在无视我们吗？骂谁呢？谁是贱人？他才是，我不是。你变脸变得好快啊！想这样插科打诨就糊弄过去吗？你们是在找死！哟呵，有点本事，难怪旁边有这么多女人围着。各位，全力出手，先把这个小子拿下。你们有病吧？你们明明可以和我们说一下，我们马上道歉赔偿，说都不说，直接动手，浇了一下水就要出刀见血吗？况且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其实我就是故意的，就算是故意的，也不至于要人命啊。我们错了，我们会道歉的。你干嘛？新少他又没受伤，怎么又发神经病了？你自己找抽，别带上我们啊！快去给人道歉。不用道歉，我们就是故意的。新少，你怎么？有人行恶事，利用烟尘给在场各位学员下毒，受点小小的惩罚也是应该的。什么下毒？哪里？在哪里？烟尘下毒？是刚刚那个在门口抽烟的。对呀，我们怎么可能被普通烟呛到啊？一定是毒。什么意思？你和新少知道有毒才这么做的吗？什么意思？你不知道还这么勇敢？一帮乌合之众，说什么就信什么，就没想过这烟的劲就是大呢？这么说没有毒？蠢蛋，什么修为能抽得起这么大劲的烟？那还是中毒了。你这家伙解毒啊！快给我们解毒啊！快点！注意你们的口气，你们体内的毒素解药可是在我身上，所以都他妈的给我闭嘴！不是吧？他就这么吼了一下，你们真就安静下来了？带头安静的是请来的拖把。这就是毒素的效用，可以影响他人心智，能够简单的改变人的思维。其特点就是，如果只影响到一个人，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但若是在一个空间中影响大多数人，这些人只需稍加引导，就会像刚才一样跟随大众。这只是一种考验。行了，这不是什么奇毒，喝口生姜茶就解了，回去吧。这种情况，你们若是知道了此毒，不应该说出来，等到考验结束，我们自会找上你们。原来这是考验啊，这个你也知道吗？我是真不知道，只是单纯的想浇灭他的烟。你是真没良心啊！你做事不考虑后果吗？我刚刚维护你时都害怕极了。之所以说出来，是因为我犯过错。以前有人想泄愤，我在旁边观战，认为是个人私事便没有干扰，哪怕下手过重，我也没阻止。直到恩怨波及到了无辜的人，一切都晚了。所以面对这个情况，我便出手了。原来如此，好，很好，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才啊！哦，愿闻其详。这话说的，不知道还以为是哪个筑基修士呢，不都是炼气4层吗？我是3层。是这样的，每年招生时，
中阶学堂会从学员上传开始便进行考核，直到进入学堂大门结束，这1个月时间将会决定进入中阶学堂的真正资格。像刚刚那群人恐怕就已经失去资格了。刚刚的考验也是一环吗？不是，那是我个人行为。这不是欠的吗？好犟啊，这人。是啊，和你一样。但他们的表现确实会影响最终评价。不过有一件事可以逆转所有负面，只要完成，直接录取。哦，是何事？他这么说，肯定是自己完不成，所以找人来帮忙的，可不嘛？每年学堂招生时，其他疆域都会派来一个交换生，我们这对应的是洞明疆域的交换生。作为修士，这交换生的目的就是测试同代修士学员实力，打压其他疆域同届学员。反之，若是打倒了交换生，那么打败他的人和同行的人可无视评价，直接进入学堂。所以你要我加入你们？先介绍一下，这位是引援疆域2大家雷家的第10子雷胜业。我邀请你加入我们，加入我的团队，用团队之力打败那个交换生的团队。哦，引援疆域以凤雷术法为主，而他居然是雷家的人。哦，图穷匕现，搞这么久是觉着自己团队实力不够啊，需要添人手。亏他之前整的逼格挺高的，合着只是老实，还是创业初期啊？你眼光这么高吗？我没有加入过团队，不太了解。很简单，我只需要了解你的术法能为，我会给你合适的辅助位置。辅助位能给雷家人当辅助，可谓一步登天啊！可是我不想加入啊。好处自然少不了你的，你别忘了，只要你进去了，你的这些朋友都可以以你的团队队员身份进入的。但我的这些朋友来之前也想过了，就算进不去也是可以接受的。你的实力在这船上已是上等，你就这么甘愿平庸吗？他是不是有点急了？这还没开始呢，就巴巴搁这儿说甘愿平庸之类的，对他来说，平庸像要了他命似的。作为修仙者，怎能沉迷于名利呢？你让梅叔把梅家资产90%全给我，我就信了你有这份觉悟。平不平庸之后再说吧，我们先走了。刚刚换船，房间还没找到呢。连个现成的好处也不给，谁愿意跟你啊？要我说，就应该献上100吨黄金首饰，无数上等丝绸皮革，这样的条件我也不是不可以答应。照你这么说，进展是不是有点快了？那个打杂的，把地上的水拖一下。大哥，终于等到了，他们果然上来了。好，找个机会接近他们，想办法套出陈海的下落。雷胜业，好处只靠嘴说，难怪你招不到人。雷胜定，你怎么在这里？这是你的地方吗？用得着你管？我是管不着，有人在这里浪费时间，我为何要管？相比搬出雷家之子身份都招不到人的你，我这浪费时间都算是劳逸结合。你这家伙论招人，你的人还没我多吧？难不成你是一点资源都拿不出手了？只有废物才会觉得人多就有安全感，你们这些弱者就好好抱团取暖吧。我手中的资源可不是用来招废物的。全体目光向我看齐，我是雷家之子，排行老9，雷胜定。现在我有个事让大家听听。我手中的东西，还有这一袋东西，分别是100万银元币、低阶城官职证明、中阶官员推荐信、疆域未开发地契、中阶草药、中阶器物材料等等等等。而你们只需要帮我一个忙，便可得到这些东西。哦，对吗？这才是现成的好处啊，比那什么成业大方多了。雷胜业后2字也就算了，怎么还能把姓氏给忘了？你看，那个雷什么业的脸都气绿了，他之前高傲的姿态就让很多人不满了。是胜业啊，他们2兄弟前2个字不是一样的吗？他们兄弟间也不对付，这个大块头越大方，那个抽大烟的就显得越不堪。行吧，至少记住特征也差不多了。不知雷胜定大哥可否说说具体是什么吗？很简单，想请各位帮忙试招。试招对谁？洞明疆域的交换生。原来如此，雷胜定大哥是想击败这个交换生。是的，这规矩很简单，谁第一个打败交换生，即可直接无条件直接进入中阶学堂。可是以雷胜定大哥你的身份，还需要用此方法进入中阶学堂吗？进入中阶学堂只是基础，他还会得到众多势力的关注，可得到大量资源的倾斜。我之所以直白的这么说，就是因为我认为你们无法打败他，都做不到，倒扣我这无用的弟弟。所以，与其看着你们都无法打败这个交换生，不如成全我，替我试招，我来夺得这个机会。你们放心，作为交换生，他可不会随便下杀手。事成之后，你们可随意挑选这些奖励的任何一个。可是，这试招毕竟就是与之战斗，失败了不会影响到老师对我们的评价吗？当然会，任何事情都会，包括现在你们的犹豫也会。
怎么试招，发挥什么样的实力，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全由你们自己决定。只要你们替我试招，就可以拿这里的一样物品。当然，你们甚至可以假装试招，随便比划几下就败下阵来，拿走这里的物品也可以。不过，这种逃避滑头行为也会影响老师对你们的评价。但是你们若是在试招时表现良好，就算败下阵来，说不定老师对你们的评价反而提高。你们可以想想，如果在战斗中你们的水平不高，就算到了学堂也会被淘汰，到时你们什么都没有。而你们先在这里得知自己的水平后，也应该清楚自己的能为，不够格的回去后还是得到了这些资源，总比什么都没有的要好。话我已经说完，你们要如何选择就看你们自己了。等到那个交换生来，就可以开始了。这段时间你们自己准备准备吧。好像可以耶，我觉得可以试试。是啊，我感觉怎么着都不会亏。洪老大，要不我们也试试吧，反正都是试招，上去耍2下就下来呗，还能得到资源呢。对啊，他给的那些资源里面有未开发的地契，正好可以为乡亲们安排一个好去处，我们也不用在山里当土匪了。是啊，这是个好机会，我找灵根奇缘不就是为此吗？圣野少爷怎么办？九少爷突然来了，他要抢了你的机会啊！妈的，敢抢我的机会！万一九少爷实力足够，我们就必须要在他之前与那交换生战斗才行啊！就算战斗，凭我们的实力就够了吗？当然不够，不过原因不在他们，而在你。你作为团队首位，实力却是最弱，就算再招几个辅助，又能强到哪去呢？别总是你的，你就算到了这个地方，也只能无能狂怒了。不愧是我们之中最废的一个了。杨希，我们要试试吗？算了吧，这种事情别瞎掺和，别意外卷入到雷家的世子之争中脱不开身啊。也是，新少，你在看什么呢？我在看外面，洞明疆域的灵州正在靠近。哦，真巧，说到谁，谁就来了。好，刚刚好，说来就来了。老师，请问这届洞明疆域派来的交换生是属于什么势力的呢？是洞明疆域核心势力破天家族，炼气5层，元枪刃。各位不用等了，他来了。好没底啊！要不是因为我们拿的都是5刀弄枪，控制机器傀儡不好掌控分寸，我才不来这里当交换生。相比来这里给的奖励，我主要是奔着这里没那么危险才来的。只要能够切磋战斗少一点，然后拿到高阶学堂的资格就行了。不过随行老师说过，在这之前还有一关，那就是灵州到中阶学堂这段时间的战斗是避免不了。还好我带了不少补给弹药，只要过了眼前这关就行了。好，道友们好，看来你们是知道和我相关的规矩了吧？那你们商量好，谁先来？好，爽快，那你们就开始吧。奖励虽多，但终归是有限的，别等到没了又开始向我要。我来，我是一个人，单对单挑战。听闻破天家族人取名是和使用的武器有关，那你使用的应该是枪和刀，那为什么你腰上还别了一把剑？难不成你还会用剑，会使用3种武器？哦，这剑啊，我还不会剑的术法呢，这只是装饰而已。装饰啊，在凡人中，华丽的剑都是代表身份的，说明你身份不简单啊！别废话，打不打呀？急什么？这不是已经在打了吗？我说这些话是在拖延时间呢。感觉你有点迟钝呢，你的脚被冻住了都没发觉。看来不需要什么试招，我就能拿下你呢。好了，还有吗？好快，发生了什么？不仅快，威力还大。这么大的冰块，可不只是靠速度就能破坏的。快速攻击的同时，枪的威力丝毫没有衰减。好了，自己挑选一样东西就可拿走了。下一个。我还有我。还是同样的攻击方式击败对手，倒下的还不如刚刚的冰倒数。看来需要看清他的手段，得大出血了。倒一个，又倒一个。好强啊！到现在只用了1招就击败这么多对手。也不一定是只用1招，也有可能只会这一招。兵器这种战斗方式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有练。我猜他有可能只是将这一招练熟、练烂、练透，达到一力降10会、1招破万法的程度。原来是这样啊！青竹、新少，我们也准备下去试招了。你们要去试招？为什么？在这船上，我们刚刚看了不少战斗，自知自己的实力，就算到了中阶学堂也会被淘汰的，所以我们选择试招，拿走奖励，回到黑城。这样啊，好吧，正好你们拿着这些奖励，在黑城应是能过上不差的生活。青竹、新少、良心，我们下去喽。
这些奖励虽然很丰厚，但无论是钱、地契、推荐信，无一不是和雷家扯上关系。选择奖励，就代表着要加入雷家门下了。说到底，利益还是以其他方式回到了雷家。我们3人以团队之力向你挑战。哎呦，是3名小美女哎！他们用团队对团队，他们行吗？我都听到了，他们都准备走了，就是来赠奖励的。也对，3个一起上，不浪费时间。好啊，多名挑战者都无可奈何的枪刺，竟被3名女子解决了。团队之力确实可以超出预料啊！很好，至少在表面上解决了枪的攻势，以原枪刃的能力应该能独自破开。但若让我选，我会让这场景变成他人眼中的弱点，而保留实力。他应该会叫后面2个人破开这些丝带。你们动手。原来如此，是磁石和圆弧刃，这就是他们的辅助手段。好，很好，你们做得很好了，不要多想，你们真的很好了。差不多了，原枪刃的基本实力已经摸清了，剩下的就要自己解决了。你们是凡人对吧？我之前听到你们也想得到奖励，有没有兴趣暂时加入我们呢？愿意，当然愿意。我们能吗？不用全来，你们其中来1个就行了。事成之后，你们就可以走了。圣爷少爷，雷圣定他竟在与他一向不屑的凡人交谈，看来他要去战斗了，我们该怎么办？可恶的家伙，莫名其妙的来到我这里，就是想抢我的机会。你的机会，雷圣爷，你若是有实力，你便去挑战，我不会拦着你，就当我请人帮你试招了。不过你失败了，就乖乖接受你的无能，放弃你这第10子的身份，滚出雷家核心吧。各位，我们上吧。看，是雷家的雷圣业来了，这次是他来这原枪刃了。有好戏看了，有好戏看了。上啊，雷圣业师兄，让他看看雷家的底蕴。雷家第10子吗？听说他母亲是个妓女，偷偷将他生下来后加入雷家的，不知他的实力怎么样？雷家雷圣业以团队之力请教。雷圣业啊，我觉着你就算实力不济，至少也能撑一会儿吧。没想到因为你的雷法不够强，威力不够集中，导致你没有任何手段威胁到他，反而你的4位辅助都被2个圆弧刃给缠住了，然后就这么被击败了。我当有多了不起呢？原来也就和我们差不多。是啊，之前还用小毒来考验我，也不知他哪来的脸，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雷家的人，真是丢死人。会用毒啊？那他为何要正面战斗呢？有趣，说不定可以利用他，借他之手完成上头派给我的任务。你的团队还带有凡人吗？不怕他们会碍你事？我有我的打法，用不着你操心。相比之下，你战斗了这么多场，还撑得住吗？需不需要休息一下，吃个丹药补补？啊，不用。看来你很自信嘛。我是说不用你提醒，我一直都在吃，又没停过。好吧，那就开始吧。凡人，你拿着这条链子即可。铁链。立刻用圆弧刃攻击。用雷法干扰圆弧刃，一下子就不一样了。他们完全就是同等级的战斗啊，也不枉这个雷圣定花了不小的代价收集情报。相比较，这个原枪刃因为不清楚他的雷法是何种程度，一直没有出手，只是一直不出手，雷法可就要先动了。新少，你和他打法差不多，你会怎么办？雷法毕竟主攻不主防，原枪刃主动攻击比较好，但是要成功击中，得先找到他们的攻击漏洞。如果是我应该会尝试承受雷法的威力，再找破绽。受虐狂，不准这么说。他们3人合一施展雷法分散，再将自己包围，就是为了防止圆弧刃的攻击，好让他有时间准备。那么下一步可能就是凝聚雷法攻击。我承受雷法的攻击，就是为了掌握对手的攻击威力，好了解对手是何种程度。但还有另一种方法。哦，什么方法？盯着对面的动作、眼神、状态，发动攻击的人一定会产生微妙的变化。2人速度一样，竟以相同速度对攻。但雷法毕竟没有实体，威力相同，是原枪刃占优。他在战斗前试探了这么久，不应该只想造成这样的场面。他在等什么？我已经了解你的弱点了，但你还不了解我的雷法威力，你不会轻易靠近的。来吧，我就等你拉开距离的蓄力攻击。最后一击。
你的攻击比我强，其关键就在枪。我要做的就是限制你的枪。小弟，然后让这个凡人与你连通。我是探出了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太善良了，战斗时处处留手，刺穿了凡人没有及时拔出，让我抓住了机会。小弟，老师，请问我算完成条件了吗？完成了，等到了中阶学堂，我会给你引路的。谢谢。上帝少爷，小心后面。怎么了？大哥，一个凡人还敢偷袭我？不好意思，圣地少爷，我们没拦得住。行了，一个凡人而已，谁想得到他自己找死？操你妈的，找你妈的死！给我小弟偿命！居然没死，你们下手时留情了？没有啊，我们是直接下的杀手，他不可能活着，更何况他还是凡人。是啊，他只是凡人，就算留手没死，他也没活动能力了，怎么会？新手。妈的，都把武器拿出来，去拿！哦，怪不得你能活下来呢，原来是有个修士在帮你呀。怎么同情心上来了，想要帮这个凡人？他作为凡人，你没有必要杀他。我只是想说，将他们应得的奖励给他们。奖励？什么奖励？我欠他们什么吗？自然是那袋中的资源。他帮了你，按照你的条件，他可以得到资源奖励，你应该给他。给他。他可没有完成我的条件，我的条件是替我试招，他试招了吗？可是他也帮了你打败原枪刃了，作为辅助，那也应该。我可没许诺他什么，他应该清楚吧？当时只是叫他帮忙，帮完就可以离开了，我可没说要给他什么。你作为雷家人，不为你的言行负责吗？负责啊！你看我对每一个都负责，所有替我试招的人，我都说话算数，给了他们资源，包括你的那3位朋友。可他们又是什么呢？不过凡人而已。我需要做什么吗？相反，作为凡人，刚刚对我下杀手，他才是该死的。既然他们的兄弟都已经死了，你也没必要赶尽杀绝了。哦，你是要和我作对了？我不想与你作对，只是不希望无辜的人被牵扯。你若不骗他们，他们也不会帮你，也就不会死。这么说，你是一定要阻拦我了？凡人而已，我不杀便是，就当刚刚有只发了疯的狗而已，我还能和狗计较不成？我不想与你作对，但他们应得的资源你要给。那我要是不给呢？那就等价交换，他是因你的奖励条件帮你，你用他的命换来了胜利。如果你不给，那就以命换命。你是想找死吗？我只是在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你不想给我便不会让。想与我一战？是的，你们竟然不肯，那便只有一战了。可笑，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挑战？我已经可进入中阶学堂了，与你一战，我有什么好处吗？你认为我被你这么挑衅一下就会答应？滚开吧！你会答应的，因为我会和这些凡人组成团队向你发起挑战。你可以跑，或者可以不战，可以逃避，在这船上的一言一行都会被纳入评价，包括你现在的表现。你是在逼我吗？就是在逼你。你若不应，就算你到了中阶学堂，被其他人知道了你逃避凡人的事也会传开，恐怕就算有资源倾斜，也不是那么好过吧。金少兄，非常感谢你，但你没必要。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之前犯过袖手旁观的错，这次不会再犯了。你想为你兄弟报仇，就准备好战斗。好，谢谢你，金少兄，我一定要亲手为兄弟报仇。有趣，一个修为比我还低的白痴，带着一群凡人向修仙者挑战，你求死，那就怪不得我了。你今天就死在这里吧。我会用术法护住你们，普通的雷法是伤不了你们的。金少兄，我不会忘了这份恩情的。兄弟们，我们不能让金少兄一直护住我们，主动攻击。圣地少爷，他们进不去我们的雷场。是那小子在用法力保护他，用法力附着在他们的身体上，就像洗完澡冒出的热气一般，称为法力流体。不过看上去水平不高啊，附着的量极少。他们进躲过了。哦，不是单纯的躲，而是预判、观察攻击的抬手动作，随后身体本能的反应避开攻击。这些凡人应是有不少的战斗经验，才能够有这种反应和速度，不过终究是凡人的手段。雷网。
巨雷，你们防住其他几个凡人。上定少爷，他们没有攻击，而是在观望呢。不对，他们身上没有法力保护了。原来如此，是那小子专注于将法力附着在这一人身上，其他凡人身上的法力也就减少了。等等，这么说，那小子对法力的操控力不弱。还来看你4层的修为能抗多久，这次的威力更大。他还在坚持，那你们去杀了旁边的凡人。不好，小心，他们的目标是你们。金少兄小心啊！你作为关键人物就这样动手了，那你就死。金少兄，你没事吧？没事，按照计划继续。你的承受能力竟然比原枪刃强啊！接着，好死！怎么会？居然没事！老大，接着。对。上定少爷，有古怪，他们竟然都挡住了我们的攻击。能够挡住我们攻击的只有这个小子。你果然是个人才，难怪我弟要招纳你。我没猜错的话，你刚刚是接了我一击后，了解了我雷法的威力，从而精准地控制你的法力流体的量，控制到只要能挡住雷法，集中于一点的攻击就行了，便不需要像之前那样护着全身，且只能护住一个人了。所以刚刚你通过武器传递，再次将你自己的法力传导到他们身上，这样他们也有一战之力了。但是还是太天真，你居然牺牲自己，将宝压在这些凡人身上。你要精准操控，就需要掌握我们的攻击。那么雷月，你无法将他们全部护住，他们就无法抵抗雷电的威力，就无法接近我们。若是一开始是会这样的，但情况已经变了。我让你的2位辅助受伤，就是不让你们3个分开行动，然后造成这种包围局面。上定大哥，他们身上的法力流体扩大了。糟了，这情况刚刚就有过，看上去水平不高啊，附着的量极少。他对法力有着很强的操控能力，能将部分法力控制得非常稀薄或凝聚于一点，而无法察觉。剪除雷月，攻击他们3个。不对，是不是少了1人？这剑是刚刚那个小子在后方战斗时留下来的。可恶，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我的辅助嘛。你盯着他们，老大，我先解决其他3个。御物术，躲开！不好，这凡人居然撑住了。金少兄，为何拦着我？已经够了，他被击败，你也报了仇。花心少，幸好你出手阻拦了，不然这个凡人再得寸进尺，就是我出手了。老师，行了，你不用说什么。雷圣定作为打败交换生的血缘，我是不会让他出大事的。你之后击败了雷圣定，虽然在规则上是不会有什么优待，不过事迹一旦传出，一定会影响到你的。至于是好是坏，你只能接受。还有你这个凡人，你叫什么？胡不屈。胡不屈，你接下来有2个选择：一，下船后你们加入引援战区，当个普通士兵，这样雷家人就没空找你麻烦；二，离开引援疆域，自谋生路。怎么有疑问？没有第3种选择吗？你自己又没有背景，能护他一时，护不了一世。刚刚那2个选择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其他的没什么好说的。与其担心他，不如担心你自己。接下来你在中阶学堂不会有安稳日子，当然离开学堂回到家乡更不会安稳，雷家人一定会找上你。金少兄，不过嘛，也不用悲观，不安稳不代表危险。这疆域不是雷家一个说了算的，还有一个封家，他们知道了此事一定会招揽你，帮你的。好了，我看接下来也不会有战斗发生了，各位学员就回到自己的房间中吧，还有1个月的行程呢。前辈，原枪刃，跟我走吧，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金少兄，谢谢你帮我们，此等大恩，我等必定铭记于心。你们要走了？是的，刚刚那个人说的对，我们现在实在帮不上什么忙，我们不走就要拖累你们了。说不上什么拖累，当时他已经放过你们了，但我没有阻止你，而是选择与你们一起战斗。不，金少兄救我命是事实，凭这一点恩情就无以为报，又替我们报了仇，这样的大恩对我们凡人来说，足以拼上自己的命来报答，谨受不屈一拜。拜什么拜？别搞这些东西，看得我肉麻死了。新少他可不是为了你们的报答才帮的，所以你们不用太过在意了。良心，青竹，不好意思把你们也拖累了。你这家伙做完了，你才对我们说不好意思是吧？不用多想，就算没有新少你，没多久良心也会惹事的。你说什么？你们这么说，我更受不起了。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下跪已经是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感谢方式了。哎呀，别跪，我看到那一套动作，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又不是给你跪，你怎么共情起来了？能够记在心里就行了，不用什么跪礼。是这样吗？既然这么说，就不跪了，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的。是啊，搞跪下这个动作很不好做呢，效果也不好。不用那么麻烦，以后有机会给我们带点好看手工艺品就行。等等，你刚刚说什么？正业少爷，不要啊！我花了那么多资源养你们，你们居然没有一点作用，那我要你们何用？圣殿少爷，你醒了。小张啊，小李呢？他怎么样了？小李他没能挺过去，已经死了。该死的家伙，竟为了凡人杀我的人。圣殿少爷，那些凡人还在船上，我去杀了他们，为小李报仇。你杀那些凡人有什么用？真正要报仇的是那个小子花心少。你要把精力花在这无聊的事情上面吗？不要被凡人的行为所影响。此次战斗依旧是修仙者之间的战斗，我们负担的压力是没有时间花在报复凡人这上面的。这个花心少的表现也被老师看到了，老师他也一定不会让花心少在船上出事的。去好好养伤吧，恩怨的事到中阶学堂再说。是。老师，我有事先出去一下。哦，起了爱才之心了。你怎么知道？谁还看不出来啊？你观战的时候眼睛都放光了。这么明显吗？哈哈哈哈！还笑？你刚来就输了一场，这对你的评价影响可是很大的。要进入高阶学堂很难的。那咋办嘛？都已经输了，没事，我之后想办法多赢几场。我先出去了。算了，你们自己多休养一番，我也走了。胡老大，我们以后怎么办？没找到那陈海，连根基源也无了，还惹事儿了，我们还能回家里吗？不能回家，雷家人找上我们，乡亲们也会遭殃的，只能先离开疆域了，等风头过了再说吧。是你要干什么？不要对我有所防备，我是来道歉的。道歉？是的，我失手杀了你的兄弟，我为此道歉。仙人不必道歉，此事与你无关，是那雷圣定的行为。如今我等已经报仇，却也惹上了雷家，我们也准备离开了。等等，我其实是来找你们的。找我们？对，我直说了，你们已经无法待在隐元疆域了，不如跟着我们，如何？雷圣业，你想被家族看得起吗？你没死。不要叫喊！你想让别人知道你亲手杀了跟着你的辅助吗？这样对你来说才是真正的身败名裂。你是谁？别紧张，我正在帮你掩盖杀人痕迹，别人查到你便说他们是自刎谢罪就行。你是在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有事需要你帮忙。你是谁？很好，雷圣业少爷，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既然是各取所需，你不该也显露自己的身份吗？当然。怎么是你跟着原枪刃来的洞明随行老师？我叫司亏，你可以叫我司亏老师。还用丝线组成你的样子，为何不敢真身出现？在这船上随意用真身见你，那我们的交易就真谈不成了。还好你们这边的老师在看着雷圣定和其他学员呢。你刚刚说被家族看得起，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你是私生子，所以不被其他人承认，这不是秘密。知道我的处境，帮我掩盖尸体，还要助我被家族看得起，这不是什么小忙啊！你要我帮忙，我能做到吗？该怎么做？雷圣业少爷很着急啊，希望你不要在帮我的时候失误。少废话，快说！帮我除掉原枪刃。跟着你们？为什么？你们现在的处境不是很危险吗？在船上还好，一旦下了船，恐怕都走不了多远，就会被雷家人盯上。你们作为凡人惹上修仙者，实际真正能走的路是很少的。既然如此，不如跟了我，还可以保你们一命啊！这样说的话是没错，可你们不是洞明疆域的人吗？你要我杀了原枪刃？为什么？你们不都是洞明疆域的人吗？是啊，你和雷圣定不也同样是雷家人吗？原来如此，又是这该死的势力斗争。新时代刚刚开始，但这世界依旧是修仙者的世界，修仙者自己都是不同的势力争斗不断，对于你们凡人来说又没有什么话语权，疆域这个概念对你们并不重要吧？是啊，我们这些凡人的命又算什么？那你为什么要找我加入呢？因为我认为你们可以帮到我。
让我们帮忙？当然是和雷圣定不同，我们的势力有机甲傀儡类似的东西。机甲傀儡，这是一种用于战争的器物，它可穿戴在使用者身上，提升战斗能力，但需要使用者有足够的肉体战斗经验。而我们的势力除了破天家族之外，很少有修士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使用者人数很少。所以你就盯上了我们？对，你们虽是凡人，却有着十足的战斗经验和肉体强度，是极适合去操作那些机甲傀儡的。我们用肉身去操作傀儡，然后用于战区的战争，可这不就是加入战区这个选项吗？我承认这两者没有太大区别，但绝不是说就一模一样了。你们作为凡人，要逃脱修仙者的追杀，不可能安安稳稳的避过去的，所以这选择权就交给你们了。我问一下，这战区是在哪个地方？都是在各疆域的边缘处，都是不同的势力无法谈拢的地段，但说白了也只是小打小闹。若是加入他们战区，说不定有机会可以带几个机甲武器到家乡那边去，这样他们也有自保手段了。好，我跟你了，感谢原枪刃大哥赏识。不过你为何找我杀了他？你也看见了，我不是他的对手。用雷法你当然不是他的对手，但用毒就不一定了。你要我下毒，你想让我来引动破天家和雷家的矛盾，这就是你说的让雷家看得起我的方法。所以我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呀。你有什么办法？用毒的是你，怎么还问我呢？这一个月我有数不清的下毒机会，或者我可以一点一点的下毒，达到一定量后即可毒杀他。作为随行老师，我可以抹除你的痕迹。你抹除了我的痕迹，除了你我就无人知晓是谁下的手。那么在他死亡之前，你可以将此事秘密传给雷家，让雷家知道这事是你做的。他们平常最看不起我，得知此事后也只会一笑了之。直到看见原枪刃的死状，他们就会知道你说的是真的。雷家老实，雷法最弱，却善用毒。此事之后，他们会以另一种方式看待我，甚至还会怕我。原枪刃意思，破天家必会找上雷家，找不到证据前，雷家就不会供出你。但为了不给雷家造成麻烦，需要找个毫无关系的替死鬼。已经帮你找好了，甚至也是你实施下毒的帮手。是谁？杀了雷圣定辅助，刚好和雷家不对付，马上又会变成原枪刃朋友的那些凡人。你叫胡不屈对吧？不用这么恭敬，我是真的很欣赏你们这种无畏不屈精神的。各位学员准备好，马上就要到中阶学堂了。在进入学堂前，还有考核在等着你们。只有通过这次考核，才算是真正进入学堂。下船后，你们有3天的时间做准备。什么？你们跟了原枪刃他们？是的，我们跟了他，雷家人就不好动我了。等他交换生1年期限一到，我就和他一起回东明疆域了。哦，那还不错啊，怎么说也算有出路了。金少兄是这样想的吗？我还以为你会看不起我呢。看不起你？为什么？毕竟我是引元疆域的嘛。我们凡人的观念便是出生在哪，家就在哪，所以……嗨呀，这不一样吗？你只是被卷入到修仙界中了，这争斗也只存在于修仙者内部，凡人之间一直很和平的。像我父母也是凡人，我父亲就是从引元到洞明那里打工，认识我母亲的，中间也就隔了一条江而已。也不能说不一样，能加入他们也是因为我们也要到战区战斗，如果能活下来，说不得。你是担心会遇上我们吗？是的，毕竟是你救了我们，按理来说这是应该同你说一下，但由于身份问题，我们是以原枪刃下人身份待在船上的，导致没机会找你们，这也就拖了1个月时间，今天才有机会找你们。为了生存，你们没有做错什么，错的是雷圣定，所以你不用放在心上。是吗？对啊，要怪你应该怪雷家啊，干嘛要压力自己呢？对吧？良心，你在想什么？不过我刚刚就想问了，你有哪里不舒服吗？我看你的手一直在抖啊。这个，毕竟我和我的兄弟会武功嘛，原枪刃他就时不时与我们对练，昨天还切磋了一番，都练得累倒了，这手才一直抖。这样啊？不过他真厉害，就算不用法力，他在狭窄的房间中用长枪与我们战斗1对4都没问题。不过1个月下来，我们也掌握了他的攻击路数，现在他1对2都有些费力了。好了，到了，下船。金少兄，我要走了。走吧。良心，在发什么呆呢？走啊！我感觉有点奇怪，刚刚胡不屈身上有种奇怪的味道。奇怪的味道？对，感觉不是汗味，也不是疗伤的药味，是一种说不上来，却有种熟悉的感觉。但是这个熟悉的点在哪儿呢？在哪儿呢？雷圣定，你还有事吗？没事的话就跟我走吧。没事了。
雷圣定啊，虽然你在船上击败袁羌刃，得到了直接进入学堂的资格，但由于你之后败给了凡人，这件事情也传遍了，学堂便会重新评估你的能力，向你倾斜的资源也会大幅减少，你先前花的代价也就没什么意义了。而你居然如此镇定。在家族中，我的雷法不强，受了不少嘲笑，但是看着吧，我能做到你们做不到的事。我一旦做起来，是你们谁都惹不起的。我要让你们都惧我、怕我。少爷，你要做的事已经在家族内部传开了，你真要这么做？殿开爷问这个问题干什么？我已经做了呀。已经做了，那有10成把握吗？当然，他自己犯蠢，去接触那些凡人，还和那些凡人交好，我刚好利用这些凡人。具体怎么做的？这1个月时间，我一直在那几个凡人身上持续不断的下毒，这毒可以通过气息传播，宽阔的地方很难有效果。但袁羌刃为了隐蔽性，他天天和那些凡人在室内切磋武技，那毒素通过4个凡人也传播到袁羌刃和他的辅助体内了。而昨天晚上下了最后一次剂量的毒，马上他就要毒发身亡了。那这1个月没有被发现吗？自然有，他的那个随行老师做内应，一直在抹除我的痕迹，我能看得出来他们的状态，他们确实中毒了。等等，雷圣业少爷，你是说你的把握来自于这个外人？是啊，不行吗？等等，不对，雷圣业少爷，你犯了大错啊！你想想，万一那个随行的老师是骗你的，故意引你出手呢？引我出手，这样他有什么好处？雷家和破天家本来就不是盟友，但明面上还没有闹开。若是发现是你做的，那雷家……殿开爷爷，你是不是怕过头了？我找了替罪羊了，就是那个人类，说他可能是死士就行了。那个司亏他若真指认我做的，那他这1个月干什么了？这延迟毒素他发现不了吗？然后我不承认就行了，他能拿我怎么办？他不能拿你如何？那你又能拿他如何呢？从一开始，你答应这个司亏的条件就是不平等的利益交换。对他来说，他的势力斗争要他除掉袁羌刃，却不是一定要在何时完成。他现在成不成功都没有太大影响。但对你来说，你是提前通知了家族内部，成功了皆大欢喜。可万一失败了呢？一旦失败了，少爷你就会彻彻底底成为雷家的笑柄，甚至会被除去第10子身份。可万一成功了呢？可你将关键放在了一个成功与否都影响不大的外人身上啊。少爷，你有没有想过，作为交换生，难道就没有保命法器什么的，或者可解百毒的奇丹呢？想起来了，胡不去身上的味道是1个月前雷圣业的烟尘毒素。袁羌刃，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毒是毒，我中毒了。中毒？怎么回事啊？老大，快救我！我不想死啊！老人常说，机部内必有解药，可我们什么时候中的毒啊？解药。看来他有可解百毒的奇丹。原来在剑鼎中，难怪我找了1个月都没找到。看来你没这么容易死。胡老大，快咽下去！袁大哥，对不起，毕竟我兄弟是死在了你的枪下，是我对不起你，但是我必须救我老大。胡老大，对不起，是我不义了。成了，我还是成了。所有人都给我站住！棍绳术。你要干什么？把我们困住干什么？干什么？袁羌刃中毒身死，同在船上的你们全都有嫌疑。死老头，你说什么？你是他的随行老师，自己没保护好他，关我们什么事？你个臭小子，你说什么？怎么自己人死了就想对我们动手吗？来啊，这么多人，怕你不成？别吵了。这家伙居然还会治愈术吗？明明是这老头保护不周，居然牵连到我们了。不要治好，不要治好，死啊，给我死啊！木镜，请问袁羌刃他还有救吗？不问他怎么样，而是问有没有救。司亏前辈倒是很快的接受现实了。你什么意思？木镜老师，执法队封锁现场，将这些学员全部带回去，严加看管，到时要挨个审问。还有我旁边的这3个学员，司亏前辈可以解除术法了，我们会给你一个你想要的交代的。你这话我听不懂。现在你可以用传令旗将此事传给窦明江玉。不用你说。还有这个凡人也抓回去，拷打审问。他是现在除司亏前辈以外最接近袁羌刃的人了。记住，注意分寸，别打死就行。小弟，
你是什么人？谁派你来的？我不知道。干什么呀？木镜老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审问我们呢？杨欣，别顶撞老师啊！你们是在船上帮过那个烦人的人，不该审问吗？只是辛少他同情心泛滥，你审他就行了，跟我们没关系啊！让我们出去吧。杨欣，好啊，放你们两个走。那么花心少就替你们受罚，他个人受3倍处罚。好，就这么说定了。杨欣，你怎么这样？哎呀，没事，快走。老师，该走哪个门？后门，走地下，别让人看见。花心少，有什么想问的吗？有，原枪刃是怎么死的？中毒，毒素已经蔓延全身，无法救治了。杨欣，你怎么就这么把花心少留下，自己一个走了？啥呀？谁审犯人，把几个犯人放在一起审啊？这是在走程序呢。我又不是你，你在黑城进牢房，跟进家里一样。虽然人死在我们这里，但他毕竟是洞明疆域的人，是那个随行老师自己没看管好，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审问我们只是走个流程，给洞明疆域一个说法而已。那为什么要把辛少留下？辛少毕竟帮过胡部区嘛，总要问得细一点，好给个交代的时候说得通，帮辛少撇清关系，是这样啊？对啊，那木镜老师可是很看重辛少的。不是，我是说撇清关系就表示胡部区他要承担下所有责任了。是的，毕竟他只是个凡人啊。收不收？到底是谁指使的你？我真的不知道。行了，马上搜魂师就来了。他一个凡人对魂术是没有抵抗能力的，用不着你问了。行，那我再垫几下玩玩。玩就玩，把他嘴堵上，烦死了。所以现在只要把责任全部推给胡部区就行了吗？当然，死的是洞明疆域势力的人，只要证明与我们无关就行，剩下的就是那司魁和胡部区担责。胡部区只是凡人，他根本没有能力做到，能做到的只有修仙者。花心少，注意你的言辞。你有足够证据证明具体是哪个人下的毒吗？你在下结论前，先明白你是哪边的，洞明还是隐元？你又想指认哪个人？是那个司魁，还是自己这边的人？有证据吗？有证据表示这种毒全世界就只有那一个人会用吗？是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说是他们自己人搞的，还是替洞明疆域指认自己人，让破天家族以你为刀，看向隐元疆域的势力，引发战乱，死更多的人？老师，我知道了，我不会多说什么的。等出去后，我会给你安排一个独立的房间，你和你的朋友就在那里住着吧，等到考核了你们再出来。是。知道为什么将你们关起来吗？不知道。搜魂师对胡部区搜了魂，知道了他的家乡所在，就在你们黑城周围的山区中。在山中当土匪，只劫财，为了养活山里的凡人，自然也劫过不少你们黑城的生命。虽然没杀过平民，但他的战斗技巧不是空想来的，想必黑城连同周围的城镇也剿过不少刺匪吧。我这么说，只想减轻你的心理负担，也是在告诉你，你若插手，黑城也会受到牵连。老师，你说如果我当时是阻止他向雷圣定报仇，事情会不会不一样？不知道，船上1个月时间，他有的是机会报仇，只是没有你的话，他们怎么死都没人知道。我知道了。辛少，辛少，这边，辛少，快过来，我有事和你说。什么事？花心少，木镜应该和你说了吧？那么没良心，清楚，你们3人跟我来吧。辛少，有事和你说，良心他偷偷溜走了。这是墓道伪装。是啊，刚才他出来没多久，就将这墓道替身交给我，让我继续装下去。说完他就走了，都不和我商量。万一他惹上大事了，该怎么办啊？他的另一个人格出来了吗？辛少，你怎么知道？我和他小时候就认识，我自然知道。那我们该怎么办？这种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想良心他应该知道做什么，我们就等他的消息吧。殿开爷爷，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只要此事做成，雷家就没人敢小瞧我，看扁我。是。看到这些谢礼了吗？都是曾经欺负我的人给我送来的。他们是不是想讨好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是怕我了。他们害怕我会报复他们，所以他们赔礼道歉了。少爷说的对，只是还请少爷不要再说了，小心被人听到。知道。算了，玩够了，都不动弹了。什么？你别把他玩死啊！没有，他只是没力气了，给他吃个丹药就恢复了。呼，那就好。你要知道，他现在不能死，上面已经派修士去他家乡那里灭了那些凡人了，就为了让此事定案。他要是死了，你就代替他吧。知道了。不过奇怪的是，那搜魂师在之后搜魂时，好似搜到了什么，表情突然变了，然后也没说什么就走了。发生什么了？我也不知道。胡老大，快咽下去！上面已经派修士去他家乡那里灭了那些凡人了。胡部区，你想报仇吗？
少爷，又有人向你送礼来了。哦，是谁送的？一个不认识的女子。那女子只说从小就仰慕少爷您，今天终于有机会送东西给你了。不是其他雷家之子送的？不是，到现在为止，其他少爷没有任何回应。可恶，那帮家伙还是瞧不起我。没关系，我会让他们一个个付出代价的。那这个女子送的是什么？是可用于战斗的毒包，有致幻作用。这是什么礼物？怎么会有人把这个当礼物？因为这不是礼物，只是为了让这毒包接近。可恶，竟然刺杀我！还好我会用毒，再用雷法隔绝毒气，不然我就中套了。你是什么人？少爷，不好意思，有人派我来杀了你。你不是电开爷，他只是炼气3层，谁会派他来刺杀你？把电开爷怎么样了？雷圣夜少爷，我就是电开爷啊！你小瞧我了，我一直在隐藏修为呢。妈的，还在装！你不信我是电开，那我就让你不得不信雷法。居然也是雷法，威力还和我相当。虽然我的雷法不强，但那也只是和雷家相比。炼气期还能用这种水平雷法的外人也没几个。等等，这么想，他是雷家派来的？是的，一定是我那些所谓的兄弟派来的，就是想着置我于死地，所以他们对我所做的事没有任何回应。好，看我识破你的伪装！雷法增，以我的雷法威力是不够的，还要用毒。怎么回事？头昏？不对，是毒。那些攻击的墓道上含有致幻毒。雷圣夜少爷还是有点手段的，用雷法攻击自身，让自己保持清醒。你还在装？你根本就不是。等等，万一是电开炎呢？只要服用可短暂提升修为的丹药就行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加上这墓道，也只是将我困住。哼，糟了。是拖，是想将我拖住。那些家伙想借刀杀人，又不想牵连到自己，就用某种方式威胁电开爷，指使电开加上一个使用墓道的帮手，让电开动手杀我。如果杀不了就拖，电开失败了，就用另一个方式除掉我，让外人知道那原枪刃是我毒死的。他们无法证明全世界只有我使用那种毒，却可以使用魂术强行改变那凡人的口供，让线索引到我身上。一个凡人无法抵抗魂术的干扰，他的口供根本没有任何可信度。但由于我做的事让家族一部分人开始怕我，而我还没来得及继续向雷家证明自己有足够的价值，导致没有人相信我，没有人替我辩解，家族会把我当作不安慰因素。这样的情况下，极有可能会被家族牺牲，从而给破天家族交代。可恶啊，那人类就不该活着。这就是到处树敌的代价。所有人会在你倒下时落井下石，哪怕还没开始，你自己就会多疑起来。什么人？等等，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刚刚的2个人甚至都没有反抗。当然没有反抗，你来之前他们就已经死了。当然，他们都是我杀的。你是谁？何时出现在此？这地方很难进入吗？一个关押凡人的地方，对凡人来说很坚固，可对修仙者来说不是，想进就进。那你要做什么？杀了那2个人，是在帮我吗？帮你。你是说将你电开也绑起来算帮你？电开爷爷？怎么会？这怎么会是电开爷爷？那胡不屈呢？胡不屈哪去了？妈的，好！可恶，中计了，先撤！别想跑，我还想看戏呢。居然跟得上！他是盯着对方脚的动作来判断雷圣夜的下一步动作的。这种程度，我他妈承受几百次了。该死！刚刚突围就拼尽了全力，又用掉了身上所有丹药，现在居然被凡人追着打。该死！这个凡人的状态已经超出常人了。该死！这该死的凡人！要不是你那该死的小弟，你也不可能活。你才该死！这家伙居然用受伤的肩膀强行接下我的攻击。不管怎样，绝对不能让腿受伤。腿受伤我就完了。他的攻击我还能撑几下，要在接下来的攻势中找到弱点，直接用雷法攻击他的头部。连续几次的打击已经让雷圣夜忘记了我的存在，居然无视我用以伤换伤的打法对付胡不屈。他已经有了这等觉悟，那他绝不会白白受伤的。就是现在，攻击你的头！居然用头撞我的头，巨人！雷圣夜将雷法全部聚集到胡不屈的手腕处。这雷圣夜的雷法竟在这危机时刻变强了，他竟然突破了自身极限。不能松手，这已经是我唯一能击败他的武器了，死也不能松手。
良心姑娘，谢谢你帮我把她带到这里来，让我亲手报了仇。你和星少都是我的恩人，只可惜我恐怕无法报恩了。这种事情苍不了的，很快就会有修士赶过来，我应是活不成了。良心姑娘，你还是快走吧，不要被人发现了。让我走，你不想活吗？想活，我还有很多事没做。我想活，只是你们不能再帮我了，否则你们也会被牵连的。用不着你管，我只想问，你想活吗？没有想死的理由。那就行了，来，将这个整个吞下。这是什么？藤蔓，中心挖空了，里面有空气，待会将你埋下时够用了。假死吗？这能瞒过修仙者吗？试试呗，你的机会就在这。雷家对雷圣业是什么样的态度？若是重视，你必死无疑；可若是雷圣业自己也真的是条丧家之犬，那你就有活的可能。就看运气了。谢谢你，良心姑娘。不用谢我，接下来还要替你换一下衣服，将你换成那些审问你的人，毕竟要防止他们对凡人的尸体有不同的做法嘛。可这样不会引起注意吗？所以让你不用谢我啊，还要让人认不清你呢。不好了，得将此事通报上级啊！雷圣业居然就这么死了。执法队说有人看见电开与雷圣业战斗，然后不知怎么的就不见了。之后他们居然出现在了那牢房中，极可能是有人威胁电开，让他除掉雷圣业。动手的应该不止一个人。是谁威胁电开呢？难不成是雷家内部的人想让原枪刃中毒生死的事栽赃给雷圣业？哼，也好，雷家少了一桩烦心事。圣定少爷，听你这么说，雷家不会管这件事吗？管，为何要管？他虽是雷家的第10子，却是个私生子，这种身份对雷家来说只是负累。他的这个身份若不是以前封家从中作梗，雷家连认都不会认。可毕竟雷圣业还是代表着雷家，他的所作所为不也是会影响到雷家吗？雷家怎么说？雷家说，此事交由我们中阶学堂全权处理。没有其他要说的吗？雷家特意嘱咐我们，此次原枪刃中毒生死，疑点关键在这个凡人，而雷圣业却死在了关押凡人牢房中。虽有很多疑点，但雷圣业与原奸人中毒一事必有联系。不要因为雷圣业是雷家人就有所顾忌，希望我们严格细致检查每一处疑点，要做好、做对、做实，给破田家族一个完整的交代。我知道了，不用再说了。毕竟这和雷家内部有关系，所以他们没有提一句电开为何会与雷圣业发生战斗，是想将此事压下去。至于这雷圣业本来就不受待见，雷家这次索性就与雷圣业撇清关系，用雷圣业换取雷家一个不偏私、秉公执法、大义灭亲的形象。从面子上讲，不算太丢脸，对雷家内部来说，也算少了一个不稳定因素。凭这样的说法，那破天家能接受吗？当然不能接受，但对于想要挑事的破天家来说，也很难在此事件继续做什么文章了。就算这样，这破天家也不会同意，就这么算了。那又如何？敌人想挑事，我雷家还会怕不成？雷家作为一个疆域的大势力，怎么可能会没有敌人呢？用不了多久，这破天家应该会再派人过来，到那时对我等来说才是真正的挑战。既然雷家都没什么说法了，那就小事化了吧。那个凡人就火化了，将其他4个尸体就埋在后山的藏仙谷吧。是。我应该从牢房出来了，那现在这是在哪？我被埋了，不好！虽然我现在不会窒息，但空气终究是有限的，得赶紧出去。糟了，他们给我搞了个棺材，这下难了。藏仙谷，每个势力都有的一处地方，专门埋葬修仙者的地方。没想到新时代还没多久，就已经埋了不少了，这还没算上没找到尸体的呢。什么时候能够将这地方填满呢？胡不屈，你终于出来了。你似乎不一样了，和救我的那个不像一个人。这个解释起来有点困难。算了，无论如何，我一定会记住这份恩情的。那你接下来要去哪儿？我准备先回家，我的家乡可能被灭了。你自己一个去吗？不能再牵连你们了，就算我无法赶上，也要替乡亲们收尸。你之前说还有事要做，难道是这件事吗？不，这只是我告别过去的第一步。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上船后发生的事情，我时时刻刻都在思考。若是我们没想要那雷圣定的资源奖励，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以后的事了？但我们还是答应了雷圣定。若我作为老大没有急着报仇，有金少兄在，是不是至少还能得到资源奖励？但我还是动手了。金少兄当时可以选择不帮我，但他还是帮了。原枪刃可以不收留我们，但他还是收留了。我一直认为我是煞星，就不该活在这世上，但我还是活了。被星少，被原枪刃，被小弟，被你就活了。那么你之后要做什么呢？我要做的事是曾经有人做过的事。难不成是和上时代的吞魔头一样对抗修仙者？不，我和吞不一样，他本质还是修仙者，而我只是凡人。修仙者也不全是敌人，有原枪刃、花心少，还有你，良心姑娘。
不知你曾听过上古时代的一个故事？上古时代是老人口口相传的故事。这上古时代是旧时代的旧时代，一个上古的凡人战神的故事。哦，那是什么？传说一个凡人为了对抗修仙者，联合所有不能修仙的凡人，与那时最高只有筑基初期的修仙者打了一场100年战争。可之后，随着修仙者的修为越来越高，凡人逐渐难以反抗，最后金丹修为一出，凡人彻底失败了。所以你是想？我想了想，他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为了凡人而战，却不是为了弱者而战。他只联合了凡人，而我要做的不只是联合凡人，我还要联合所有弱者。我要对抗的不是修仙者，而是压迫我们的强者。弱者不是只有我们凡人，修仙者亦有。那些同样被毒死的修士，那些在船上试招知晓自己实力而退出的修士，皆是弱者。你作为凡人，要联合这些人吗？我不知道我能做到何种程度，或许我一开始就会失败，或许我都无法踏出第一步，但我还是要去做的。良心姑娘，若我还活着，你和星少的恩我一定会报的，就此别过。再见了，再见了。入学考核即将开始，通过者可进入中阶学堂。待会我们会将你们带到一处山脚下，山顶上便是中阶学堂。在这过程中，会有你们的学长阻拦你们，你们要用自己的手段，无论是前行还是以众人保一个人，想尽办法到达山顶。3天内到达山顶的人便可进入中阶学堂。同时还有以下规则：一、进入的人可带着自己的朋友、团队一起进入，就算那些人没有通过考核也可以，不限人数。2、确认好团队进入后，前10名团队即可领取奖励，一个团队可获得奖励。一次性获取100块灵石和引援疆域富饶地带的一处未开发地契，地契使用年限为1年。哦，100块灵石，有100块灵石的话，修炼到炼级高阶不成问题呀。你在说什么呢？100块灵石是给团队呀，凭你一个人就能到山顶啊？不只是灵石啊，还有那地契呢，那地狱中所藏的资源可能都不止100块啊。是啊，有了那一块地狱资源，供养一个团队应该没有问题吧？那也得前10名啊。哎呦，我的肚子好饿，饿得我头昏了。良心，你怎么了？作为修士怎么还会饿呢？我又不像你是个体修，我用术法很耗费能量的好吧？这几天你们在那房间里，有人照顾你们的饮食起居，吃着3人份的量。你们出来后都没想着给我带点吃的，而这几天我在外面躲着人群，连吃的都找不着，只能以水充饥。他们不是有厨房吗？你偷摸着进去拿点啊！那厨房管得比牢房还严，我怎么进去啊？为什么？美食对修士来说已经不是必需品了，所以厨房不多。可是物以稀为贵，好吃的美食已经变成了高档的娱乐物了。厨师竟然是高端人士，那些放食材的地方居然有中级防卫水平了，难怪给我们吃的那些食物那么好吃。是啊，那些食物吃着对修士都是有益处的，我每顿都吃2大碗呢。这么大的地方，我居然找不到一个能吃的东西，怎么会呢？有些野菜是可以吃的呀。我是找了一些豆角，好像没烤熟，我吃下去后拉了一整天，那没事了。还有最后一点，不过要在你们到山脚下时才能告诉你们。接下来你们各自上前领走一面传令旗，这是你们用来给你们的认识的人通信的东西，在考核时你们最好带上。奇怪，搞这个东西干什么？雷圣定，你被花心少打败后有发现他用的什么术法吗？能感觉得出来，他是体修，术法应该类似于法天象地，操控法力的水准远超同级。就这些，没有其他的？我没看出来。哦，难道你就不怀疑他隐藏了什么术法，让你感觉到异样？没有，你到底想说什么？雷圣部，你可知这个花心少隐藏着一个秘密？或许你拜的不冤。我从没说过我拜的冤，秘密的事情多了，我需要知道吗？你可知原本黑城上传的名额内没有花心少，而是一个叫陈海的人。陈海？对，在木镜传来的情报中，这个陈海打败了花心少，还杀了同台的一众学员。当时木镜认为花心少短时间内无法恢复实力，导致最终的名额只有6人，5女1男。难道说这个陈海的实力要远远强于花心少？没错，但奇怪的是，在名额定下来的当晚，黑城人发现陈家发生战斗，黑城街道全是战斗痕迹，陈家一家被杀了，陈海失踪。随后，这个花心少用了陈海的名额来到了这里。那这失踪的陈海又哪去了？这就是关键。听木镜说，陈海原本是黑城出名的弱，可自从陈海带着一些家仆外出历练，回来后只身一人，实力突然达到炼气4层，种种情况都表示这个陈海有异样。而在不久前，搜魂师对那个湖部区的凡人搜了魂，在最近一段时间，湖部区与那陈海有过关系。什么关系？灵根机缘，旧时代的灵根机缘。风行武少爷，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好，等他们出发了，我自会跟上。
旧时代怎么还会有灵根机缘？不是都被吞仙军灭了吗？这种情报是搜魂得来的，是什么原因谁也不清楚。旧时代过去没多久，家族断定，若真有灵根机缘，就一定是旧时代的大能所留，一个能瞒过吞仙军的大能。隐元史书中也没有记载吗？隐元史书很长，暂时没找到，可能也没有。所以家族已经派出一部分人员前往灵根机缘的地方去调查了。当然，这时封家也知道了，在和我们做同样的事，都前往黑城那边的方向了。与封家竞争，那么我们得先了解或得到这个灵根机缘，这个陈海就是关键。但现在陈海失踪，所以线索就要从顶替了他名额的花心少开始查起。是的，或许他以炼气4层的修为击败你，也和这个灵根机缘有关呢。可惜我在灵船上与他有了过节，在这一点上确实比较麻烦，这也没办法。我马上要离开中阶学堂了，而我就是阻拦他们进学堂的学长之一，所以你跟着我观战，我会在这次考核中尽量试探他的实力，之后怎么做就交给你了。花心少，这次考核会有很多不确定的事发生在你身边，如果危险程度超出你的能力的就放弃，没必要逞强，之后还是有机会的。老师，是什么事？我也不太清楚，只知和陈海有关系。和陈海有关？这就要你自己去想了。若是能解除围绕你可能会发生的危机，就实话实说吧。我知道了。木镜老师，不等我们上去吗？怎么直接飞走了？这只能接一个人，你们去了那里就知道了。木镜老师，有没有吃的？能不能问点正常的？这不正常吗？您以食为天，人活着不就喂口吃的吗？战斗中有没有补给，也是要考虑的因素。不仅这里没有食物，在考核场地中也没有食物。难道说？没错，这3天你就饿着吧。好了，我该走了，去考核场地了。行了，我们该走了。杨希呢？希少呢？怎么回事？我朋友呢？他们还没来吗？不用问了，这就是考核的最后一个规则，我们会将你们每一个朋友或团队全部分开，让你们独自作战。什么？不然在接你们的这1个月时间，对你们的评价是用来做什么的？就是用来看清你们和谁是朋友，然后才会让你们来参加考核。这次来参加考核的总共有4条船上的学员，分别来自隐元、疆域各个低阶学堂的优胜者。你们要做的就是与这些你们不认识的人一起行动。你们之前与朋友、团队商量的战术全部失效，没有配合过的情况下，只能相信你们自己。难怪木镜老师说要用自己的手段。当然，你们想要找到你们自己人，可以在山脚下绕1圈去找，但事先声明，你们手中的这传令旗只能靠近100米或到达最高处时才有用。如果你们要绕，就保佑自己的人原地不动，等你2天吧。考核只有3天，时间可不等人哦。不过还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往上爬，往高处爬，越往高处爬，遇到自己人的概率就越大，你们的优势也就越大。那么现在5时已到，考核开始。6天，我要饿整。木镜前辈，木镜，你来晚了，是有什么事缠住你了吗？还能有什么事？不就是他所管的一个学员要被封家和雷家一起针对了，自己想出手干预一下呗。哦，木镜，你胆子这么大了，居然敢插手这2家的事！你们也好意思说我？这些不都是和你们学的吗？火凶、水凶、土凶。别胡说，我们教你什么？经典的一招，尽量让自己看中的学员不要赢，让他在考核中失败，然后帮他走关系，拜自己为师，这样他入了学堂也就是自己人了。所以你就把这一招用在了这花心少身上，不行吗？这样他也不用拼命。行了，下方的考核已经开始了，我们上去观战吧。各位道友，有没有感觉我们已经跑了很久了？你想说什么？按理来说，越往上爬，周围环境一定会对人造成影响的。可为什么我感觉不到有任何变化？那你是有多弱啊？这种感觉只有凡人会有吧？我们作为修士，增强体魄，这种微量变化早就感觉不到了。是这样吗？我没怎么去过这种灵山，不知道什么感觉。不对，等等，或许这位道友说的不错，周围环境确实没什么变化，我应该早点察觉的。一惊一乍干嘛呀？吓我啊！我的名字叫圣山石，主修土道的修士，本来应该是由我察觉的，没想到是这位道友先察觉了。你叫什么名字？花心少，我算是体修。体修吗？你的感知能力很强。我叫颜真，主修火道。谁问你了？我是打断你们的交谈时间。你不是说应该是由你察觉到的吗？那你应该知道什么问题，快说吧。是土道，土道为主，风道、木道为辅，3种术法布置在我们周围，跟着我们的行动发生改变。我们之前跑了那么久，实际是在原地踏步。啥？好饿啊，这菇能不能吃啊？算了，早知道好好学一下野外生存技巧了。我还没怎么动呢，你怎么回来了？想我了不成？哦，原来不是想我，是有人将你送到我面前了。
各位道友等等，停一下！怎么了？我们好像在原地踏步。你在说什么？刚才那么多人都走了，你没看见啊？我做了标记，我们学堂教过野外生存技巧，告诉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或者森林中，记得做标记。看树上的这条丝线，蓝色的丝线，这能说明啥？这是我之前绑在树枝上的丝带，现在变成一条断线了，说明有股力量将它撕开了，最终又来到了我面前。有力量吗？我怎么感觉不到？我也没感觉。当然了，这是修为高于我们的修士阻拦我们的手段，能随意让我们感觉到吗？这么说，你知道什么手段了吗？不知道，但我先试试。你们用术法保护好自己，我用冰道术覆盖周围，然后你们和我一起走。冰属于稳定物质，若真有股力量干扰我们，冰道就会被影响，我一定会发现的。走吧。还好你相信我，我只是发现问题，但实在没什么办法。我叫青竹，你叫什么？风雪。不算慢，大部分都察觉到了有问题，只是还在摸索是什么问题。倒是花心赏那边不仅准确的发现问题，好像还有办法解决了。是啊，那边的情况和其他地方比起来，好像有点快了。你们有什么看法吗？火兄，看到什么让你不悦了？你们看不见吗？那个山脚下的学员，他的脚步最慢，可他就是因为这个巧合，轻而易举的发现问题了。运气罢了，靠运气可走不远。我们先看看花心赏那边吧。镇山兄，你既然知道了问题所在，那么你应该有解决办法吧？有，不过你们要让开，我准备爆破这里，伤到谁我可不管。好啊，什么时候？现在。等等。芜湖，谢谢你帮我制造了这些石块，这样我就能用它们掩护我在空中行动。火焰可能发用这种方式在空中移动，你有点太自大了吧？这不叫自大，这是自信。能告诉我自信的手段吗？真是惊险，谢了，兄弟。青少兄，这小子自己找死，你救他干什么？这个考核环节不需要敌对，老师将我们与熟悉的人分开，应该就是想让我们与陌生人合作，共同闯关。说得好，兄弟，我挺你，虽然不一定对，但是我挺你。有问题，花心少那边绝对有问题，这些人实力都不弱，再加上这些人的术法，这些人是你们故意安排的吧？和我做一样的事，还好意思说我？妈的，你们脸红个锤子！有意思，这些人的实力都很强啊，这下我们还不得不认真起来了。那边居然爆发了那么夸张的战斗！我明白了，师弟，这周围的环境根据我们的行动变化，造成我们在前进的假象，实则确实是在原地踏步。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御空飞行可行？引援疆域以风雷两家为主，为人族空中霸主，上空可不是表面上这么安静的。听，这雷声和风声，应该是有人飞上空了。无法飞空，地面也无法行动，这该怎么办？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办法，不知可不可行？什么办法？看，这两边的树虽然也会移动变化，但我觉得应该是人为操控的。我们站在一起，他们操控起来就简单点。你怎么就觉得是人为操控的？因为人工便宜啊，这让树变得有迹可循，就必有2棵树，距离是像这2棵一般不远不近。我们可以试着以这2棵树做个大型弹弓，将我们弹射出去低空飞行，有危险随时下去，再继续找和这类似的2棵树，反复如此，一阶一阶的上去，怎么样？你的丝线能做到将我们弹出去吗？能，我用的是御武术，法力加持下，我这丝带能够做到。待会我会用丝带将我们绑住，可以吗？感觉他的实力不强，对我应该造成不了威胁。好，那就试试吧。确实可以试一试。哎，算了，不如就等欣赏青竹他们到山顶吧。他们到了，我也就不用爬了。也不能这么摆，万一他们在上面需要我呢？我还是慢慢游上去吧。土水道，反正我离人群很远，地面动静小，我这速度慢慢游也能游上去吧。随波逐流，随波逐流。下面的对前面的那4个考生增强围攻阵法。增强围攻阵法是冯雷两家的要求，各位增强围攻阵法。好家伙，远都不远了，控制这么多的树来挡我们。镇山兄，你再施展那一招吧，助我们冲出包围。为什么不是你来？我不需要消耗法力的吗？我威力没那么大吗？新少兄，你有什么办法没？我还在想，你们这些蠢蛋，能让这么多树快速移动，不是木道，而是土道，是有土道载着树移动的。所以你要怎么做？这些树是有规律的，我将水洒向每一处，而我的水道可替我施出其中的规律，只要跟着他们的规律，便可冲出包围。没有声音了，他居然真的冲出去了。那外围的那些土道怎么应对呢？
刚刚还在这耍酷，没一会就灰头土脸的回来了。笑屁！你又有什么办法出去？还有镇山兄，刚刚你要是配合我，你来对付土道，我们俩就能出去了。你也没和我说啊。那就再来一次，配合一下，我们就能出去了。好啊，你叫什么名字？碧水。等等，镇山兄、碧水兄，先等会行动。新少兄想到办法了。正如镇山兄所言，我们需要考虑到法力的消耗，这才刚刚开始，还不知后面会有怎样的术法阻拦我们。现场只有我们4人，我们可以将术法交错使用，或用到适合的地方，比如攻击的用于破坏阻拦我们的术法，防御的用来挡住上方风雷的攻击，侦查的用于找出最合适的突围路径，以此减少法力消耗，冲出包围。等等，你这话的前提是我们都有攻破包围的方法，你们有吗？我凝聚火球术倒是可以破坏部分树，但周围这些树在快速移动，制造的缺口可能马上就没了。我会凝聚法力流体，可变成尖锥形状攻击，破坏部分土墙不成问题。加上镇山兄就有3个破围术法了。之后要注意的就是上空那些风家、雷家的修士了。颜真兄和新少兄短暂的接触过，是接触过，但还不够了解，威力确实还不清楚，我得尝试一下。新少兄的打法还真是奇特。先这样行动吧。你先等等，我们说完了，你的呢？你有什么威力大的术法？我是水系术法，没有啊。妈，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让你的水系术法拥有破围能力，且还能持续使用。看来他们合作起来了，已经开始商量战术了。他们该用什么方式突围呢？跟我走。土墙我来破，新少兄、碧水兄，你们准备一下，下次土墙由你们来破。好。后面的树由我来解决，前面就交给你们了。前方又有土墙了。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镇山兄，你防着上面的风雷术法便可。竟是由花心少和那个碧水破墙，镇山石随时防住我们。那他们需要做到有着和镇山石一样的破坏威能，法力消耗还不能高于镇山石，不然没有意义。他们该怎么做呢？大锤锤钉子，当时他就是用这大锤将我击败的。别急，还有呢，看那个碧水。好，成功了！江水通过这钉子形状的法力进入土墙中，然后在内部膨胀，土墙居然就这么被破了。而且花心手法力控制得很稳定，水还可以回收，对法力的消耗确实很少。雷圣不公子，还需要我们再增强术法威能吗？不用了，你们先恢复到正常水平吧。其他地方的修士都没什么压力了。好，各位在其他地方展开第2轮阻拦攻击。他们的攻势好像减弱了呀。是哦，难道这就是他们所规定的极限了吗？应该不是，刚刚上方的风雷术法都没有攻击，感觉是在憋波大的。我靠，怎么回事？练气8层，等等，每届都这样了，压力是不是有点大？是啊，我感觉我们像被针对了。其他地方也是这种强度吗？不用想，一定是被针对了。你看我们周围都没有其他考核学员了，只是他们是针对我们4个，还是我们其中一个呢？雷家人是来找我算账的。是雷家人，不过不是找你算账的，这只是考核内容而已。考核的难度这么大吗？练气8层的来蓝练气5层的。是啊，修为跨度太大了吧，这谁能过啊？你们没有好好听考核规则吗？在时间内达到山顶的团队代表可进入学堂，没说过达不到山顶的人进不了吧？文字游戏还有什么隐藏规则吗？隐藏的规则就需要你们自己去想了。真有啊？难道超过时间内到达山顶也能进入学堂？屁啊！我们抢着进学堂，不是为了那前10名的100块零食和地契奖励吗？这难不成就是他们针对我们的目的？知道我们的实力一定会是前10名。我看就是每个地方都喜欢打压一下我们这种刺头，他们才会舒心。虽然本来的目的并非如此，但你要真这么说也不是不行。居然就这么承认，太不要脸了！别废话了，先想好怎么办吧。好，跟着我一起跑。新少兄，我已经准备好了。你都准备好了？我也准备好了。你也好了？就我还没准备吗？快点吧，我要动手了。好，我也好了。什么时候开始？现在。该你了，你来拦着追过来的人。我打练气8层，拦着就行。以他们的那个态度，应该是不会下杀手的。他的速度都没受影响，我拦不住他。我当然知道，靠你一个怎么行？你们好了吗？好了。好，由我来制造巨石，你们继续刚才的手段。啊，什么手段？新少兄和碧水兄用刚刚的破石之法破坏我制造的巨石。用这些崩碎的碎石替我们阻挡风术攻击，再用你的火球术给这些碎石赋能，发起反击。有效果了，他现在需要一直用风术抵挡这些碎石，不好再攻击我们了。新少兄，碧水，继续啊！
雷圣卜，就单看着我吗？你难道不出手？怎么不好对付了？稍点嘲讽吧，该急的是你。我们针对他们的原因是因为花心少，但我封家并没有与其有过节。想要知道他背后的秘密，与他交好便是，有的是机会。但他对你们雷家可是有防范的。你现在不去测试他的实力，我实力不足放跑了他，可就来不及喽。你也是想知晓他的秘密，就利用我是吧？是啊，你接不接受吧？很好，那封家人的攻势减弱了，那你们也有办法对付下面的雷家人了吧？我没有。星少兄，你也没有吗？我也没有。什么？没有对付雷法的办法？不是，你什么意思？你都没问我有没有办法。那我们刚刚做的不是白费力气？只能碰碰运气，运气好，雷家不会出手；运气不好，我们就被打下去了。什么运气？雷家和封家本身就是半竞争关系，他们两家筑基以下应该很少配合，两种术法极有可能会互相影响干扰，加上这次是考核，他们也不会杀我们。之前对付你一个倒还简单，可要同时对付我们4个的配合，还要收着手，就有点难了。只是我在想，他们针对我们只是因为实力吗？还是说……不好，雷法攻来了，躲开！那这是运气不好啊。果然还是躲不过去啊！原来如此，你们针对的是星少兄，是雷家，雷家要针对花心少，可别带上我。雷家花心少，我并不是因为雷圣定的是针对你，他的辅助死多少个与我无关。至于为什么这般照顾你，只能说你自己无法察觉，你现在已经身处危机的中心了。木镜应该和你说过吧？如果你隐藏了什么秘密，或者想起什么，最好都说出来，不然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对你不是什么好事。可我真不知你们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秘密。不过你们之前有句话说的不错，确实要打压一下你们这样的刺头，特别是你这个用火的。所以来吧，让我看看你们的实力。你是真不知道，还是故意隐瞒都没关系。现在就是由我用实力来测试你身上的秘密就明白了。下面的道友，你们帮我限制他的行动范围，不要让他跑了便可。接下来你可要小心了。火柱，我记得没有安排火刀修着。好啊，那就让你看看我们的实力。小心，前方有巨石。看来这是考核的第2阶段了。看，还有其他人也和我们一样躲在石头后面。这么多人都是和我们一样躲这些石块吗？不然呢？你有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躲着的地方不就是办法吗？我们可以制造这些土堆，慢慢推进，总能过去的吧？说的对，那你就去做吧。这话总感觉有点奇怪啊。是奇怪，但不必管他们了。我用冰道术，不需要制造土堆，直接走吧。怎么会？你们居然真的做到了？这很难吗？往前推进当然不难，难的是你们居然成功合作了，4人2组，一边推进一边防御，真就这么顺利的和陌生人合作了。原来对你们来说难的是这个啊！这确实很难。先不说考核前10名是有奖励的，会有人干扰他人不让前进，单说陌生人术法之间都是不好配合，很可能互相影响排斥，伤到对方，所以我们一直无法推进。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术法之间也没有相互影响，居然就这么相信陌生人？很简单啊，施法的时候来个人负责了解术法的外放影响，再平衡一下就可以了呀。你要说出来吗？不能说吗？算了，随便你吧。请问具体怎么做的？我用丝线链接我们4人，感知术法会造成的反应，一旦承受不住了，我会提醒施法者降低术法威能，就是这样。居然就这么简单？对呀，这其实就是最基础的信任啊。等等，这位道友，你叫什么名字？青竹，青草的青，竹子的竹。青竹姐，青竹姐也帮我们链接一下好不好？我们也想合作，但我们没这个能力啊。对的，青竹姐，帮帮我们吧，我不会抵触的。青竹姐，你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以后一定会感谢你的。降低体能消耗，随波逐流，随波逐流。有味道，食物的味道，大补的食物在哪？在哪？哦，找到了，在这儿。不是，你谁啊你怎么在这儿？别吃了，这是我们的弹药补给。他谁啊？他怎么在这儿？问我还要问你们怎么没察觉到啊？我一直在提防其他修士用土道，一般情况下使用术法有很强的法力波动，可在这女子身上没感觉到啊。这他妈的奇了怪了，我们没时间管这个，把她送上去，然后给我记住这个女子。好。来，别啊，我弃考行不行？先让我吃完啊！真是没想到，居然有人通过降低自身法力波动来应对考核，他也不怕危险。可能我们现在也有点危险了。什么意思？他把我们的弹药补给全拿走了，甚至连远距离传令旗也给顺走了。操！这个传令旗好像和给我们的不一样啊，大很多，传令距离也应该很远吧？下面的道友，我不能用全力对付他，你们帮我限制他的行动范围，不要让他跑了便可。哦，还有意外收获？不对，颜真他们还没有对着我这边施法，那这火柱是谁的术法？
良心，你是谁？为什么传令旗在你手里？哦，新少，原来你在这里。良心，快跑！还有高手，真是意想不到啊！什么情况？练7、8层的怎么会找上你？不大清楚，可能和陈海有关。那看来永远都找不到答案了。现在我们先跑再说吧。好，往哪跑？练7、8层的追着我们，也跑不掉啊。我当然正在找反击的机会。哦，你有什么办法？他说他要测试我的实力来得到答案，我不知道他是要下杀手还是要重伤我，但由此得知他不知道我的实力，这就是我反击的点。用隐藏的手段击败他，你有什么他不知道的吗？有，一个是我的修为，我在那房内3天时间，修为已经达到炼气5层，只是我一直压制着，没有显露出来。二是我有对付他雷法的办法了。有办法了，那还跑什么？我需要准备时间，要打他个措手不及，在这之前要拖住他。我们2个能拖吗？他追上来了，不能拖也得硬拖，雷家可不会手下留情的。那就让你看看我们的实力。你们居然应接我的攻击，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们针对的对象是花心少，我们只是顺带的打压刺头，自然不会下杀手。是啊，不过以为这样就轻松了吗？我是不会重伤你们，但修为的差距是存在的。我可以困住你们，我会一直压制着你们的术法，你们就突围给我看吧。如你所愿。哦，这是什么？一个容器，存储术法威能的容器，就像你们风雷术法一样，没有配合的情况下，只会互相排斥。而我要利用的就是这种排斥能量，这内部的法力便是水果术法。他们俩配合不起来，那就彻底不配合，全力释放术法威能。那这不受控的威能用你来压制，然后再放出来，就凭这一颗能够突破吗？自然不止一颗，而是很多颗。真厉害，不用全力防的话，真就受重伤了。好了吗？还真是意外啊，他们居然配合起来了。这看起来虽然简单，但从未听过这种刺头有合作过的先例。是花心少，是他让这些互不认识的人合作起来了。镇山兄，花心少那边该怎么办？要去帮忙吗？不用了，他们会放了我们，可不会放了花心少的，只能让花心少自己撑着了。我们到山顶获得学堂名额，让花心少加入我们，带花心少入学堂，这样他也不用战斗了。好。这个女人怎么一直在施法？她法力这么足吗？可恶，再这样下去，追都追不上了。怎么回事？刚刚的雷法范围很大，却没有威力。等等，这不是用来攻击的，而是侦查我的位置。可这样雷法也是有范围的，我离开范围不救。不对，这不是针对我的，是良心，他转而针对良心了。找到了，在我的雷场中用术法阻拦我就能找到施法位置。丹药，他哪来这么多丹药？怪不得他有这么多法力。算了，他有多少丹药都不重要，修为终究是4层，只要我全力出手，就能破坏这些阻拦我的术法，直接攻击这个女人。花心少这样的人一定会回来救吧。新少，不用救我，你继续准备。他修为只是炼气8层，又不是筑基，他的注意力不在我身上，而我除修为以外，各方面都有优势，没那么容易拿下我的。木道，这个女人还会木道吗？木、火、土3种属性术法，又是替身，她用替身来转移术法的源头，自己藏在暗处，由阻拦变成牵扯，是有什么目的吗？难道花心少要反击？以为躲起来我就找不到你吗？在这范围内，能够躲起来的地方只有地下了。你多次在不同的方向发动攻击，就算有替身做掩护，也会暴露你的大概位置。花心手果然靠过来，有他的法力保护，你才能不受伤害。告诉我，他现在在哪？你猜猜看呢？这就是你的手段吗？怎么会？你认为我没有对付雷法的能力吗？没有被立刻摧毁，还顶住了一段时间。法力流体，这些替身和刚刚的屠刀都附着了花心手的法力，难怪可以顶住。但是花心手，你就这样躲在暗处又有何用呢？你应该知道，我针对的是你，而不是他，所以我对你应该会手下留情，但对他，我可不一定收得住手。终于出现了吗？很好，那看你顶不顶得住我的全胜雷法。
全胜雷法，那也得打到人才行啊。他怎么在那儿？你将全胜雷法分散，攻击到每一个替身上，也没有太大威力了，这导致你没能看破这些替身伪装。全是替身伪装，那真正的花心少在哪？怎么会？原来刚刚被我压制的是你，可你怎么突破的？炼气5层，怪不得你在隐藏修为，但是现在再增强雷法也不迟。御物术，但是我也有对付雷法的办法。他周身法力的形态改变了，不好，竟用法力将我的雷法分流，以点破面。糟了，来不及躲了。好厉害的手段！一个炼气4层和一个炼气5层的，居然如此打败了炼气8层的雷圣卜。就算是我带上辅助，也不好轻易胜过他。只是就连雷圣卜也败给他了。虽然是雷圣卜以1敌2，且环境有利于对方，但终究是高修为的败于2个低修为的。花心少的实力比与我战斗时还要强，我着实败得不冤。只是实力果真很强，不是一般同级可比的。雷家还真是运气不太好，居然与这样的人有了冲突。只是他这样的实力，居然没有展现出任何异样的法力波动，是纯粹的自身修为。那灵根机缘难道真不在他身上，而是旁边这个女人？这个女子竟同时施展出了土、和、木3种属性术法。引元将欲以风雷术法为主，在人族中盛产自然属性术法修士，那大能留下的灵根机缘可能在这女子身上。就算不在，也一定和这女子有关。之前调查错了方向，好在有雷圣卜终于测试出了真正的线索了，要将此事上报家族高层。已经明确了方向，得通知家族往这个女子身世上调查。希望高层派些人过来好好招待这女子，最好将她招揽到封家。封家不久后一定会招揽她。雷家虽然也想要，但在他心中应该对雷家有了芥蒂。如果实在招揽不成，且机缘真就在他身上，那就只能将他杀了。怎么样？你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了吗？木镜，你小子运气不错啊！这个花心少确实是个人才啊！这样的后辈成了你的人，想必心里一定很开心吧？说笑了，花心少是很厉害，但围绕他所发生的事，恐怕不是我能应对的。我能不能帮到他都是问题，又怎敢奢求他成为我的人呢？倒是你们，镇山石、严真、碧水都是你们管的学员，他们的实力丝毫不差。有了这样的后辈成为你们的人，你们不也很高兴吗？可是按照计划，在此次考核中，他们不应该成功的，这样我们才好卖他们一个人情。但他们都成功了，我们也不好做什么了，尤其是他们这样的刺头。不过也有好处不是吗？原本刺头的他们居然合作了，这样他们也没想象中那么难管了。你当然有好处，他们几人已经将镇山石作为合作的核心了，而镇山石又不是那么难管，你要是能将他招揽到，就等于招揽到了颜真和碧水他们，你可是占了好处了。说起来，能够让他们合作的关键人物不是镇山石，而是花心少。若不是花心少，让他们合作起来真没这么简单。所以现在就看考核的最后一步了，看他们3人面对落后的花心少该怎么做了。若是做得好，他们3人与花心少就算是真正的朋友，反之也会让他们的合作止步于此，同时也是对其他天赋不高的修士来说一次最重要的考验。太好了，镇山兄终于到了。我们应该是第一批到的，那些灵石好像都没动过。在这之前，我先确认一件事。顾老师，我想问，我已经到达山顶了，该如何通知我的朋友他们？看到那高台了吗？将给你们的传令旗插上，可说出你朋友的名字，声音会传遍整座灵山。他们听到后，便不用再往上爬了。所喊到的那些人便算是你的人，与你一起分灵石奖励，之后他不可再继续领取奖励。叫到的那个人的朋友会怎样？没叫到名字的就不能算，他们还要继续考核。那对到达山顶的人有什么限制吗？考核前应该告诉你们了吧？什么规则说了，什么没说，你们自己想吧。等会儿我们先商量一下。怎么说？考核时间还没到，我们要喊新少兄的名字吗？一旦喊了，新少兄是不用再战斗了，但他的朋友可能就过不了考核了，拿不到奖励了。主要我们没来得及问他有几个朋友，也不知道那突然出现的女子名字。新少兄帮了我们的忙，不能连累他的朋友，让他的朋友连奖励都没拿得到。我想新少兄也不会放弃他的朋友，至少他们不会真正伤到新少兄，应该不会有太大危险。那要不按之前商量的卡一下前10名的名额，凭我们的实力拦住新少兄以外的人应该不成问题。如果考核快结束，新少兄还没上来，我们再将其插上去，让新少兄通过考核。就这样办？这应该就是可随意解释的隐藏规则了。那我们就准备吧。山顶了，终于爬上来了，真是不容易啊！还好吧，之后的落石考核越来越简单了，下落的石块也逐渐缩小了，感觉像法力不足一般。那能一样吗？你只负责推冰石，
我一个人可是要同时负责感知这么多人的身体反应，这很累的好不好？是啊，还好青竹姐帮忙，不然我们还困在山腰间呢。是啊，要不是青竹姐，我们可能都拿不到前10奖励了。现在说不定我们是第1名呢。看来我们不是最早的，已经有人先到了。新少和梁心他们还没来吗？难道他们遇到什么麻烦了？莫不是之前的那个雷法就是针对新少的？完了，是的，肯定是的。新少他在船上招惹了雷家人，雷家人就在这次考核中针对新少，所以他现在还没上来。而梁心他肚子饿了4天了，恐怕根本没力气上来。不好，那就只能靠我了，我来接他们上来。气氛不对啊，怎么感觉他们是在守着什么呢？木镜老师，请问我该怎么做才能接我朋友上来？将传令旗插在那个高台上，叫他们的名字，他们就算通过考核了，我们会派人接他们上来。哦，好。什么意思？为何拦着我们？不好意思了，你们先等会儿吧，等我们一个朋友过来，随后就放你们过去。凭什么我要让着你朋友？对呀，总共有10个名额，你朋友又不是没机会，我们凭什么要听你们的？是啊，凭什么居然拦着我们，放我们过去？就是为了防止你们这么多人抢了前10名额才阻止你们，而你们要说凭什么？就凭我们的实力。太过分了吧！自己朋友通不过考核，还要别人等。木镜老师，可以这样吗？居然拦住别人的路！规则没说不可以。什么？怎么能这样？这是什么文字游戏吗？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这就是你们以后要经历的。以后这种事情不仅有，还很多，情况更甚。如果你们对此没有做好准备，就可以放弃考核了，放弃进入学堂，各回各家吧。听到了吧？有些事情你们只能接受，不过没事，考核时间快结束时，我们会让你们通过的，只是等一段时间罢了。居然是3个练气5层的！哎，算了，修为高，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是啊，算了，等时间到了，他们也不可能一直守在这里，我们先等会儿吧。等一段时间，时间拖得越久，新少他就多一分危险啊！梁心他肯定也不好受吧？青竹，你想要等吗？不想等，可是既然不想等，那就只有战了。战？可我的修为只有3层啊，他们3人可都是5层，术法还是战斗类型的术法，这怎么打？有这个想法的不只是你，还有其他人。你的意思是？所以你别忘了，他们也只有3个人，但与你一同想法的可不止3人。让他们一起战斗，这可以吗？试试呗。青竹姐。不知各位道友可不可以一起和我战斗啊？不对，也不是和我战斗，是我们一起战斗。我们修为虽不如他们，但我们的人数是多于他们的。我想，如果我们能配合好，是不会弱于他们的。不行吗？我知道，让没配合过的人一起与修为高于自己的修士战斗很难，只是我们倒不是不愿意配合，只是我们确实不知怎么配合。是啊，配合不好会起反效果的，到时别说以多打少，恐怕连伤到他们都不行。对呀，这前10名的奖励谁不想要啊？可是不好搞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多人战斗需要一个守卫作为主导，谁来担任这个核心位置呢？对啊，我们互相都不熟悉，没个核心人物，不好配合啊。就算配合了，我们的实力真就能打败3个练气5层的吗？青竹，我来当核心位。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们3个人不成？我之前用术法辅助过你们，我知道你们各自的承受限度，我只要再了解一下你们的术法威能，我就有办法让你们配合起来。所以，请你们相信我。我信他，我修为是练气4层。我也信，我之前说过，你帮了我的忙，我会感谢你的，所以我会帮你的。我也信，对，我也帮忙，我也是，我也来，还有我，还有我。好，我们一起打败他们。哦，你们准备合作与我们一战吗？哼，你们3个就有自信打得过我们这么多人吗？那你们就试试看呢。我又何惧你的术法？趁气雾散开，你们行动。攻击的修士太多了，一直防御也不是个事儿啊。应该攻击他们，造成减员。说你呢，颜真，应该由你来攻击啊。别急啊，我对上的可是对面修为最高的，那也是练气4层啊，修为比你低。我知道，可冰道哪有那么好对付啊？还行吗？我让几个会冰道的来帮你了。还行，但你不要让他们帮我顶。修为有差距的情况下，再多冰道也挡不住火焰的，让他们攻击。不行啊，都还没攻击到他就被融化了。不要攻击用火的，攻击途中转向攻击旁边那个用水的。我在增强术法，掩护你们。不是，你在干什么？冰锥攻击到我这边了，你没看到啊？啊，刚才那是攻击你的，有没有搞清你的责任？你现在应该防住你那边方向的攻击，别让他们经过你这边攻击到我。这样，我知道了。这就是他们的弱点，继续攻击，将他的火术攻击引到用水的那里。
不是，你又在干什么？怎么打到我这儿来了？不是你叫我防住我这边的攻击吗？那你别攻击到我这边啊！他冰锥来到你这边了，我打着打着不就过来了吗？那你就快点破坏他们的术法，还等什么？冰道术哪有那么好破？我要真全力攻击的话，威力可不只是这么大，会伤到很多人的。都战斗了，哪有不伤人的？快点吧，我们也做不到一直防御啊。算了，那你们注意了。不好，这种威能你们防不住，全躲到我后面来。青竹，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合着你有这种攻击术法，为何不早用？不然我们也不用一直防着了。说得轻巧，这术法需要准备时间，施法期间不能乱动，要不然哪来这么大威力？是吗？难怪你每次反应都慢一些，是在准备这种术法吗？算是吧，威力大小和蓄力时间有关，一般情况下用不了的。那还真是误会你了呀！你要不提前说，我都要遭殃了。那你就给我道歉。按理来说，这冰道术应该是由你们2个来破解的。冰道即属水，也属土，你们破除应该比我简单啊。谁让你一开始就与他对峙啊？那情况谁拦得住你啊？还好，一击便将他们全部击倒了。你先去休息吧，万一他们还会起来再战呢。没事，不用担心。实力最强的那个承受了最大压力，不去医治的话，他几天内是很难起来了。剩下的都是炼气3层修为，起不了什么风浪的。要不是这个炼气4层在前面顶着，我看他们都不敢动手的。居然站起来了！不要小瞧我们，不然你会付出代价。我已经找到了你们的弱点。转向！糟了，别一起攻击啊！继续攻击防御2人，再转向。又来！不要再本能的反击了。行了，我不动了。镇山石，你来防御就行了，我就交给你了。早该这样了，这样就好了。我出去迎战，将他们全部赶走。抱歉了，你们如此反抗，那我就只能将你们全部赶下去。小心，抓住我的丝线！结束了，该休息会儿了。怎么会？大家还好吗？没问题，只是手拉着丝线疼啊。手疼，待会上去得到前10就有灵石给你治疗了，准备反击了。好，怎么可能？什么样的丝线能顶住水压？4层，竟在这时候突破炼气4层了。上等丝绸，凡人中价值连城，制作材料为蛛丝，还有我的法力加持，无论多高的水压，你都难以冲断蛛丝。不好了，刚刚那一下耗尽了我大部分法力，现在我难以防御。这么多术法竟然慢慢聚集在一起了，他们之间不会排斥吗？不对，是他作为核心，是他掌控着所有术法的威能，使其能够安稳的柔和。镇山石，趴下。完了，弄巧成拙了，本来还能当个前3名的。有意思，这一次考核真是意外不断。这个青竹在战斗中精神力越发集中，这种高昂的状态更能够感悟天地灵气，让他突破了自身修为了。精神力越集中，越接近忘我状态，对天地灵气的感悟就越高。没想到是他夺得头名，不知是好还是坏呢。我要接的有3个人，一个是我背上的风雪，一个叫良心，没良心，还有一个叫花心少。这不扯了吗？我要接的有3个人，一个是我背上的风雪，一个叫良心，没良心，还有一个叫花心少。清楚他成功登上山顶了，我们不用再爬了。我们已经不需要考核了，你还要拦我们吗？新少兄不用紧张，既然已经有人接你进入学堂，我自然没有理由再阻止你了。哼，你这时倒是出来说话了，刚刚他们战斗时也没见你出来啊。考核时间，阻拦方如何出手都随心意而定，只要有分寸，我又有何资格管呢？不过你们考核结束了，还是需要自己上山顶的，需要我帮你们吗？不用了，我们自己还能走。不管怎么说，不会再阻拦我们了吧？是的。虽说机缘真的和这女人有关，可她的表现真的像是有秘密的样子吗？或者说她真是个天才？算了，藏有重要秘密是什么样的心态，这种事还是去问一下大哥吧，他有点经验。干什么？还要来啊？有一句忠告提醒你们，你们的实力虽然在同级很强，但疆域内人才众多，这引援疆域也确实不是只有雷家这一大势力。出身小城的你们不是什么事都能把握住的，就比如身怀什么秘密，或者某些人无事献殷勤什么的。你指谁呢？谁搭腔我指谁，你个粉红娘娘腔。哎呀，打起来了，我们先走吧。
新少兄，你来了。哼，青竹妹还生我气呢？谁让你们阻止我们了？这不也是不知道吗？谁成想你和花心少是朋友啊？既然你也是帮新少，为什么当时不直接插旗叫上他的名字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名字啊，我们想着叫了新少名字，新少虽然能够到山顶，但不就把你们耽误了吗？新少他被雷家的炼气8层修士盯上了，你们也真是放得下心。就是因为他被盯上了，所以雷家是不会伤害他，况且这还是在考核中呢。我说错什么了吗？没什么，既然误会解开了，那就不用放在心上。哼，你们自己谈吧。话说新少兄，你是怎么被雷家盯上的？应该是我在学堂的灵船上的事吧。我与雷家的雷圣定战斗，杀了他的一位辅助。你怎么会和雷圣定起冲突？这个缘由不太好解释，只能说与雷家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对了，话说这个雷圣定是唯一一个通过打败交换生直接进入到中阶学堂的吧？我是从引元疆域的南方过来的，那船上没有交换生，但东西方向的2座灵船上应该有交换生吧？颜真、碧水，你们2个没有打得过吗？确实没有，我真不是他的对手。说说看。看那边的一个女子，那是瑶光疆域的交换生，幻月灵，炼气6层。这家伙的幻术可短暂影响我的感知，我每次想用术法攻击时都无法击中他，直到法力耗尽都没能碰到他一根毫毛。幻术那边与他站在对角的人是开阳疆域的交换生，上行炼气6层，以刀刃斩出的刀气作为攻击手段。我的火焰无法做到像他那样有力的攻击，刚一出手，火焰就被他斩散了。刀术，听说开阳疆域的刀术水平不弱于破天家族。刀气，听说他们那边还擅长魂术呢，有见他使用过吗？好像没有。再说魂术哪有那么好学？能用魂术的修士寥寥无几，那都是需要生下来就要对神魂这个概念有感觉才能学。这类人在常人看来都是表现孤僻、自闭症、精神疾病之类的，总之不像正常人，至少需要有这种条件，要不然连入门的资格都没有。是吗？你怎么知道的？哼，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我们主修火系术法的修士对这类术法有克制手段。一个传说说有一种术法可无视魂术或幻术。无视魂术幻术？哦，这么厉害，是什么术法啊？我修为太低，不知道啊。尼玛的，不知道你说个屁！你骂谁？首先恭喜你们进入了中阶学堂，接下来有件事要说明，关于你们在学堂主要做的事。此地为学堂中央擂台，你们接下来1年时间，所有战斗都将在此地进行，由你们互相发起挑战，战斗胜利有临时奖励，失败则没有，所以可失败但不可拒绝挑战。虽然你们进入之前很多人是互相认识，但从现在开始不再有任何团队限制，你们可以选择和任何人组队，也可以不组队，可以1打1、1打多，团队战团队，没有限制。我们也有医者和足够的丹药为你们治疗伤势。这么做的原因有3点：第一，提升修为就需要提升你们自己对天地灵气感悟吸收的精神力，而战斗就是提升精神力、提升修为的最好方式。这种情况想必你们在青竹身上都见识过了吧？第二，是为了让你们在1年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合，了解自己最适合做什么，而要做什么就是第3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风队、雷队，你们怎么来了？不用管我，你继续说。是。不用你来说了，我来说吧。做这么多是为了让你们选择跟随的势力，大势力为了招揽修士才举办的学堂。你们之前所经历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只为了战争，德与人，修士与修士，势力与势力，疆域对疆域，人族与兽族的战争。而你们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与我们破天家族的战争。袁破刃，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怎么来得快，碍着你了？封爵会，你破天家离这里至少有1个月的路程，你居然不过10天就到了，不快点来，我又怎么替我族人袁羌刃报仇呢？你说是吧，雷锅？为你族人报仇，凶手已经找到了，雷圣业和那犯人胡不屈也都已经死了。想说雷圣业为灭口杀了胡不屈，导致自己沾染了自己的毒而死吗？这种笑话能不能再讲一个？我倒要听一听还有什么借口。哼，这世上乱七八糟的事情多了，有这种旁人难以理解的事也实属正常。哦，难道我族人袁羌刃的死就这么算了？当然不会，雷家对雷圣业所犯下的错也深表痛心，我等一定。那你倒说说，那雷圣业犯了什么错啊？雷圣业因身份问题，我雷家确实没有看得起他，他内心一定很需要一个能证明自己的机会吧？可他的雷法又不够强，导致他为了弥补自身实力，去学了一些奇技淫巧，在战斗中又误伤了人。你是说袁羌刃与雷圣业一战后，蠢到1个月都发觉不了自己中毒了吗？又打断，战斗的是实用能说的9年，从评价上来讲，那袁羌刃本就有点迟钝。
再说，察觉毒素这件事应该是你们的人负责，对吧？司魁是属下保护不周。看来你们是想把责任甩得干干净净，只说是战斗的误伤了。战斗误伤是事实，但我雷家也绝不脱责。对于这事实，原枪刃5层修为能被一个瞬间战败的4层修为偷偷下毒，你麻痹的当我是白痴吗？又打断，战斗意外时常发生，这本就这种肮脏阴险手段，我等不屑为之。你们居然好意思将此事作为战斗的一部分？你好歹作为筑基修士，这种事情还需要人和你探讨吗？真正的战斗本就不分。若是以此为前提，我族远枪刃根本不可能会中毒。你们雷家出了个雷圣业，就说明你雷家就是这样的风气，用下3万的手段获得胜利。战斗就如此，你还想我破天家族人又怎会输给你们这些下3万的烂人？烂人，你妈的！那你倒是再比一次啊！我雷家怕你不成。糟了，中计了。好啊，那就再来比试，我也带人过来了。雷国中计了！袁破刃不停打断雷国言语，就是为了让他愤怒，让他口误答应再行比试的事，袁破刃也就可以合理的带这么多人进来了。该死，他后面这么多人，怎么隐藏自身气息的？这其中竟有不少炼气7、8层的修士，为什么一直没有察觉？雷国就按你说的办，我派破天家族人再来比试，而他就是我带来比试的修士，他身后的人都是他的辅助。如你所说，雷圣业的错只不过是战斗中的常识，那我也暂时不追究了。我们破天家再派一个交换生来与你们比试，正好你们这边也才刚刚开始，我们就照平常的规矩，以交换生的身份入你们学堂。在下袁任行，这1年时间，请多指教了。可恶，袁破刃这个家伙竟打的是这种算盘。感觉不太妙啊！怎么破天家派了一个炼气8层的修为来当交换生啊？8层不都是高阶学堂的吗？破天家为了原枪刃生死一事讨个交代，由于雷家彻底抛弃雷圣业，想以雷圣业向雷家施压就难了，所以直接派个炼气8层的来对付我们这一届，通过这种方式向雷家施压。毕竟是雷家受到挑拨，又亲口将这事答应下来。是你的师太啊，竟口误说出那样的话，正中他下怀。妈的，别在这说风凉话！他将炼气8层的安排进来，明显是要对我们的学员下死手的。这对你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当然没好处，这种事情我们据他作甚？他上炼气8层的，我们也上炼气8层的，不就是了？不好办，雷圣补因家族事宜调到一处地方了，现在以学员身份留下来的炼气8层，只有风行无你了。看来他们是将雷圣补调到黑城那边了。雷国前辈，你是在看不起我的实力吗？和你的实力无关，而是有个更关键的事。更关键的是，袁破刃带来的人在出现之前，我们竟毫无察觉。他们一定是用着某种我们不知道的术法隐藏着自己的气息，他们能做到如此，那么那些人当中一定还有隐藏修为的人，甚至是炼气巅峰也说不定。这才是棘手的，我们对他们派过来的修士修为是不了解的，而他们根本就是提前做了准备，就是想要在这次比试中想要得到什么。搞得如此大费周章，就为了派炼气8层的来加入学堂战斗比试，这是不是有点太无聊了？是啊，那袁破刃在那时说的话听起来就很危险，似乎是要下重手的样子。可他真要按照规矩的话，不答应与他们战斗就是了，反正失败了也没有惩罚。这话不能这么说，你们家乡平常应该有不少大势力的人过来看吧？好像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大部分人和你们不一样，都是天赋平庸之辈。拿我来举例，我们家乡那边不管是旧时代还是新时代，从没听过有什么修士，直到我出现了，这疆域的大势力才稍微庇护了我们那里，不然我家乡那边一直都还过着上顿没下顿流亡的日子。所以当我能够修仙时，我们家乡举全乡之力将我照顾得很好，才让我的修为达到炼气4层。怪不得你在船上说你只有一个人呢。良心，没什么，这是事实。我是说，对于我们这些天赋平庸之辈来说，不在学堂这1年时间去争，不去找自己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就很难有大势力看上我们。1年时间一过，家乡也就失去了大势力的庇护，自身就会变成散修。一旦变成散修，在他人眼里就是一个只占资源修炼，却不属于任何一个势力的寄生虫。恐怕那时我们生命就会受到真正的威胁。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战斗是有必要的，尤其还是这种特殊情况，我更没有退缩的理由。这种关系是相互的，他们庇护只需要我们的力量，而破天家将炼气8层的派过来战斗，就是要断掉加入风雷2家的力量。风雷2家不会不管的吧？这可是影响他们外生势力的根啊！不止，他们要做的不只是这样。如果是为了对付这些学员，根本没有必要用某种术法隐藏自身气息。在哪些人中还有几个隐藏气息的人，他们穿着黑袍，无法得知他们的身份。关键在那些黑袍，若是得知了那些人的身份，我们就能知道他们的目的。那么为了应对袁破刃带来的修士，我们也要派些高阶炼气修士过来，至少不能在炼
炼气战斗上落了下风。咦，青竹呢？他去哪儿了？青竹他去领前10奖励了，我让他正好打听一下学堂高层怎么应对这个情况。你小子是不是喜欢这个青竹啊？啊，还挺关心他的。是啊，逼样的，你还挺诚实。我是男人啊，正值青春期，喜欢漂亮的女人不是很正常吗？哦，青竹出来了。青竹，你不是去领零食和地契了吗？怎么没见东西拿出来啊？哎，这是啊。嘿，这是想想就来气，这种无耻、贪婪、恶心的事，我。兄弟，你咋把自己的气嘎过去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去取零食和地契，零食虽拿到手了，但我们发现这位开发地契上有问题。什么问题？地契需要开发才能拿到地下深处零食，但开发所需要的人员和设备需要我们自己垫资，不出资，那快递只能荒废。那么花点资金不就行了？他们只收零食，数额刚好就400块零食。我靠，好黑！那不要那地契不就行了？只拿100块零食也不行。他们说地契已经写了我们的名字，所指的地方还需要管理费，每个月要缴纳5块零食管理维护。不是都不开发了，怎么还需要管理呢？这我也不知道，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还说只要那块地得到开发，每个月还是会定期发给我们一定数量零食的，不会比100块零食少。好黑啊，不如拿上零食走算了。也不行，离开了学堂不可以带走零食。良心也嘎过去了。先不说这个了，上面准备怎么应对破天家的事呢？他们对破天家做了限制，说既然带了高手来挑战，那就先个人在团队，依照考核排名从低到高进行挑战。考核排名？对，排名分2种，一个是团队排名，一个是个人排名。让我们从低到高依次挑战，倒是合理，也能观察我们的实力。哼，无所谓，他们是不会知道我们的目的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逼出他们筑基之下的最强攻击。我们先要用同级，一级一级的将对面的手段全部逼出来，再加上他们这种规矩，就由你来打头阵了。袁静怡。是袁任行大哥，你放心，我们会打穿排名，直指雷胜定的。我看看啊，青竹、风雪、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周七、钱八、刘九、丁十，这都什么名字？怎么这么路人呢？谁让你看前10了？你管他们什么名字呢？你先去看末尾吧。好，这个人排名是按什么排的？没有按实力排，而是根据到山顶的时间排的。等等，当时风行武邀请我们，想将我们带上去，良心拒绝了，然后带我离开风行武了。最后真正接我们的人找了很久才找到我们。这么说，难道是倒数第2花心少，倒数第1没良心？这名字更是重量级。破天家那些人要发起挑战了，对象是谁呀？对象好像叫没良心，青竹姐的朋友。这就是破天家那个挑战者吗？炼气6层，他挑战的没良心是炼气4层吧？修为上有差距，破天家又以战斗术法为主，没良心他要如何应敌呢？速度真快，仅过了1个时辰，他们就开始挑战了，说明他们准备得很充分。从原枪刃死亡司盔发送信息到现在不过10天，人员准备好了，隐藏术法准备好了，知道我们会将雷圣业的责任撇干净，就直接将矛头对准了这届的学员，用这届学员的安危对我们施压。这么说来，那原枪刃中毒身死，极有可能也是他们的一个棋子，是故意让他死在我们这里，达成现在这样的状况。可他们如此做，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只能通过他们接下来的战斗中找答案了。不过我想破天家可能失算了。失算？你猜到他们的目的了？不知道，我是觉得他们的目的和之后的战斗有关，但总归是要赢才能促使目的成功吧。不过他们挑的对手可没那么好赢哦。如你所说，银根机缘在这没良心身上有什么表现吗？有，他所展现的3种属性术法，虽都没有特别突出，但都达到了符合修为的基本状态。这种表现在炼气期确实非常可疑，正好也趁着这次战斗，看看这没良心的真正实力。不过这种事情我们看着就行了，有另一件事需要你去办。什么事？雷圣普已经前去黑城那里调查了，我们得到消息，雷圣普在那里似乎查到了一个特别的情报。如果这个没良心真的身怀机缘，他是不会那么容易被击败的。破天家那个炼气8层的也不会过早动手，你也不必在这里对付破天家了。可是我其他几个兄弟都有任务在身，我若不留下来，这届炼气修士没那么好招揽啊，特别是那个没良心。有些情况不作为比亲力亲为要好。在这些修士眼中，这次事件是雷家导致的，他们越得不到表现机会，就越会怪罪雷家，自然就要投靠我们了，不然他们还能投靠谁呢？你也早点去黑城那里吧，不能再被雷家抢先一步了。是。风行武走了，难道他也去那黑城了？应该吧，雷圣普已经在那里有了新的发现了。新的发现是什么？先看完这没良心的战斗再说吧，与他有关是吗？
什么情况？没良心人呢？对呀，没良心怎么还没来呢？是啊，这么久了，人呢？就算怕打不过，投降就是了吗？人呢？问问青竹姐啊，没良心不是她的朋友吗？是啊，青竹姐没良心哪去了？她怎么还没上场啊？是啊，辛少兄没良心他人啊，这个其实良心他不喜欢别人叫他全名，听到这么多人叫他全名，他应该躲在某个地方吧？躲起来了。没想到他还挺害羞的嘛。可能不是害羞，而是在哪个角落偷偷观察现场，看谁叫他全名就记小本本上了。你在说什么恐怖的话啊？名字嘛，没必要放在心上。像我叫颜真，我小时候家里有人生病感冒，就说某某某有炎症了，快把颜真赶出去之类的话，总是用病名拿我取了。小本本是干什么的？告什么？来不来战？若是不来战，就算他认输，太前一名的和我打。来了。我收到消息，他要认输，你在这上面签上你的名字，同意就行了。认输就认输，要签什么字？我看看。本人愿意投降，签字人。这他妈是让我签字认输的协议吧？你是谁啊？是你奶奶。你爸爸的，我招你惹你了。第一个选择挑战对象就是我，害得所有人都在叫我的全名。你是倒数第一啊！你们不是来找事儿的吗？直接挑战雷家人啊！够了。气也算消了一半。搞什么？这就是你们引援疆域的战斗方式吗？搞这种偷袭还要点脸吗？脸，我的脸早就因你们丢光了，我现在又生气了。你哪来的气？神经病吧！家族大势力的黑心，什么隐藏的大手，将我们层层压榨，榨得一滴都不剩。你在说什么？将我们普通人的努力付之一炬，却还装作为我们好。是风雷两家，那你应该将怒气对着他们发。但是他们还是会发点零食给我们，不能找他们麻烦，就只能对你们发泄了。你他妈见不见？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来吧，你们谁来与我一战，让我彻底气消。发怒反而提升修为，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种贱人了。算了，一个简单的偷袭就击败对手，如果这是真正的战斗，袁剑仪就已经死了，且还是白死的。所以你们应该感谢他，也算是给你们提了个醒。好了，你们接下来谁来应战？我来。这小丫头喜欢搞这种阴招，就让我给她一个教训。没良心的实力绝对不弱，可这一战却搞这种阴招，他是在隐藏手段吗？应该不是。黑城传来的情报说，这个没良心20便是如此，能够施展基础的五行术法，却喜欢耍小手段。原因是他是无属性灵根，却为上等。20便是，可灵根机缘之事是最近发生的，难不成线索又断了？没有断，灵根机缘或许不在他身上，但他依旧是重点关注对象。只是我们查到了陈家被灭，陈海消失的晚上，陈家后院黑城主干道发生了战斗之后，我们又有新的发现，在黑城郊外的一处地下洞窟中也有战斗痕迹，而这些战斗的地方都出现了一个与战斗无关又不该出现在郊外的东西，那就是酒。小丫头这么喜欢玩阴招，就让姐姐我教训你。什么威力啊，这么强！什么情况？只是高一层的修为，怎么他的破坏力那么大啊？我制造的土墙至少也是被多人合击破坏的，他居然只是随手一击就破坏了。这难道就是破天家族的基础破坏力吗？应该是良心的问题。他制造的土墙没有镇山兄那般坚固，而且他真要防御的话，也不会一直躲避了。既然你一直在闪避寻找机会，那我就给你个机会。没有攻击土墙，他直接预判了良心的逃跑位置。真是惊险，差点就击中我了。现在该我了。受死！什么？怎么会？怎么突然转向了？投石锁，竟用这种小东西改变我的攻击轨迹。嘿嘿，这上面的石块还是你击碎给我的捏。哼，雕虫小技，这种轻飘飘的东西还想拦住我？水，石块内含有水。抓到你了！冰术。冰道，冰道居然还会冰道，五行术法也会其次，那么他还能再施展基础性术法，也不奇怪了。怎么可能？你居然……好了，袁献妹可以认输了。我认输，不用你动手了，我认输。搞什么？放完狠话却认输的这么干脆？用不着你管。算了，木镜老师，我的奖励呢？下场后直接来拿便可，先吃颗恢复丹药吧。
说认输就认输，目的性太强了。是的，完全不加以掩饰，似乎根本不怕我们能识破他们的目的。难道是为了试招吗？试招，高修为对着低修为的修士试招，这不是更奇怪吗？这排名的欺骗性也太大了，这实力就算是运气不好，也不应该排到数第一啊！难不成比他强的还有很多？所以我们的目的不就是如此吗？袁静怡，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老大，让我上吧，我必要一雪前耻。上吧。哦，小家伙，你又来了吗？你这死丫头，手段倒确实挺多，但你能防得住我的攻击吗？良心，破坏力好强啊，全部碎了。要不是法力还够，真就挡不住了。还没败，那就再来。只是破坏力这么强的剑诀，防御力如何呢？果然有金属性术法，是金磁力，用金磁力将其他术法融合在一起的。磁力金术。你将我的术法全部击碎，对我来说更好融合了呢。你要不再来攻击啊？再打碎一点。袁静怡，给我顶住！好哎，良心又赢了。新少兄，为什么良心这么厉害？你们黑城是吃什么长大的？是啊，五行术法都会用，我就没听过人族这边谁有这种能力，只听过在兽族疆域那边的龙族能够做到五行术法齐用呢。难不成良心的父母有龙族血脉啊？这个难不成是人龙相爱？我靠，不会吧，好劲爆！啊！你们俩刚刚说什么？良心怎么上来了？不是在擂台上吗？挑战结束了，破天家族那边的人离开了。破天家连败2场，挑事的目的没达到，这对他们来说很受打击。这一天的战斗可能就这么结束了。他们不会停的，我感觉他们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对付我们。哦，是吗？刚刚那个猿刃形似乎给擂台上的挑战者下达了什么命令。他站起身后，那个挑战者完全没有闪避，而是硬接下良心的攻击。对哦，依照他们那边的破坏力，就算无法在短时间内击碎良心的攻击，至少也可以躲一下。为什么用剑诀来防御呢？不清楚，但我们没空去想了。明天破天家还会再次发起挑战的，他们整体修为都要高于我们，我们也得赶紧提升修为了。走吧。袁刃行大哥，不好意思，我败了，还败给了炼气5层的。不能怪你，是我确实没想到这个没良心竟可以做到五行术法会其次，恐怕会火属性也不奇怪，且这样的实力却排在末尾，所以我想让你接下此招，感受它的威力。五行术法齐全，他是龙族吗？并不是，是人类。我观察到，在他使用出最后的攻击时，法力急剧减少，这样的情况对龙族来说是不会出现的，应该就是天赋极高的人类。可他却排在末尾。是的，虽然这不是实力排名，但作为倒数总是有原因的。我在想，如果这样的实力在他们这届为中档，那我们的准备是否有点少了？那就说明他们的低阶修士的水平要高于我们的战略便无法进行了。继续试探吧，直到一方达到极限。是。袁刃行大哥，再让我来吧，我了解了他的攻击威力，再来一次，我必能败他。不用了，你的伤还没完全恢复，不宜动手。而且他那一下便耗尽了他的法力，就表示那一招就是他的最强攻击了。既然已经试探出他的实力了，我们也没必要露出全部实力。那由谁来击败他呢？已经有人向没良心发起挑战了。对于我们来说，要了解他的实力也是有必要的。是谁？明天你就知道了。庆竹姐，你的朋友呢？他们没来吗？没来，他们都去修炼了，都想在这段时间让修为再上一个层次。那么庆竹姐你呢？其实我修炼速度本就不及他们，就算我和他们一起修炼，也无法静下心来。再加上良心还在比试，随时可能会有危险，我就更无法安心修炼了。所以我就来看比试了。是啊，对于一些人来说，修为提升和喝水一样简单，对于我们来说却是难上加难。没想到破天家还没找回场子名，他居然来挑战没良心。他作为交换生，竟主动发起挑战，掺和到我们和破天家族的纷争中，难不成破天家族与瑶光疆域内部势力有合作？这或许就是他们隐藏气息的手段。不过还不能下定论，没必要在这个时候给自己多加一个敌人。是因为你东家的人在洞明疆域和瑶光疆域当交换生才这么谨慎的吧？我可不会坐以待毙，对这种不安稳因素，我必须做好准备。妈的，该死的家伙，你迟早遭到反噬。不是吧？为什么都找我呢？还都是炼气6层的，我有这么讨人厌吗？
幻月灵，请多指教了。等等，先别忙指教，我有事要问你。你不是会幻术吗？能不能教教我啊？我可以给你零食。不行，别那么小气嘛。你不教的话，我也有机会去瑶光疆域学啊，那你可就拿不到零食喽。你可以去，但我不会教的。不教的话，我就不打喽。不教便不打，这是为何？嘿嘿，我可是听过你的手段的，用幻术干扰对手，直到对手耗尽法力，那我不打不就可以了？你说的挺对，以我现在的幻术，确实只能将人耗尽体力，但我并不一定要等对面的攻击哦。这是爆炸符，猜哪个是爆炸符吧？不对啊，我感觉不到防御压力啊。啊，这些都是幻术吗？你猜呢？说不定我的爆炸符威力就这么大哦，又说不定我就没扔爆炸符，又或者是这些爆炸是为了掩护真正的爆炸符到你身边哦。又是假的，你这人初看你还挺礼貌的，心怎么这么坏啊？战斗的时候发出这种抱怨，可没人会理你哦。有意思，我必须要学会这幻术。没良心被击败了。是的，那个没良心最终还是法力不足，被判负了。他有展现出其他术法没？没有。幻月灵战胜他的手段非常简单，就是用真假爆炸符消耗。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点，没良心没有什么反抗手段，甚至也看不出他有战斗意愿，最后就草草结束了。这样就够了。练气修为的他能使出5行术法，就已经不是常人可比的了。再使出新术法，就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怪物了。那么接下来由谁对这个花心少发起挑战？由我来吧，我是我们中最后一个练气6层的了。我虽然不是以攻击为主，但对付一个练气5层的应该不成问题。如若他也像这没良心一样是天才的话，逼出他的手段应该还是可以的。良心，你思考什么呢？我被幻月灵打败了，我现在在思考怎么模仿他这个幻术呢。对了，你面对破天家小心点啊，对面可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我知道。花心少，请教。不用叫名了，没人在乎，直接动手吧。虽然我并不是以攻击为主，但好歹修为是高于他1层的，他还是能挡下我的攻击。这家伙的实力也是超过童杰了。又是个实力超同级的家伙，难不成他们这一届实力都这么强？还是排名名单写反了？有一段时间了，他的盾牌攻击应该就是如此啊。很好看。我的攻击无法撼动他的防御，只能绕开了。虽然无法攻破防御，但在速度上他是比不上我的。那好，御物。将剑分离，上面的法力依旧存在，他居然还能做到这样。我的攻击威胁不到他，他的攻击也威胁不到我，但他的速度快过我，我无法限制他。再这样打下去，起码要拖很长时间。既然这样的话，我认输。啊，这就结束了？我还以为会像良心那样有惊喜呢。对面修为明明比花心少高，结果都没怎么打就这么认输了。看上去对面这个人攻击手段不足，发现自己追不上花心少的速度就认输了吧？大哥，不好意思，以我的能力很难拿下他。知道了，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实力，确实很强。若是同级，我也不好说是他的对手。原任行大哥，你不会是在说笑吧？我没有说笑，这个花心少确实是个威胁。可若真的大部分都有像他这样的实力，我们还能实施计划吗？是否真的是大部分都有这种程度，还要继续验证一下。若是都有这样的实力，那高层的计划就失败了。但若是就几个实力强的，还刚刚好就让我们碰上了，我反倒有个计划，可以加速我们达成目的。哦，什么计划？我们现在的目的是逼出他们筑基之下的最强攻击，但我们只要提前让他们的高阶炼气修士集体出场，让他们一起在擂台上与我们战斗就行了。要怎么做呢？示弱，集体示弱。看见我破天家气势汹汹地跑过来找雷家算账，上来却连输4场，你猜对面那些人会怎么想？若真是先乌合之众，那些人的心态应该就会看不起我们了吧？对，要的就是他们这些心态，最好让他们一起上，一次性解决。就算是乌合之众，对风雷2家来说也是很重要的炮灰，断掉了他们的新生力量。到那时，他们应该就会派高阶炼气修士出手了吧？可真的有那么顺利吗？视情况而定吧。花心少被击败，先前的计划照常进行，反之就进行我的计划，这就看我们的演技了。袁辅伦，下场就由你来战花心少了，记住，看情况演得像一点。花心少，你还没走吗？你若还没走，就接受我的挑战吧。
搞什么炼气7层挑战炼气5层的，如此以强欺弱，你们要不要脸？是啊，这还打什么？全让你赢得了呗。是啊。不然呢？实力强的就是可以赢下去。我可没有逼花心少战斗，他可以不战，又不会损失什么。你们也可以不战，也不会损失什么。你们就当我以强欺弱吧。以现在的你们都不是我的对手，那就滚回去修炼吧，直到修为与我相当，你们再来挑战便是，随你们选择。只是没有灵石，没有战斗经验，只能干巴巴的吸收天地灵气，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赶上我呢。我可没说不战。新手，很好，来吧。好大的力量，速度也好快。反应这么快，竟接住我的斧头，顺势将自己甩出去。好，那我加快攻击速度，看你如何应对。砍到他身体了，看来他的防御极限就是如此了。先用攻击对准我的斧头卸力，当我反击时，再借着我的攻击再次将自己甩开。这家伙确实很棘手，让我看看，当我使出全力时，你还能不能做到？将剑扔下了，这是在干什么？不知所谓。对付你这一招，只要不被你打断卸力就行了。这是借力。该死，这家伙真是个威胁。不过也行，以这种方式败给他，刚刚好。哦，厉害，太厉害了！花心少居然击败了高自己2层修为的对手，哈哈，这次破天家还真是丢脸丢大发，带这么多人过来挑事，上来就连败数场，炼气7层的都没打得过炼气5层的，哈哈哈，真是太丢脸了。哎，你说他们就这种实力，说不定我们也能试试呢。不是不行啊，我们的实力虽没有花心少强，但若是真打不过，还可以认输吗？是啊，我感觉破天家族也没那么可怕嘛。新少，没事吧？没事，只是要休养一会儿了。那我们走吧。花心少去休养了，良心也被击败，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轮到我们了？应该吧。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可没有花心少这样的实力啊。废物！你一个7层修为竟败给了5层修为，老大，我只是大意了，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你败给弱者还想要找理由吗？哈哈，真是搞笑！他们带人过来挑事儿，结果自己先乱起来了。这样看，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只是靠着修为高而已。若是同等修为，他们未必是我们的对手。哎，我想到一个办法了。什么办法？我们可以牵手联合挑战他们，就只挑战他们一个。多对1，这可以吗？他们能高修为对付我们低修为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多打1？是啊，他们破天家引雷家指使过来挑事讨说法，结果先拿我们开刀，到最后雷家没损失什么，倒是打压了我们的表现空间。你甘愿受这气啊？当然不甘心，雷家惹出来的事，凭什么要我们承担？对，有些事情不做就什么都得不到。还记得一开始擂台的设立是为了什么吗？那破天家的人说为了战争，我们这边也没有反驳，就是这个意思。1年时间的擂台战，互相挑战，互相组队，没有排名，人数也没有限制，本就是为了找到自己适合的路，将来加入风雷2家其中一家所设的平台。如果我们能集合多人打一个，那也是我们的本事啊，对吧？哦，只要有了表现的机会，到时我们一起加入风家。就算表现不好，风家看到我们这么多人都没有一个加入雷家，这一点也一定会让我们加入的。是啊，我们来这不就是为了得到加入大实力的机会吗？没想到示弱这么快就见效了，还以为要等一段时间呢。嘿嘿，没想到我演技这么好，看来我有当卧底的潜质啊！别笑了，安静点。我觉得能这么快起效果，应该是他们之间的氛围很好吧，在他们身上感觉不到对陌生人的防范，所以他们能很快的联合起来。是啊，感觉氛围很好啊。你们商量一下，谁和我一起去挑战他们？我们来吧。哦，我们之前也合作过，再配合一次应该不难。好，我们就先挑他们之间最弱的挑战，要是打不过的话就认输。好了，他们准备向我们挑战了。哎，不用说了，他们肯定选我啊，谁不知道软柿子好捏啊？不要太认真了，打不过就停手。任行，为什么你不是说让我好好演？难道你真以为我会输给炼气3层的吗？破天家原县杯有3人向你发起挑战，你接不接受？才3人，瞧不起我嘛？
雷圣奇将你们召回，都知道是为什么吧？明白，在擂台上灭了袁任行他们，正好我们也用他们来试试手，看看我带领的雷家修士和风家修士的配合程度。赢了，虽然有点艰难，但是真的赢了。哦，我感觉我们再加一些人挑战高修位的也不是不可以啊。我们什么时候动手？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我们还没和破天家彻底闹掰，需要找一个时机，一个能够让你们上场，在场上直接杀了他们的时机。什么时机？他们现在针对这届学员向我们施压，等到他们真正对这届学员动手，就是你们上场的时机。意思是说，看破天家怎么做喽？是。看到了吗？破天家已经连输好几场了，他们现在只上一个人已经胜不了了，也开始上多人了。怕什么？我们人数多于他们，他们上一个瘾，我们就上5个；他们上2个，我们就上10个；3个就上15个。对，谁让他们故意来这里挑事？真当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不成？万一他们准备将中间学堂这一届灭掉一大半呢？用这一届学员换掉破天家族那一些也不算亏了。雷叔，你们还真喜欢用炼气修士当炮灰啊！等你到了筑基就明白了。风雪，你的修为到炼气5层了。刚刚突破，有几天没去擂台观战了，那边怎么样了？你是不知道，那破天家可丢了大人了，他们现在是谁上谁输啊！那个为首的袁任行也是惨败呀。怎么会？他不是炼气8层吗？炼气8层怎样？我们还是个炼气3层呢，那就是30层啊！因为我们找到了必胜法，他们人少，我们人多，就用人数碾压他们。可能他们根本不会想到我们这么多人会联合吧？这还要多亏了青竹姐啊！来吧，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而且你也可以上场啊！现在我们就是拿他们疯狂连招呢。在这之前，你们每人备1颗暴血丹。搞什么？还要准备这东西？这丹药吃下去可对身体有损害的呀。我自然知道，只是他们之中还有一些人隐藏了修为，我们筑基修为也难以看出。保不齐里面有炼气9层或炼气巅峰的修士，还是要小心点。袁任行，注意了，对面这次有个炼气5层的过来了。话说那个时机要等到什么时候？快了，应该快了。请多指教。怎么才过了几天，这个人就感觉不一样了，不像之前那么嚣张了。风雪实力虽不弱，但他作为偏远地区来的修士，真正接触的修士不多，所以他喜欢上了刚刚接触没多久却令他心仪的青竹，也对其他修士的警惕性不够。风雪，怎么会这样？今早他还和我打了一声招呼，怎么现在就倒在这里了？木镜老师，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来之前就和你们说了吧，死了就是死了。他们是怎么一下子杀了这么多人的？示弱，这几天一直示弱，让他们有了可以试一试的勇气，结果就是这样了。他们居然打的是这样的算盘，那么你们该怎么解决？杀了我们的人，自然是让他们偿命。破天家做这么多，只是为了这样的状况吗？还是有什么后手呢？别任性，你胆子不小，居然敢在我们地盘杀人。那又如何？不就按你们说的，必是发生意外，失手杀人实属正常嘛。是我们说的，你认了就好。那么接下来由我们与你一战，发生意外可不要有所抱怨啊。对，雷圣奇就是这样，吃完暴血丹全力出手吧，将他们直接灭杀。不管他们有什么后手，我也做了应对，内有反制幻术的术法，外有防止逃跑的攻击陷阱。好，就是这样，要的就是你全力攻击，来吧，让我感受一下。但是在这之前，为了防止你留手，我们再逼你一把。袁强货，该你出手了。破天枪诀。只有这一招了吗？算了，不重要，我们也只需一招灭你们。袁破刃这家伙死死地盯着擂台，他的目标就在擂台上。管他的目标是什么，他今天别想离开这儿。父亲，我们成功了。那是什么？雷法攻击没有造成任何伤害，还缩小了。雷法缩小是因为那锁链吸收了雷法的威能，传导到后面的
是那个黑色的法器。不好，雷圣奇，快跑！什么？晚了，元刃行，用完了交给我。糟了，吸收的攻击回击到我们这边了，快躲！不好，就这还想拦住破天刀诀？雷圣奇，快躲，不要防，是筑基修为的攻击。可恶，别想跑！木镜老师，镇山兄，木镜老师，镇山石。镇山兄，为什么你不是和我们一起躲开了吗？古老师来了，我便上前帮忙，你们要小心，对面的攻击如刀切豆腐。杨欣呢？哪去了？原来如此，他们的目的就是这个，来这里测试那黑色法器的吸收、攻击术法的承受能力。它是针对你雷家雷法的。可恶啊！要是这东西不止一个，要是这东西还有更大的，要是那可传导法力的锁链能够连接不止一人。可恶啊！前面给我拦住啊！司亏可以传信了，说凡人所穿戴的机甲可全部投入使用。好。这用水手的是水一宁。父亲还不走吗？一道火墙怎能拦住我们？可没那么简单，我可以过这火墙，但你们想过有点困难。想带你们过去，就需要用这法器，一旦用了，其他方向的雷家修士就会同时攻击我们。这东西可无法同时吸收不同属性的攻击啊！说的没错，这陷阱早就为你们准备好了。袁破刃，将那法器交出来，我可以放你们走。若不然，我雷家修士拼死也会将你们全部灭杀在此。不对，这个冰锥一直都是在特地的攻击我，又威力极小，其他人都没注意到。这是想干什么？是谁在攻击我？不对，这冰锥。雷郭，你真的相信你能置我于死地吗？我这东西针对你雷家的雷法，但对风家的风术影响可不大啊。你在动手时可要想想，风绝会真的会全力压制我们吗？袁破刃，这种挑拨是无意义的。你拥有此物针对雷家，对演员疆域就是威胁。所以从来不是你风家威胁，不是吗？这家伙怎么总喜欢打断别人说话？他们分心了，就是现在。幻境，遭人幻术。冰锥是假的，这是幻术，用融化的冰水作为媒介制造幻术，非常粗糙的幻术。这种低水平的幻术，只要细看一眼就能看穿。等等，原来是他不一样，他原本的术法就是很粗糙。雷圣奇用雷法攻击自己，解除幻术。风家的，我这里有个人需要你来看一下。重新布置陷阱，不要让他们回来。什么情况？他们又在干什么？破刃老贼，你做了什么？你这家伙，我与你们合作，帮你们对付敌人，你们居然连我的人都没保护得了。这是木质替身。你问我，我还要问你们。幻月灵被抓，你们该如何挽回？不要大呼小叫的，幻月灵他不会有事的。还真是意外之喜啊！很好，至少我们有了人质了。说，把你们瑶光疆域与破天家合作的情报全部说出来。风绝会前辈，这么大的事你来问练77的我，不觉得有点太天真了吗？你还笑得出来？你现在的状况若不证明你自己还有价值，就只有死。你不会杀我的，你杀了我就会确定多出一个敌人，你风家人也会有危险。他风家人也有后辈在东冥疆域，再加上这次我们杀的主要是雷家人，对他来说，他反而需要保护幻月灵不要落到雷家人手中呢。这就是你的答复吗？明明是你们保护不周，才让幻月灵落入他们的手中。事情已经这样了，雷郭已死，你也是帮手，这里依旧是他们的地盘，想要在这里救回幻月灵已经不现实了。不如随我到战场上，在那里找机会与他们谈判，还有机会救回幻月灵。你们瑶光宗为何与他们合作？他们给了你什么好处？
前辈，你在问我们为何合作之前，先问问你们的两家的金丹族老，问问他们为什么不像我们这样合作。这就是我们与破天家合作的原因。面对兽族的进攻压力，人族5大疆域内部都是合作大于竞争，怎么唯独你们引援疆域是竞争大于合作呢？你们和破天家合作，现阶段在这里大闹的目的又是什么？破天家现阶段的目的我可不知道，我的任务只是将我的筑基前辈以保护者的身份带到这里来，而前辈的任务也只是帮助破天家撤离而已。只是帮他们撤离，而破天家也只是为了那黑色法器。那是个可将雷法吸收再释放的东西，看上去他们就是为了测试那东西的承受极限来的。从表现来看，至少筑基以下无敌，这对你们雷家可不是什么好事啊！结丹修士不分胜负，就用筑基修士战斗；筑基修士不分胜负，就用炼器修士战斗。我看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带着那黑色法器进攻你们雷家领地了。风绝会前辈，风家与雷家怎么说也是同为引援疆域的势力，而你就是同雷国一起负责这一块区域的筑基修士，雷家势力受损，对你也有影响吧？雷胜定小友，你放心，我风家绝不会袖手旁观的。只要破天家攻打你雷家的势力，我风家一定会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予你们适当的帮助。风绝会这家伙，看来不等到雷家势力真正遭受重大损失时，是不会出手的。幻月灵，既然你们与破天家合作，是知道破天家的下一步动作的吧？告诉我，他们会进攻何处？怎么这种事也问我？你们雷家自己没准备吗？快说！我是听到一点，好像是你们雷家刚刚派了3个新人管理的地方，那3处地方距离不远，周边还有一座城，他们就选择进攻那3处地方了。你刚刚说什么？3个新人是3个女子吗？对我客气点，我现在是人质。快说！你关心性别做什么？好像是3个女性吧？花心少，你知道什么吗？3名新人还是女性管理的雷家势力，那地方刚好是疆域边缘，又靠近洞明疆域和瑶光疆域，那地方就是我家乡黑城啊！该死，该死！怎么偏偏是在黑城？那破天家好死不死的，怎么选择进攻那块区域啊？我风家有不少人在那里查大能机缘啊，赶紧派人随我一起前往黑城。妈的，这种事怎么会牵扯到黑城那边？万一破天家也知道了那大能机缘的事？不是万一，是一定会知道的。可恶，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家族冲突了，而是关心到家族未来兴衰。你不用跟我来，你去通知家族高层，让他们抽出一些人手，再派一些筑基修士过来，到时我与你在黑城会合。颜真兄、碧水兄，这是我们家乡的事，你们没必要跟来。对你来说只是家乡的事吗？镇山兄呢？他的仇不报了吗？是啊，我们是为了替镇山兄报仇。我们知道了敌人的位置，岂有不去之理？我明白了。花心少，你先停一下。水一宁老师，火奔老师。为什么要停下？我的家乡马上要发生战争了。我不是来拦你的，只是告诉你，这里去黑城那地有近1个月的路程，你光赶路修为是很难有任何提升的。我会提供灵船，将你们送到那里，你们正好在船上提升修为，否则以这样的修为到那里也是白费力气。对不起，老师，我太急了。我理解你的心情，对我来说，我也是有仇要报的。是啊，对他们2人来说，木镜老师和涂老师也死在了那人的刀下。和我走吧。众修士开始齐聚黑城，而在黑城战争开始前，黑城中一处小酒铺发生了一些事情。各位客官，今天我要提前关铺。关铺？今天怎么这么快啊？我之前不是说了很多次吗？过不了多久我就不卖酒了，可能哪一天就会关铺走人，就是今天了。啊，那以后不就喝不到这种便宜又烈的酒了？不会的，来，这原配酒方就交给你们，你们去做这样的酒吧。吞老板这么大方，居然把秘方给我们。给你们。谢谢吞老板，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3位观察了这么久，不如坐下来聊聊。3位站在那么远，什么也不做，有什么意义呢？不如靠过来坐下，好好聊聊。这么警惕做什么？你们在提防谁呢？不，还是有人愿意坐下聊聊的。
原来如此，你们两个是在提防这个黑袍啊？那你呢？我什么？你也是修士吧？也是炼气期，他们两个炼气8层修士都在提防我，你为何不惧我？我都不知道你的修为，为何要惧你？那你为何不惧他们？两个炼气8层的在旁边，你却依旧淡定。我见过的修士也不少，筑基修为的也不是没有，为何要惧他们？你看不出他们盯着你是有目的的，这样你也不怕吗？那我不应该怕，而是感到疑惑。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盯着我。我虽是修士，可我就一个卖酒的，我哪知道发生了什么？你不知道他们因何而盯着你？不知道。哦，是吗？那要不你回忆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说不定我能帮你找一下问题在哪呢？糟了，这个人他也要掺和到大能机缘的事件中了。好啊，若是你能帮我找到问题，我当然愿意。我先问一个问题。等等，在问问题之前，你能不能先脱下你这黑袍？不然我也没法信你能帮我解决问题啊！你跑了怎么办？很抱歉，我可不能暴露身份，不然我也没必要穿着这身衣服了。那我可不能信你，我都不知道你是谁，我又怎敢请你帮忙呢？不敢啊，那就没办法了。筑基修为，你不配合，只好将你带回去了。回去后我再慢慢了解风雷两家盯着你的原因和你背后的秘密。你倒是挺淡定，腿下软了吗？那就最后问你一次，回答我的问题。不。该死，居然被破天家白白抢走了关键人物。这个人不是攻击术法，我们还有办法跟上。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上吧。我是真不太了解你们想要知道什么，我也不是不愿意说一下最近发生的事，只是你们非要硬抢的，那我也只好离开了。本来不卖酒的原因就是不想牵扯到你们的战争中，现在看来只能提前离开了。虽有一些疑惑，可你们也不说，那就只能算了。这是什么人？怎么会有如此能为？从没见过的术法，压制术法却不破坏，这种能为，我知道的筑基前辈都做不到如此。难道说他是结丹修为？结丹修为？怎么可能？这世间每个疆域的结丹修士数都数得过来，怎么会有结丹修士在这小地方卖酒？怎么会？之前怎么没发现？在战斗时才察觉到。他散发出的是炼气修为，可是几层？为什么我看不出他是几层修为？时而修为涣散，为炼气最低；时而气势饱满，接近炼气巅峰。这是什么情况？从没见过的情况。前辈，先等一下，我叫袁守坤，后天家族人。前辈有何问题，我必当全力解答。是吗？愿意好好谈谈了。是，请前辈见谅。请前辈原谅我等多日的冒犯。不，你们也愿意谈谈了。现状非常奇怪，吞并没有展现出杀意，也没有要求一定要做什么，但他们三人脑子已经乱了，最终还是听话的坐在一起。来吧，喝口酒冷静一下。桌子被打碎了，你们就自己拿着吧。对不起，你们先别对不起了，我确实想问问，你们为什么盯着我？前辈，是关于您的酒。您知道陈海吗？哦，知道，这黑城原3大家的陈家少爷，可他前不久死了，陈家也被灭了。是啊，奇怪的是，在陈家被灭的当天晚上，陈家的后院发生战斗，战斗痕迹一直从后院延长到主干道，又转到地下通道中，最后发生在郊外。这些战斗的地方为什么都有您的酒在？这就是我们查到你的原因。哦，原来是这样。是，您能解答是为什么吗？这倒是很简单，那时我的酒意外爆火，很多人都没尝过这种烈度的酒，随之就在黑城等周边地区大卖，把我多年的囤货都卖光了。当时不少有钱的城防士兵都想喝这种酒，所以酒会出现在这些地方也不奇怪。就只是这样。是啊，有些事情就是很简单。倒是最近发生了一件很复杂的事，让我很困扰。什么事？前一段时间蜜蜂被偷，多处酒坊联合做局，都酿出了这种口味的酒。他们甚至以此为基础还加以改进，搞出了不同口感的酒，卖得比我还好，把我的生意全部抢走了。可我也不会酿其他的酒，最后他们将我这种口味的酒低价销售，逼得我不得不跟着降价卖，然后生意不景气，只能放弃了。最后被人评价说我被资本做局了。不是，就因为这种事困扰了您？是啊，生意这玩意儿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明白啊。不是，怎么是这种无聊的问题啊？无聊吗？有人可是研究了一生都没研究明白，这怎么能说是无聊呢？啊，不是，我是说陈海呢。刚刚的关键人物不是陈海吗？他们是因为陈海的事牵连到你，那他们为什么要查陈海？您不想知道吗？啊，不
是，别指我，我不是，我是跟着他来的。我们查到，一开始前往中阶学堂的名额是陈海，而陈海又在战斗当晚失踪。这种奇怪的事，我们自然就查到陈海上了。原来是陈海失踪的问题啊！前辈，你知道吗？陈海应该死了，可能就死在郊外。应该死了。应该，也难怪你们会调查的。他在低阶学堂考核前只是普通的炼气1层，在外出1个月回来后，性情大变，修为也到达炼气4层。这种情况在外人看来确实是特别奇怪。那么说，前辈您知道是为什么吗？我知道，是夺舍。夺舍。陈海外出历练时被人夺舍，修为暴涨，在低阶学堂考核中也杀了不少同学，但当晚却因夺舍灵魂与躯体不相配，导致精神错乱，不分敌我，大开杀戒，陈家因此被灭。你是说，是陈海杀了自己的父亲？是啊，精神不错乱，能这么干吗？好像很合理，对吧？他一路发癫，从陈家疯到郊外，这一路瓶瓶罐罐和路面建筑都被他破坏了。修路这种事是凡人来做，可是太臭了，到现在都没修好。之后他疯到郊外，然后看不到踪迹了。我想大抵是死了。就只是这样吗？只是这样，信不信随你们。或许你们想得到的答案本就是个错误。错误。如果你们还不信，那就等你们的争端结束后，去这个地方找我吧。这是什么地方？一个普通的山洞，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等争端结束了，我才会出现在那里。什么争端？你没感觉吗？后天家的筑基修士出现在这里，少不了争端，战争恐是一触即发。可若是追求的东西是错的，还有打起来的必要吗？真正要打起来，不是一个误会就能解决的，代价、利益、仇恨，不分出个结果来是不会停的。不过，我想这种事信不信不是你们说了算的。等你们回去后，将这段话和地图传给你们高层，让他们做决定吧。兵爷，看下面，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新管理地区那边的凡人。说明缘由，你们来这里做什么？是洞明疆域那边派军队攻过来了，那管理地区还没有任何准备，就被打下来了。被打下来了？那地方的修士呢？那也是刚来的，修为不高，被抓了。修士居然都出动了，那好，我去通知我们这边的修士，情况属实就让你们进来。好，谢谢兵爷。你们那边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听说是大败，那个新管理者说出动了大量修士，可为什么只有你们这些人，其他凡人呢？看见大量修士过来，我们的将军就知道一定打不过，就让我们先来黑城通报你们，自己带兵拖住进攻。是这样啊，我观你们也没有修士的气息，那就和我进来吧。谢谢仙人，谢谢仙人。仙人，这是为何？为什么将我们围起来？修士轮得着你们凡人对付吗？还你们带兵拖住？我看你们是对面凡人军队派来安插黑城的奸细，等我们与对面修士战斗时，你们趁机打开黑城大门，断掉防御阵连接点，是与不是？将他们带下去，关入大牢。啊，原来真是这样。凡人对凡人，修士对修士，由下往上打，下者都是上者的刀，刀坏了才会肉搏。那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办？告诉你，这种小城的修士防御阵就像我们家的破木屋，门一关，小猫小狗还能防一防，小老鼠可就防不住了。没精力防的，我们跟他们拼了，在内打开黑城城门，让兄弟们进来。还敢当着我们的面上俩，找死！盔甲，好硬的盔甲！大家不要慌，能防住枪刺的盔甲一定很重。我们拉开距离，对准他们的头，先冲出去。你们这些凡人倒是挺有本事，居然还能反杀那些士兵，是靠这身上的盔甲吗？看着确实很坚硬，难怪新管理地界那么快被攻破。不用急，下一个就是你了。是吗？怎么会？蠢货，还以为我们是普通凡人呢。兄弟们，去开城门，无论何人阻拦者杀。无论何人，仙人不是告诉我们尽量只杀修士吗？笨呐，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想继续用凡人穿戴盔甲和机甲，数量是有限的。其他凡人穿盔甲打得比我们猛，操作机甲比我们好，怎么办啊？告诉我。我明白了，听见了吗？不管什么人都杀了，问起来就说是没办法，反抗意志太强烈了。元所坤前辈，城门打开了。好，发动号令，让那些凡人全军出击。
怎么回事？对面用的什么手段，让修士都拿凡人无可奈何？是盔甲和机甲，材料虽轻，但内部有法力加持，凡人无法攻破。修士呢？困术倒是可以限制他们的行动，但攻击术法会被那材料吸收，这导致没办法伤到那些凡人。难道没有极限吗？有极限，但他们后面都会链接一条锁链，达到极限后会通过锁链传导到后面的一个法器内，之后我们当即停下烧，感觉要是再动手会有不好的事发生。前辈，陷阱已经布置好了，就等他们攻过来了。没来福，花有完，现在我们只能用陷阱对付他们了，用术法操控陷阱战斗，若是败了，我们就只能撤退了。各自珍重。哎，怎么回事啊？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要离开啊？听说被攻破的城门是以前陈家管的，可陈家没了之后，那个城门的修士水平不太够啊。城主大人，我们还能回来吗？能的，只要打赢了，我们就能回来了。可我看到我们的修士在后退啊，能打赢吗？他们是在掩护我们撤退了，我们只要不扯他们后腿，他们就能发挥全部实力了，到时一定能把对面打得屁滚尿流。真的吗？哎，真正的情况是，一旦凡人没有利用价值，连路边的野狗都不如啊！之后该怎么证明我们的价值呢？请问你是城主吗？是，请问你是？你先不用问我是谁，我知道你的困扰，关于自身价值的事。你怎么知道？同为凡人，我自然明白。可是知道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有办法。我知道。等等，你刚刚说什么？我说我有办法，你想听吗？怎么会这样？明明所有情况都做好了预设，大型机甲用土道陷阱，盔甲士兵用木道限制，还有火药阻拦了他们的进攻。可为什么会出现筑基修士啊？不行了，这种情况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撤吧。这个筑基修士不知为什么没有动手，我们就拼一把，好吧？洞明疆域这次行动居然调用了2名筑基修士，他们和瑶光宗联合了，才能不派人提防瑶光疆域方向。可知道了又能怎样？关键在于那个可吸收攻击术法的法器，若是解决不了，就算雷波没死，也拿对面无可奈何啊。那么你们观察了这么久，可有解决办法呢？元所坤，就是现在。还真让元所坤前辈说中了，果真有后手啊！风行武回去后，听我向风爵会问好，告诉他风家欠我一个人情。你们居然还在和瑶光宗合作，不怕我们杀了那人质幻月灵吗？那你也得有能力将消息传出去再说啊！而且你们最好杀了瑶光宗的筑基修士，就能确定帮我们了。这雷圣谱就交给你了，你自己小心点，就用它来交换幻月灵。那这段时间我不会再帮忙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远破人，黑城已经拿下，但我并不准备继续进攻，而是在黑城驻守一段时间。因为在黑城似乎有一个秘密，有一个神秘的修士，我不是他的对手，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还有风家和雷家也和那个修士扯上了关系，叫什么名字？名字叫托恩，好像和吞仙君发音相同。总之，那人说事情结束后会在一处地方等我们，他给我的地图就在我身上，此时还需要你赶紧过来一同决议。喂，你就是发起战争的领头修士吗？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高手，竟令我察觉不到修为气息，原来只是凡人啊！是凡人。怎么看你这流泪的样子，是在为你家人哭吗？是为我的家乡而哭。那么你一个凡人该怎么做呢？投靠我，还是找我报仇？我倒想看看你怎么做。你马上就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袁所坤居然死了，他可是筑基修士，是谁杀了他？幻星灵，你和他一起行动的，你难道真不知是谁杀了他？不要用质问的口气与我说话，我只是炼气7层，他怎么死的我怎么会知道？搞得像是我杀的。袁破忍，我们已经足够帮你了，你也不要想着再将我们牵扯进来，剩下的你们自己解决吧，我们还要与风家谈判呢，就不与你们为伍了。我们走吧，用雷圣卜与你师妹幻月灵交换。袁破忍前辈，袁所坤前辈死之前不是与你传信过吗？
他在死前可说过什么？他说黑城没有表面这么简单，他在这里遇见了一个看不透修为的修士。看不透？难道就是此人杀的袁所坤？不确定。他说当时那神秘修士旁不止他一人，还有雷家的雷圣卜和风家的风行武，他和那2人一起攻击了神秘修士。那修士只用一招便将3人击退，可没有动杀心，反而是转身就走，好似不愿掺和到此事中。竟只用一招败了2个炼气8层和1个筑基修士，这样的话，战争还能打吗？不要慌张，袁所坤是不是神秘修士杀的还不确定，毕竟他也没有帮风雷2家。别忘了，我们发动战争是为了什么？若是我们这次战略行动失败，就会死更多的人。不好意思，我影响军心了。这不算影响，面对这种未知的情况，警惕性是应该要有的。只是现阶段必须得搞清楚这种未知因素。父亲有线索了。袁所坤最后说，那神秘修士留下一张地图，他说会在事情结束后出现在那里。事情结束后是指黑城战争吗？不确定，但不管如何，那人在不在我都要先去那地方看一下。在全军进攻前，必须知道是什么人杀了袁所坤。思亏袁所坤死了，只能由你代替他的位置，用丝线连接凡人大军，配合东线一操控这阴阳宝匣了。是袁任行，你们赶紧回去休养。我们这边死了一个筑基修士的消息，可能早就传遍了，对面极有可能趁机偷袭。在我回来前，不要擅自进攻。明白了，各自准备吧。父亲，你没事吧？没事，没有受太重的伤。2位叔叔，我父母哪去了？在下层，修士亲属层，他们应该没什么事。谢谢。其他凡人呢？也在下层吗？下层的地方够吗？他们知道自己没资格上船，城主就带着凡人继续远离战场了。只是还有一些凡人围在这灵船下面。良心，这是城主给你的东西。他说有个人希望城主替他转交给一个叫良心的人，城主就交给我了。哦，原来是他啊！一个腐烂的小东西，这是什么？藤蔓的一个小角，他也是你认识的人哦。我认识。对，还留了张纸条，他知道我们会回来，自己会在靠近以元疆域修士的人群中等我们。哎，那不就是在灵船下面吗？换光阴，我们该谈谈交换人质的事。风爵会我倒是认识了，你又是哪一位？雷家九子老五，雷圣卜。雷家怎么这么多儿子？还有多少个没出来？现在是讨论这个问题吗？雷圣卜在哪？别急啊，雷圣卜就在周围。在这之前，我得确认一下幻月灵在哪。但是不是你雷圣巫告诉我，应该是风爵会告诉我，毕竟幻月灵在他手上吧。雷圣巫想要和我谈，你得有的谈。没有人质的你，凭什么出现在这个地方？轮不到你来问。你若还想要幻月灵的命，就老老实实交换人质，别耍什么小手段。风爵会，你在搞什么鬼？幻月灵在你手里吧？怎么被他主导了？真是够了！连续不断的信息轰炸，机缘的重点又变成了神秘修士。那神秘修士居然有着那么强的实力，已经完全不知道是真是假了。风爵会如何处置幻月灵，由我来决定，不然我不介意将那神秘修士提供的地点让幻观音也知晓，让知道秘密的人再加一个。你这家伙是想破罐破摔吗？就是破罐破摔，我雷家损失足够大了，老七死了，不能连老八也没能保下。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选择？那个神秘修士有着可以一招败筑基修士的实力，又没有表现出是任何一方，万一被他人招揽，对我们都没好处的。你就为了你弟弟不顾你家族的兴衰吗？我雷家兴衰轮不着你来问，我只要我弟弟，大不了一起倒霉。你这家伙，哼，好了，就这么办吧。那幻月灵就继续放在你那吧。算了，反正人质又不是我封家，我何必在此较真呢？幻光阴，你手上的人质是我雷家人，你问他作甚？难道说你手上的雷圣卜是假？既然如此，我现在就杀了幻月灵，大不了一换一。哎，停，是真的，是真的，我让他醒过来。五哥，那就好。你 TM 疯了，一言不合就杀人质，你是不是来救人的？自然是来救人的，你别那么多废话，交换人质，把雷圣卜交给我不就行了？五哥要小心，风家应是与破天家合作了，他们故意放走了风行武。我知道，但是不用想太多。风家作为以元疆域大势力，宁愿雷家弱势，也绝不可能与破天家合作，让其他疆域大势力抢夺资源，这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破天家应该只是尝试挑拨我，这还有挑拨的空间吗？但我可以利用这一点对付一下不知情况的幻观音。行了，别再拉扯了，赶紧换。你们居然！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他的，只希望你不要再插手这次事件了。我本来也没想，这可说不准。可恶，这风雷两家果真和破天家说的一样，危机时就合作，要他们出力时就互相竞争，真该死。
换观音这边解决了，剩下的就是黑城战场和那个神秘修士的事。战场的事情由炼气期的去解决。有人看到破天家的元所坤死了，袁破刃不可能什么都不做还要继续进攻，他极有可能会去地图上找那个神秘修士。但是那个人说事情结束前不会出现的。那个人会不会出现不知道，但袁破刃一定会出现。袁破刃找不到人，总不可能一直待在那里，等他不在时，我们便可以埋伏陷阱，等他再次回到那个地点。如果他发现了陷阱不敢进入，他就无法阻止我们见那位神秘修士了。对，无论如何都是我们占据优势。哦，胡不屈，你果然没死。金少兄，良心姑娘，好久不见了。那晚上是不是良心救了你？主要我都不太好问。是，不过这种事还是你们自己回去找机会问吧。我没打算叙旧，是有情报说与你们听。情报？不知有没有一个消息传到你们那？一个筑基修士死了。这个消息我们知道，是破天家的袁所坤，是我杀的。胡不屈，我现在提供的情报是，他们有一个叫袁破刃的筑基修士会调查他的死因，而离开黑城很长一段时间。也就是说，黑城现在应该直接少了2位筑基修士了。这就是我提供的情报，接下来如何做，就看你们修士自己了。我还有事，先离开了。等等，胡不屈，怎么了？你说你杀了筑基修士，你是怎么做到的？这种事我是不会乱说的。我不是不信，我是想，你作为凡人，要做到此事，必定有所牺牲。你付出了什么代价？代价嘛，那就是你们该做你们的事，我也有事要做。我感觉到他已经变了，不是我所认识的胡不屈了。我们不能辜负他的牺牲，必须要战了。而我也想到了如何战斗。刺杀？对，对面莫名其妙死了一个筑基修士，那袁破刃一定会在进攻前先查明真相，那就会有一段他不在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实施刺杀。可是因为那个黑色法器，连正面战场都不一定打得过，所以用刺杀来避开对方的正面进攻。他们的筑基暂时不在战场上，就不会主动进攻。我们可兵分2路，一路在正面战场四处对敌，用非攻击术法战斗，以破坏他们的凡人大军，牵制那黑色法器为主。我们不断的骚扰，就算他们防守，也不会看着凡人大军一直受损而不还手。毕竟他们要靠凡人大军穿着这些盔甲机甲进攻。见此情况，袁刃行他们一定会出手，这就是刺杀的关键了。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坐着灵船过来的，状态饱满，他们一路赶到这里几乎没怎么休息，这种状态不佳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刺杀时机。原来如此，他们为了阻止我们骚扰，必定要分开战斗，在这时间将他们逐一击破。没了炼气修士，凡人大军也就不足为虑了。对，这个机会一旦错过，等他们休养好了就来不及了。这种计划不是没想过，可是由谁组成刺杀小队呢？光有战力可不行，还需要应对多种情况的手段，毕竟对方有不少炼气期8层修士啊。有，就是由我和花心少2人担任刺杀任务。只有你们2人，良心你怎敢？良心，新少兄，你们确定要这么做吗？就算对面状态不好，但修为还是高过你们。是呀，也不要把对面想得太简单了。你们算是孤军深入，没有人能够支援你们，也极有可能会被反包围啊。不用担心，我们心中有数。心少，如此危险的事，就凭你怎么可能？良心，有一件事情我要和你说。老爸，这个时候有什么事情？不会是劝我的吧？不是关于你母亲的事，你母亲是被我害死的。我之前和你说你母亲她是死于洪水，但我一直没和你说，是我让她提前回来的。当时她还在青山门那里以受阻为主，我担心她安危，于是写信传令让她赶紧回来。可就是因为她回来的早，恰巧遇上了洪水，因此你母亲是因为我的干涉而死。我并不是要劝你，我是想说，我和你母亲不在同一个地方，就如现在的你们与我和你花有丸叔叔也不是同一修为一样。来福，你这家伙！我说完了，你们自己决定吧。来福，良心，花心少。好了，行动现在就开始吧。没有丝毫进攻准备，看上去他们真的是在等待着什么。那我们确实可以尝试进行骚扰了。想要真正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光靠骚扰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着能够威胁到他们的术法才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反制他们的那个法器，再多骚扰也是无意义的。盐针、避水，关键还要靠你们准备的那个术法了。我们先掩护你们。放心，我们已经尝试过很多次了。他们要是连那种术法都能吸收的话，我们还是早点撤退算了。别耍嘴皮了，小心点。好安静啊，除了凡人的嘈杂声，没有一点术法的声音。确实有点不对劲啊，难不成他们也在酝酿着什么陷阱？有这个可能，我们也得做好防范，等老师他们行动吧。黑城东边，真是，就算有盔甲吸收了水道内部的部分法力，这些凡人也无法抵抗水柱。毕竟凡人遇到洪水都很难存活。
又出现在那个地方了。他的目的就是这些穿着盔甲的凡人。被他们抓住弱点了。那些凡人本来就是用来对付低阶修士的，如果只是坚守，凡人就变成了拖累。但这些凡人又不能不救，走。凡人无法抗衡水柱，动用机甲。这就是梅莱夫说的巨大机甲吗？一共有4个，真是麻烦啊！先等等，他又跑了。这种打完就撤的行为，应该是在掩护另一方的行动。那么，他们下一次攻击应该是在正对面。果然如此，是水一宁和火奔，他们在搞声东击西，而且那火术没有攻击盔甲士兵，而是对着地面释放，他将地面破坏，限制那些凡人的动作。那么下一步，他们应该就是用食物攻击那些凡人了。第2个了，他们应该是在4个方向分别安排这种巨型机甲，银是专门用来防守的。你们先撤，后续再寻找机会。第3个了。那水一宁又在第3个方向发起进攻了，但每个方向都有一个机甲镇守，他们想找出漏洞可没那么容易。可是如此下去也不是办法，凡人终究能力有限，撑不住他们这种骚扰攻击。这样，他们只有2个人能够做到这种程度。那我指挥3支机甲，兵分2路，先用1支机甲限制水一宁，其他2支围杀火奔，剩下的1支就留在凡人当中，让凡人躲在机甲周围。你受累，随时注意他们可能会释放真正的攻击术法。好。怎么回事啊？有敌人打过来，怎么让我们原地不动啊？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之前筑基修士都死了，难道是传说中结丹修士过来了？那怎么办啊？结丹修士都来了，我们还不跑吗？跑哪去？离开了这丝线的连接范围，盔甲就没用了，到时候谁都保不了你。凡人们，你们还是跑吧，你们不该掺和进来。你什么意思？你凭什么叫我们做事？让你们见识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东边方向的机甲居然被破坏了。什么？他们是用什么术法攻击的？是水火融合术法，还是经典的属性相斥术法？消息发送，希望新少兄那边小心点吧。想要新少兄那边安全，就需要我们这边给足压力。当然。怎么样？保护你们的机甲也挡不住我们的攻击，还不跑吗？怎么办？要跑吗？跑啊，当然要跑啊！仙人说这个机甲能挡筑基的攻击，他们居然都能破坏，这肯定是结丹修士啊！可是我们要是跑了，以后还能在哪里生活？现在不跑，命都没了，还想以后的事？赶紧跑啊！这么夸张吗？都把我们形容成结丹修士。凡人知道的太少，只知道大概，别管这些了，继续攻击，彻底破坏这个机甲。我哥受伤了，他让我暂时替他看着战场情况，准备随时出手，不知风行无凶。黑城对我封家已经没有价值，那法器对我封家来说也没有多大威胁，我没有必要出手。你想出手，你就自己找机会吧。可恶，水火融合术法是什么修为？是炼气修为，但是他们居然将这2种术法融合得很好，没有互相排斥，没有办法吸收吗？这种情况下，我需要操控机甲，将他们的攻击术法分开才能吸收，而且很需要耗费精神力。现在我要静下心，静心操控机甲。好吧，我来为你护法。只是另一边的敌人怎么办？我拖住，先让袁任行他们动手，解决东边方向的敌人。袁任行，东边方向需要你派人将他们解决。动手前，让他们穿上盔甲。在那个方向吧，袁强虎，由你来解决那个方向的敌人吧。任行，你继续休养吧。有人出现了，是那个原枪货。很好，找到目标了，我们跟上去。你们真以为我们不知道有人潜入进来吗？故意不发现你们，就是为了让你们自己进入这陷阱中，而我们的人已经等候多时了。锁链困术。这下你们就跑不了了，先杀了你们再说。谁说要跑了？风术啊！我的眼睛！可恶！你们这2个家伙还没完呢。小把戏，魂术震。怎么可能？情报有误。走，发送完消息，继续躲起来。
原枪破。好，新少兄，他们成功了。我们继续增强攻击威力。坏了，他们已经能够吸收我们的术法了。怎么回事？他刚刚才出动的，不出一刻居然死了。看上去战斗时间没有多久便结束了，而且盔甲没有起效果，杀掉他们的似乎不是攻击术法，却又不似武器的伤口。难道是他？花心少。花心少控制法力的水准很高，可将法力形变后战斗却不释放，从而不会被盔甲吸收。袁任行，没时间想了，由你们杀了潜入进来的人，我来帮你们找他们。这个隐患必须除掉。这么大的牢笼还开始收缩了，他们想用这个术法抓住新少兄他们。那我们这边就要给足压力了，全力释放，必须赶紧摧毁这个机甲。他们居然有这种术法，花心少他们危险了。那我们也得对他们造成威胁了。结果如何？那边什么情况？有了机甲防御，还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吗？不要多想，你们现在的任务是赶紧找到潜入进来的人，将他们杀了。继续寻找花心少。为什么那边又出现了水火融合攻击术法？威力比起东边大了不止1倍啊！不可能啊！若是他们有这种手段，为何还需要派人潜入进来呢？正面对敌也不会输啊！你在说什么？他们已经有这种手段了，只是现在有需要就用出来而已啊！你在学堂的10天，一直没发现吗？学堂？难道说是那个人？难怪没有正面对敌，因为那人修为太低，需要人保护。若是正面战斗，一定会被发现。但我们成手势，就变成了我们在明，他在暗，这下真的是陷入被动啊！杨欣，西少要小心啊！谁？什么人？可恶，那人的修为水平很低，我将他漏算了。没想到他会发挥出这么大的作用。东线移，我和你一起顶住他们的攻击压力，只防不攻，超出承受极限随便放出就行。现阶段我需要加快丝线牢笼的收缩速度，先将下面的敌人除掉。他们增强了控制能力，机甲又能防住我们的攻击了。这下就是双方拼极限的时候了。老大，我发现了，在那里，果然是你，别想跑！是谁？是那个没良心，他又搞这种骚扰把戏。献媚，先停手！你在干什么？刚才你在对着我们胡乱攻击啊！什么？我攻击的是你们？对呀，你打碎冰锥后，攻击就没停下来过，还好有护盾挡住，不然我们就被打到了。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刚才的墓道吗？还是只有我一个看到了？你是说对面还会幻术吗？可恶，难道原枪货就是败在这一点吗？情报有误，他们隐藏了实力。袁继一，你来逼出他们的位置。呵。在他们出来前，不要停止攻击。在这有限范围内，面对攻击，他们不可能有精力一直维持幻术的。老大，他们出现了！不要停，极有可能还是幻术或者是替身。果真如此，现在攻击还太早，等牢笼继续收缩，逼出他们真身的时候，我们一起出手，将他们一击必杀。不断的攻击试探，多次出现的幻术和替身，使得袁任行等人神情都非常紧张，内心焦躁不安，都在观察的敌人真身出现，好直接出手灭杀。就像房屋中的巨型老鼠，哪怕已经将逃生路线彻底封死，老鼠已经退无可退。可在抓到老鼠之前，老鼠越靠近，手就越颤抖。这次终于出现了，他们在两边，你先用盾防住一边，其他人和我一起先解决另一个。这速度，这诡异的身法，竟然！不好，献媚，快躲！袁任行，你杀多少，我还多少。
什么情况？下方又死了3个，袁任行他们明明找到人了，却被反杀了吗？花心少，我要你死，给我偿命！这话还给你，你杀了我的朋友，我就杀了你的朋友。你杀多少，我还多少。听你练气7层，好强的力量，速度也好快。力量、速度都没他快，只能靠身法了。糟了，力量、速度、身法都不是他的对手。那么我唯一能利用的优势就是他的愤怒了。攻击力度减小了，别想去帮忙。哎呀，真是奇怪，他是怎么知道我的位置的？我是不会让你过去的。都吃上丹药了，说不定他之所以知道我的位置，根本就没什么办法，只是用2面护盾，一面拦着我与袁任行的直线位置，一面拦着花心上。你们都要死在这儿，为我朋友偿命！哟，哭了，我倒想看看你和袁任行护的鸟哪一个。愤怒就是我能利用的点，我与他不同，他的朋友刚刚被我所杀，他现在正是怒气爆发之时，而我不是没有怒气，只是我的怒气在这10几天已经被压抑在心中，所以我比他更冷静。他的力量我已感触，他的速度我已熟知，得想办法削弱他的力量。愤怒的他一定会有破绽。有了，虽然我现在无法跟上他的速度，找不到他的破绽，但我可以制造一个破绽。我知道你想将我千刀万剐，那我这手臂就给你了。用我的手臂预测你下一步动作，你的腿我就收下了。糟了，袁任行的生命迹象也不稳定了。下方发生了什么？死鬼，给我腿部止血！什么？你说什么？我说给我腿部止血，快点！袁任行，你在做什么？你的朋友已经全部死了，这种危机情况你为何还要在这儿？应该撤了啊！要逃你们逃，我不想逃，我必须要杀了眼前这个人。不好，有人与他传音，不能让他冷静下来。袁任行，受死！不好了，情况有变，我们要撤了。撤，不说进攻，反而是要撤，那我们之前的不是白做了？现在不撤，那才是白做了。袁破任一时不在，他们便趁此偷袭过来了，这真是我们的弱点。我们先撤，将这次收集的情报传给大部队，再做打算。可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袁任行他们出事了吗？他们可能会葬身于此。防得这么辛苦，可有好好提防身边小碎片啊？袁任行，老夫来帮你。哎，算了，只能先放弃这些了，毁了吧。等等，那里的丝线牢笼好像停止运动了。不好，停止就代表要攻击了。花心少那边危险了，我们的压力给的不够了，直接过去吧。他怎么回事？2位老师那边怎么断开了？哦，看来我们的攻击起效果了。那边的牢笼停止运动，这个机甲也快支撑不住。是这样吗？佛管，现在我们直接破坏这个机甲吧。不太对，颜真，快躲！难怪你每次反应都慢一些。糟了，颜真！有点后悔来了。好了，我终于找到机会了。雷圣定，还有我们。
良心，洗手！洗手！你青竹不碍事，我已经止血。颜真也，算了，这是他的选择。作为修士，需要随时有着死亡的觉悟。有点后悔来了呀。火奔老师，我想颜真当时确实做好了觉悟的。是吗？那就好。可能不太好。良心，你没事吧？我刚刚趴在地上，听到了北边方向有大军压境，大军应该也是由这盔甲士兵、巨型机甲组成，数量为10倍之多。东线一居然死了，袁破刃在搞什么？这么大的优势还能败吗？算了，只能让大军全军出动了。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情况。10倍数量？怎么会？难道还有至少40只巨型机甲吗？想要入侵一个大疆域，仅靠黑城这些数量是不够的。袁破刃带领的可能只是先锋部队。那我们快走吧，万一那个袁破刃回来了，我们就跑不了了。对，走吧。面对这种数量的大军，凭我们练气是对付不了的，只能请风家筑基修士来对付了。良心，有件事情拜托你。经此一役，引援疆域之后，风家起事，雷家要示弱了。这么看，破天家的目的好似就是为了打压雷家。不知雷圣定少爷可知雷家要怎么做呢？雷圣定哪去了？良心，新少呢？新少哪去了？为什么这个新少是替身？真正的新少哪去了？他刚才与我传音，让我制造他的替身，就是希望你不要担心，他马上会回来的，马上会回来。他到底去哪了？他去阻挡敌方大军了。阻挡敌方大军，他一个人？他说他有能力撤退，若你希望他安全，就由他自己一个人面对万千大军吧。修士对修士，凡人对凡人，破天家如此大动干戈，让凡人穿戴盔甲进攻，就是要让修士对凡人无可奈何，在战力对比上获得先机。也就是说，如果有办法能够以最小的代价破解这盔甲大军，让他们失去战略意义，或许可以阻止他们进攻。至于如何对付对方炼气修士，只能希望风雷两家看到我用的方法，可以过来帮我吧。哎，如果我能早点在战斗中学会这种方法，颜真兄他就不会死了。咦，我怎么感觉身体有点舒服呢？是哦，我也有这种感觉。大晚上的，之前浑身凉堂堂，现在浑身暖洋洋啊，好舒服。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这是为什么我们身上的盔甲自己脱落啊？对呀，我身上刚刚舒服了一下，盔甲就自己掉落了。是谁搞的鬼？哦，盔甲被地面传导过来的法力在内部脱掉了。是对面精准的控制了法力，盔甲无法将其吸收。对面是什么人在控制法力？一大军几里外，只有一人，修为是炼气期。只有一个炼气期。是，我们要出动修士解决他吗？解决个屁！凡人盔甲大军就是用来对付炼气期的修士的。若是盔甲大军无法解决，这战争就没必要打了。哦，是这样啊！发动号令，让凡人全速进攻。哼，一个人就想拦住万千大军，我倒要看看他有没有这样的精神力和足够的法力覆盖全场。强行做超出自己极限的事，只会猝死在战场上。你能做到控制法力而不被吸收，然后在内部将盔甲与凡人剥离。只是面对这样庞大的数量，你很难做到将法力复制到每一个凡人身上吧？是很难。在做之后，我才发现这么难，数量太多，法力有限，依旧无法阻挡大军的前进速度。那么你是来做什么的？是为了解你我之间的仇怨的吗？这确实是非常好的机会。我发现我再次坐下时，已经没有力气再起来了。确实如此，没有什么比现在更好的机会了。雷法与你的法力不同，它会被直接吸收。就算将雷法控制在凡人的静电程度，也会被吸收。但你可以将你的法力附着在我的雷法上，由我的雷法直接带你的法力附着在盔甲的关键处。你只需剥离他们身上的盔甲，散播法力的事由我来做。怎么回事？对面用法力剥离盔甲的速度变快，范围也更大了。前辈，不好了，大军都……不用说了，我已经知道了，大军进攻失败了。可恶！若是1-2个炼器就可以解决这个盔甲，那从一开始就打不了啊，就不应该打。
没想到你是来帮我的。我没有想帮你，我是为了阻止大军。这大军对我雷家来说是个威胁。可笑的是，现在能够帮我雷家对付这盔甲大军的，反而是你，与我有过节，杀我辅助，杀我雷家人的你，真是荒诞。我也没想到帮我阻挡大军，事实上保护了黑城的人，居然是之前想要杀了我的你，真是矛盾。就像现在破解盔甲大军的是由一种可被吸收的雷法和不被吸收的法术联合破解，也是矛盾，既荒诞也矛盾。是吗？我不这么认为。你不是个为了守护家乡白白送死的人。你这样的人坚持以一人之力面对万千大军，一定有其缘由。不管大军如何攻来，凡人绝不是没有抵抗的能力。关键就在于筑基修士。筑基修士一旦出手，你现在的行为和送死没有区别。那么你告诉我，你怎么对付那个筑基中期的元破刃？我只能告诉你，有人会拖住元破刃，在大军撤离前他都不会出现。拖住？就连2个筑基初期的雷波和风绝毁都不好说拖住元破刃。什么人能够拖住筑基中期的元破刃？一个可能会改变这世道的人。该死的，情报有误，元破刃这家伙现在在干什么？已经在神秘修士所说的地方找了一圈了，真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山洞。可恶，唯一一个元所坤的死亡线索就在这里了，可这里什么都没有啊，只能回去从长计议了。不用回去了，那元所坤的死亡线索就在这里。你是谁？我就是杀了那元所坤的人，也是我改了地图上的标记，就是为了让你来到这个错误的地方。原来是个凡人，你真是活腻了。怎么了？为什么不动手？面对凡人的我，你难道有什么忌惮吗？元所坤难道就是这么死的吗？你居然用这种方法将他杀了？是啊，你想尝尝吗？总共多少人？黑城半数人口几万人，全在这里，加上几个修士联合施展和基数，你想要试试吗？用凡人的命为耗材施展和基数，你们居然用这种方式威胁我！改变这世道，什么人能够有这么大的能力？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随处可见的一群人。随处可见是凡人吗？你付出了什么代价？凡人，万物生灵都蕴含着灵气能量，如果将这种随处可见、数量极多的灵气集合一处，便可打出将筑基修士灭杀的攻击术法。可你是凡人啊，你怎么调动灵气的？我当然不能调动灵气，只有修士能够调动。所以你让修士利用凡人调用体内灵气，施展合击术？不是利用，而是相互成就。还记得我和你说的吗？联合弱者，凡人是弱者，修士中也有弱者，凡人很难有与修士一战的能力，而修士中的弱者，自然也需要有人能够给他们提供可越阶战斗的术法，而偏偏确实有这样一个修士群体，他们虽能调动灵气，却和凡人同样，在修士中人数多，修为低，甚至到现在为止，也从未在其他修士口中提过他们关于一句话，他们就是修士最底层，炼气一层。竟是炼气一层。是啊，你是没想到有他们，还是从没将他们放在眼里呢？可现在，正是从没入你眼的他们，足够有力量威胁到筑基中期的你了。你们这些凡人竟然和修士合作，你们知不知道，这种合击术是将你们当成耗材，只用一次修士可以做到让自己无事，但你们可要灰飞烟灭呀！这种事情用不着你这个从没把我们放在眼里的筑基修士来说，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了。知道啊，你们知道居然还要这么做吗？是啊，用我们这么多人的命换一个筑基修士的命，对你来说也算值了。区凡人也配合我相提并论。好啊，就等你这句话，那就动手啊！用你这筑基中期的修为，一刀把我斩了。我一死，合击术也会往你脸上招呼，或者你跑，只要让我看到有跑或其他危险动作，也一样会对你用合击术来赌吧，赌我们敢不敢与你拼命？来呀！不敢吗？不会吗？连刀都不会用了，要不我来教教你。看，用你手上的刀对着我脑袋横着划一下。画上几公分，我的命就是你的了，敢不敢？快点！合击术是个奇怪的术法，若是修士之间联合使用，需要修士让自身的法力可融合其他法力才行，难度很大，所以很难学。而凡人无法将灵气转化成法力，更无法调动灵气。但有灵智的凡人，若是自愿将自身灵气交给修士使用，那对修士来说就没有什么限制了。这样
凡人和修士就可以合作了，这就是你要做的事吗？是的，新时代之后，修士再也无法强行抽取凡人体内的灵气，除非凡人自愿。因此，对于修士中的弱者而言，需要足够数量的凡人为他提供合击术法所需的灵气。对凡人来说，需要修士在用到他们之前，为他们提供真正安全有效的庇护，二者相辅相成。凡人得到了可威胁修士的力量，但需要修士替他们调用，而修士也需要凡人，但又敬畏凡人。武力是一切的基础，有了武力的凡人，才有着可以和修士谈判的机会。怎么还是不敢吗？不敢砍下去什么？该死的凡人！这个凡人，我从他的眼神看得出，他不是骗人，也不是诈我。他真的能让这些凡人跟着他这么做？这种眼神根本不是普通凡人的眼神，有种死过一次的无惧感。可恶，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可是他却没有让这些炼气一层的动手，他还想做什么？你没有让他们杀我，你想要做什么？谈条件吗？看不出来吗？若我们不想谈条件，你在见到我第一面时就已经死了，就像那人所亏一样。让跟在你后面的万千大军撤了，然后你就可以滚了。撤？你居然让我撤？我袁破刃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你居然让我撤？不撤也行，你现在可以死在这儿，没了筑基修士，一样要大败。我万千大军怎可因你一个凡人变？闭嘴！你很喜欢打断别人说话吗？你又有什么资格与我们谈条件？可恶，这家伙的底气十足，就是因为这些凡人所表现出来的牺牲意志绝不是假的。可恶啊，这么多人，组织10个同类就很困难，何况他还是凡人，他到底怎么做到的？有武力确实有能力谈判，可是这么多凡人，该怎么让他们答应做这个事呢？对我来说，想要做到这件事，只有一个办法：第一，先找到几个炼气一层的修士，这一点不难，我稍微交流一下就能知道这些修士能不能做。第二点很难，对凡人来讲，只能眼见为实，所以我找到一些在凡人中有威望的人，让他们躲到一处角落，让他们看着我和修士第一次使用合击术，而第一次与修士配合的凡人接近1万人，他们是我家乡所有人。良心姑娘，很讽刺对吧？当初我做了那么多事，又被你所救，好不容易活下来，就是希望能救家乡的人。可是回到家乡，对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他们全部牺牲。我是因他们走上这条路，回过头却将他们全部推向死亡。是他，是的，他叫服部区，就是杀了你辅助的人，确实很讽刺，对吧？他才是这次黑城之战的主要功臣。他如何活下来的不知道，我也不会管。但你居然将这事说与我听，你不怕我找他报复吗？他就是想让这种事情越多人知道越好。这种术法条件难度在于凡人，对修士来说几乎没有代价。谁掌握这种合击术，谁就得到了一种杀招。不用这一招的修士就会天然落入下风，所以知道的修士越多，修士之间便可达成威慑平衡。又因为凡人繁衍需要一段时间，这种合击术又需要凡人在一个能够互相连接的环境下才能使用，使用条件也算苛刻，到时就会变成谁都不想先用的情况，这就是他的目的吧？是的，没有和不用是两个概念，将此术传达给他人知晓，让更多修士掌握此术法，他的目的就已经完成了。此时的他也已经不惧你会报复他了。为什么？他在和我说他家乡的人全部牺牲时，是以极其平淡的口吻说出来的，在那时我就感觉到他变了。我还有事，先离开了。哦，对了，金少兄，以后不要来找我，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什么？是发生什么其他事了吗？没有，只是我现在做的这种事是违反人性的。现在我的作用是将凡人和修士联系起来，等到人们发现不再需要我时，我可能在哪天夜晚就死了吧。所以以后你不用找我，也不要把我放在心上，我走了。不管他是怎么做到的，我确实败了。我答应我会让大军撤退，但是有一件东西需要你还给我。地图的真实信息吗？是，那张地图对我们很重要，若是不给，就算我撤了，东明疆域依旧会有大军攻来，他们没有见识过你们的手段，到时一定还要再用凡人牺牲一次，那样的情况你们也不想吧？切实，你先让大军撤退吧，确认撤退后我就告诉你。难怪你说世道要变了，这么说确实如此。撤退，那好像是撤退的信号吧？是撤退，那就撤呗。修士都叫我们撤退了，我们还在这儿干嘛？撤退吧。就这么撤退了？我们不做任何调查吗？这是袁破刃该做的事，他应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才不得不让我们撤退的。哎，东线一死了，也没有其他消息传来，袁破刃这个家伙到底在干什么？哎，对面的大军好像撤了。是撤了，对面发生什么事了吗？我得赶紧去西哨那边。哎呦，你慢点。
好了，这段事情结束了，该去见见那些人了。黑城战结束了，按那人所说，他应该就要来这个地方了。我还以为破天家会成功占领你雷家的地盘呢，没想到会被花心少和雷胜定二人解决。是啊，我也没想到，完全是意料之外啊。话说，雷胜定和花心少不是有过节吗？他们怎么会合作呢？他什么想法我怎么知道？怎么看到破天家针对我雷家失败，你心里不舒服了？怎么会呢？破天家失败与否与我有何关系？我只是好奇花心少和雷胜定二者之间奇怪的关系而已。不过说起来，破天家这次可是损失惨重啊！袁破刃只是离开一会儿，黑城的那些修士全部死亡，其中还有他的儿子呢。付出这么大代价，却什么都没得到，那家伙可能会疯吧？是那个人吗？不确定，我用微风之术感应了，我没有感受到他身上有修为。可雷圣卜说他在动手前后也没有感受到他的修为，他应该能隐藏自身实力。这地方处于无人区，凡人想要爬上这山上也需耗费很长时间，他走起路来非常轻松，应该就是他了。很好，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人，何种修为，与那大能机缘是什么关系？杀了袁所坤的人究竟是不是他？终于要得到解答了。又有一个人，那是谁？那是袁破刃，他居然提前出现在那里。你就是吞？是的，你是破天家的人吗？不和我一起到山洞那里和他们聊聊？不了，我等会儿再进去。先在这里和你见面，是想利用你。利用我？没错，吞。我不应该叫你吞魔君。你很疑惑我为什么会知道吧？不用急，等会我会回答你。你若不耐烦，现在就可以杀了我。你好像在求死。是的，从这次行动开始，我儿元刃行都做好了赴死的觉悟。我等会儿会再回来的。搞什么？那袁破刃在搞什么？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该死，被袁破刃那个家伙截胡，不知与那人说了什么，我们居然还傻乎乎的在这里等那个人。晚了，现在说什么也晚了。袁破刃不知得到了什么情报，我们只能等那人过来再了解了。风雷领域，他居然无视了风雷领域。怎么？你们不是有很多问题吗？为什么不出来呢？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不显修为，却能自如穿过风雷领域？难道破天家的袁所坤真是这个人杀的？可他刚刚又为什么在和袁破刃交谈？他们之间到底什么关系？两家长久对峙、不信任的环境造成的多疑性格，让他们胡乱分析了起来。怎么？没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就走了。等等，这位前辈确实有问题。我想问你和刚刚那个袁破刃什么关系？怎么是这个问题？你们难道不是问大能纪元的事吗？前辈不是之前和后辈们说了吗？至始至终是个误会。我想不过是旧时代的遗留罢了。哦，你倒是很相信你的后辈啊。毕竟前辈以你的实力，没必要做什么隐瞒嘛。难不成还有什么只能说与筑基修士听？倒也没多少事。你们看后面的山洞，那个陈海当初历练就是来到了这里被意外夺舍，最终因为身体和环境不适而死。故意让你们来到这里，就是让你看看这所谓大能机缘的源头。你们自己也应该看过了吧？都布下风雷领域了，你们甚至应该比我要清楚。如今也不过只是一处没有生机之地而已。我要说的也只是这么多。你们作为领导者，直接与你们说比较方便，剩下的就没什么。错误吗？难道真的只是错误？他的话语和风行无与我说的没有区别，只是当面和我们说才过来的。是啊，新时代和旧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或许真如他所说，那所谓的大能机缘终究只是旧时代的遗留，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环境了。若他说的是假的，那所谓旧机缘也早就消失了吧？想想这段时间发生的事，不过是多个意外组成的事件。反正至今为止，我封家都没什么损失，实在没必要强行去找一个不确定的答案。感谢前辈替我们解答，结束了多日以来的错误。你们这样想就好，那没什么事了，我就走了。等等，前辈。前辈不是还有一个问题没回答晚辈我呢？你是说？就是之前问的，那袁破刃与前辈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啊，他只是与我打了一声招呼，我与他说明了机缘的事情，他就走了。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很抱歉，我不能信你，我认为你嘴里没一句实话。别想跑！怎么，风绝会不和我一起拿下他们？你在搞什么？为什么要打啊？是啊，为什么要打呢？我不是都和你说清了吗？更说清是把你自己暗藏事件中的手笔清掉了吧？这么大的事，妖光、破天家、风家、雷家多方势力死了那么多人，你在事件中心的黑城居然说的与你没有一点关系，你认为我会信吗？
坤家因为没有什么损失，所以对他来说不重要。但我清楚，你将自己撇得越干净，就证明你在这次事件中越重要。没有破绽就是最大的破绽。难道就不会是运气的问题？我真的没做什么？还在胡扯，不想说实话吗？我已经清楚了你的实力，你绝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不想将你打死，所以在我动手前，你最好有问必答，全说出来，不然我就动手了。我不了解你要我说什么。你不知道怎么说，那就由我来提醒你，因为我已经知道了你隐藏的秘密。秘密？第一，大能纪元我们谁都没见过，而是从一个叫胡不屈的凡人脑中得知的大概信息，位置就在黑城。于是风雷两家派人前往黑城。第二，破天家同时派出元枪刃过来当交换生，四魁暗中利用雷圣叶元枪刃下毒，让元枪刃中毒身死，导致破天家有理由上门算账挑事，又在血堂比试中测试阴阳宝匣的承受极限，趁乱还杀了雷国和雷圣奇。第三，风行武和雷圣卜都发现你的时候，恰巧破天家元所坤与他们两个一同出现，而关键就在这里，你表面施展强劲手段压制他们三人的攻击，实则只是假象，他们两个被欺骗了。真正的情况是，元所坤与你合作一起压制着他们二人的攻击。你是这么认为的？可我该怎么做呢？很简单，你会阴阳术法。他们攻击时，元所坤配合你施展阴阳术法，吸收了他们的攻击，造成你轻松惬意的画面。阴阳术法。当你穿过我们的风雷领域时，我便想到了，那就是阴阳宝匣对付雷法情形与之一模一样。你要这么说，还真是啊。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放出假消息，将我们引到这里，然后他们带着那法器来灭杀我们。说不定元所坤只是假死，刚刚元破刃在你旁边的行动，是为了让我们以为他已离开，实则已经暗中着返回来了，就是为了让我们放松警惕，不管正面战场如何，只要杀了我们，依旧大获全胜。真的要如此大费周章吗？你们虽有那法器的加持，但我们只要不主动攻击，元破刃他们就无法闯过风雷领域，所以需要一个理由，让一个人里应外合破坏领域，而你就是这个关键人物。第一步，需要一个不显修为的人，破天家正好有此隐藏修为的办法。第二步，将你留在黑城，向凡人散布机缘谣言，再由元强刃收留，元强刃一死，那凡人也会受牵连。第三步，需要一个会阴阳术法的人，在黑城配合元所坤完成表演，而你就是这个隐藏了修为，又会阴阳术法，又和破天家合作，同时散布谣言的关键人物。隐藏修为、阴阳术法、散布谣言与破天家合作，你要是这么说，好像还真是我。所以你已经没有隐瞒的必要了，还是乖乖将你和破天家的所有的情报全部说出来了。那我要说不呢？那就死。那在准备灭杀他人时，你们有做好死的觉悟了吗？竟轻易地抓住了我的压缩风球炮。等等前辈，等等。至少雷圣巫说的不错，我确实是假装离开。这就是你利用我的方法吗？让他们看到我与你站在一起，他们就会还你，借我的手除掉他们。说对了一半，除掉他们是一半，另一半则是我希望你能重新入使通魔军。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你曾经与我破天家的一个前辈合作过吧？那个前辈在与你合作时，一直在悄悄记录与你合作期间发生的事，是吗？之后他在死前将自己的记录手册随着破天家族的功法传给了当时内海的人，那些人迅速建立了破天神兵宗。不久后，也与洞明疆域的破天家族取得了联系。旧时代的时候，你的画像传遍了内海，可那一代修士全部被你所灭，画像也只有之后的破天神兵宗保留了下来，再加上洞明疆域的破天家族留了一部分你的信息，两者情报一结合，我们便有了你的大部分情报，都被我们破天家和破天宗保存为最高机密。也就是说，这整个大陆能够了解你的，只有我们破天一脉了。原来如此，他还留了这么一手。可是你说要让我重新入世，为什么？我想请求你救救人族五域。救人族有什么危机需要我来呢？危机来源于人族自己。说说看。新时代刚刚开始，灵气和资源都很富足，每个人修炼速度都很快。可大家都清楚，时间一久，资源只会越来越少。所有修士都在抢机缘，俄与俄，兽与兽，人族和兽族都在不停地抢，因此人族和兽族的矛盾愈发激烈。而任何战斗离不开两个字：一攻一守。但现阶段，兽族在守这面接近无敌，而所耗精力极小，这导致了兽族他们可将70%精力全部放在进攻上，人族一直陷入劣势。什么手势接近无敌？是天泉疆域，那里的由玄龟一族和大量树精配合形成一道跨越万里的树精城墙，无数树精可不断蔓延侵占人族疆域。玉衡疆域最是深受其害，东明疆域和瑶光疆域与兽族领地虽隔了一片海，但那边的天书疆域和天玄疆域的龙族和朱雀族一直在骚扰东明和瑶光两大疆域。可是瑶光疆域可以用幻术干扰敌方，
敌方也无可奈何，所以兽族那边的进攻压力有70%都转移到洞明疆域了。洞明疆域啊，那边死了很多人吧？对，很多。内海的破天宗由于夹在4域中间，保持着一种平衡，却也很难帮上忙。我们破天家族人一直冲在最前线，死的也是最多的，但我们实在是撑不住了。可你又为什么进攻隐元疆域呢？不是进攻隐元疆域，而是为了打压雷家。隐元疆域的风雷两家与其他疆域不同，比如我们洞明疆域是破天家、阴阳家相辅相成，瑶光疆域是瑶光幻术宗和神力派互相配合，玉衡疆域和开阳疆域是单个大势力。唯独隐元疆域的风雷两家不同，他们两家一直在内斗，分不出主辅之位，两大势力竟都只出50%精力对付兽族，可他们明明都是最擅长对付龙族和朱雀族的呀。玉衡疆域那边的树精也有着玄龟防御的保护，导致人族的术法一直无法伤到树精的根部，可这也是风雷两家擅长对付的呀。他们面对兽族的压力，竟不对付外敌，而一直内斗，简直是可恶之极。所以你们联合瑶光一起对付雷家，是想打破他们两家的平衡？是的，暗中让风家强势，至少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分出更多精力去对付兽族，这样我破天家族就可以少死很多人。只是没想到我们的第一步竟然被花心少阻碍了。那你下一步该如何做呢？花心少虽然阻碍了我的计划，还杀了我儿，但我并不想报仇。我相信他这样的人，只要修为提升，迟早会对上兽族。针对雷家的计划已经失败，但是我又有新的发现，那就是你吞魔君。只要你出手，以上的所有问题都不存在。所以，请你重新入世，帮助人族吧。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牺牲自己只为人族？确实有私心。待我破天家和内海的破天宗再次联合时，将会成为强大的势力。但这和帮助人族并不矛盾。可如果你们知道我的事，你们为什么认为我会帮你？因为你还活着，而你依旧还是人类。就因为这个，我知道仅靠我的言语是没有作用的，所以我今天来便是以死相逼。我在来这里之前，已经通知了破天家的结丹高层，若我死在你手里，家族高层便可以确认你就是吞魔君。就算确认又如何？吞魔君，你自己没发现吗？只要你还存在，你还活在这世上，就不可能置身事外。你仅仅是在黑城小角落里卖了一点口味小众的酒，就引发这么多事，这么多变故。这次又因你的原因，导致雷圣无和风绝会死亡。你认为事情不会越来越大吗？我就是要用我的命让你不得不入世。为什么要躲？杀了我啊！我相信作为人类的你，不管做什么一定会影响人族气运。我们破天家相比其他势力，我们不仅了解你，我们还知道旧时代的失败就是因为永远不够团结，永远不够信任。所以新时代的破天家族一定会比其他势力更加团结信任。我相信他们不会辜负我元破刃的牺牲。我破天家一定会繁荣昌盛。你吃了多少暴雪丹？从一开始你就没想活吗？求求你，至少帮一下人类吧！求求你！我没有干涉的理由。老实说，我现在依旧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管如何，吞魔君你终究被我拉入世了。我元破刃，我儿元刃行，元枪刃、剑一、献位、副轮、枪火、锁坤、献一、资亏，这些人的牺牲，能够让吞魔君重新入世了。不悔，不悔，不悔啊！袖手是我，天下是我。算了，反正也不知做什么，去瑶光疆域那边看看吧。你也是我。西少、风雷两家传来消息，你来看一下。哦，他们两家终于找上我了吗？原来如此，看来这种事情要良心他去罢了。哈，这1年时间都没怎么见你们，你们两个好不容易凑齐找我了，居然是要我办事的。
我们可是很忙的好吧？黑城的重建、人员的安抚以及被破天家抓的人质，都是由我们在处理，哪有时间找你？我也不是一直闲着，比如找胡不屈，还有没找到，还有啥？能不能憋出第二个屁来？总之我也很忙的好吧？他不是说不用找他了吗？为什么？笨啊，说不找你还真不找，真是的，这段时间也没听过他死去的消息，肯定还活着。虽然我不知道找到他能做什么，但我还是想先找到他再说。哎，算了，先讲另一件事吧，有件事要你去办。什么事？边走边说吧。风雷两家与瑶光宗拉扯了1年，终于准备将幻月灵交还回去了。同是风雷两家答应派人去瑶光疆域和洞明疆域那边一起对抗兽族，而我希望你作为黑城代表，和他们一起同行前往瑶光疆域进行合作事宜。要我去做什么？有什么必要的吗？你不是一直想精进自己的幻术吗？这正好是个机会啊！说实话，其实是1年前的黑城战已经将黑城处于一个3大疆域斗争的中心地带了。若是不找机会缓和的话，战争恐怕还是避免不了。所以需要一个代表跟着他们，想办法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这样也能减少黑城的危机。为什么是瑶光疆域呢？洞明疆域和我们的关系还没缓和，只能由瑶光疆域作为中间派了。那你呢？为什么不是你去？我现在是对抗盔甲大军的关键之人，自然不能轻易离开，所以只能找你了。这样啊，回想起来真是奇怪，雷圣定居然会愿意和你合作。这种事情确实比较难以解释。罢了，我去就去吧，反正我也没什么事。你这个人终于承认自己无所事事了吧？这个话说回来，风雷两家又交人质，又答应合作对敌，他们会这么好心？合作过程自然没这么容易。1年前，风绝会、雷圣屋、袁破刃全部死在了一处无人地带。风雷两家一直在找一个嫌疑人，但至今没有找到。他们散布的通缉画像我倒是看了，正好我也想找那个人呢。你认识那个人？没事，不重要，你继续。破天家虽然也是一直在找缘由，但我感觉他们好像没那么在意似的，很是奇怪。不过破天家因此事向风雷两家施压，希望他们能合作对抗兽族，不然依旧要强攻引援疆域，大不了2败俱伤。他们答应了？答应了。原本持观望态度的风家也答应了，毕竟真有人死了。可这种事情需要1年吗？这1年期间，风雷两家是派了不少筑基后期修士前往玉衡疆域，他们一起对抗天泉疆域的树精一族和玄龟一族，但还是没有显著成果。还是没用吗？对，仍然是老问题，术法范围不够大，威力也不够，以及修士数量再多也无法与树精相比。况且树精根部在深处，由玄龟一族保护，根本威胁不到他们。所以他们只能将重心转移到瑶光疆域和洞明疆域那边，缓解兽族进攻端的压力吗？对，正好也将幻月灵还回去。当时也是你抓住的他，你去自然合适。是挺合适的，那我得准备了。对了，你呢？这么长时间怎么也不装个假手呢？用御物术控制起来也不难吧？不用了，我现在可以用法力变出一只手臂来，正好以此来锻炼控制法力的熟练度。毕竟我要防住盔甲大军。算了，随便你吧。我什么时候出发去瑶光疆域？现在。良心，这是行李，接着。不对吧？这也太快了，我还没准备好呢。准备什么？行李不都已经给你了吗？你要是还有东西，在临船上传信，我会给你送去的。仪式呢？送别仪式呢？就这么简单，让我出远门吗？我可没时间，我还要抓紧提升修为呢。黑城还有好多事宜要我去办呢，你也不要让别人等了，赶紧去吧。来，等等。哼，去就去。有人偷我东西，不天，你这家伙手还是这么不干净，都没看清我是谁就敢顺我的行李。谁啊？怎么在凡人区施展术法啊？还能是谁呢？就是刚刚被顺走东西的人啊。良心，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儿？我还要问你呢，你怎么在这儿？快把东西还我！啊，不好意思，顺手的事儿，东西给你，但你快把冰冻术解开，脚快冻死了。说说吧，你在这里做什么？之前有个人因我的影响，生意遭受损失，赔了不少钱。他在瑶光疆域碰巧遇上了我，就让我赔给他一部分。你跑不就完事了？谁能追得上你啊？是一个修士，他也在这船上。他居然追到船上了，他要你赔多少钱？我替你给了20两。你看，就是他。居然是你！就是这个花心少嘛，修炼速度很快啊，居然也修炼到筑基修为了。他和雷家人有合作，雷家给了不少临时修炼资源。那么你风家请我来是做什么呢？与这个花心少有关吗？是的，虽然此人现在在与雷家合作，却是因为局势而不得不合作，目的是为了保护黑城。这种事情我风家也可以做到，所以我们有意要招揽他。可如果他不接受招揽的话，就只能请你将他除掉了。为什么是我呢？因为我风家现在正在与雷家共同对敌，实在不好在这个节骨眼动手。我们也担心时间一长，他与雷家合作成习惯，那我们就实在不好搞了。本来没有他，之后的引援疆域将是我风家起事，可就是因为他，雷家又和我们平起平坐。所以这种人要么死，
要么被你们招揽，懂了？那你们先尝试一下吧，要我出手时再和我说。感谢上恒道友，请你出手前一定会献上大礼。意外的势力介入，封家人与开阳疆域势力竟盯上了花心上。封家欲招揽花心上，若不应，极有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花心上该如何应对呢？封家的封爵会，雷家的雷圣屋都死在了一处地方。风雷两家会查到吞身上吗？破天家已经知道了吞的存在，他们家族会作何选择呢？人族、兽族两大主要种族的矛盾日渐加剧，处于弱势的人族要用何种方法对抗呢？良心、不天、吞，他们三人相遇会在之后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欲知后续剧情，请继续收看由该位吞制作的沙雕修仙动画《吞噬魔君2：万法天女》筑基篇。你谁呀？